第19句，挽世界为清贫。那么我们必须先了解世界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那么它为什么又变得不清不平了呢？那这个现象啊，在我们之前的讲课之中已经讲了很多论述。那么这个道理啊，必须一遍一遍的说，一再一再的这个说明啊，这样呢，听的人呢才会有更深的印象，才会更清楚了解。那虽然我们有讲过这样的观念，但是呢，我们必须呢一再一再的再把它强调出来，加深大家的印象，那会更清楚整个这个原文这种经文的这种来龙去脉啊。那首先我们讲世界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佛经那有一句话说，万法皆空。那万法皆空，其中有一项的原理原则，它是不空的，所谓的因果不空。那么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那因果是不是在万法之中呢？其实因果也是在万法之中。那如果万法皆空的话，那么为什么说因果不空呢？那我们讲这一句又跟世界清贫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们必须来讲，所谓万法皆空，那就是呢，本来世界也是空的，世界也是万法之一啊，整个宇宙、整个三个大地，这个都是空的。那怎么变现出来的呢？佛经讲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我们的心变现了这样的一个净土。那么净土的好坏呢，就依照人的这个意识。那这个意识呢，储存在我们的八识田中啊，所以呢，叫做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啊，它会分别，会去执着，所以呢，它就变现成我们现在世界的这个样子。那么每一个众生所累积的这个业因这种果报啊，都是这样。我们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人道在这一道里面呢，他累积同样的这样的业习种子啊，积在这里。那所以我们看到的整个世界的现象就是这样子。我们看到有这个天空，有大地，有山，有海，有这个植物，有动物等等，这一些的现象啊，都是人的心变视现所造成的。那世界是这样造成的，国家呢是依照人心这个物种的不同比如说我们是华夏民族，华夏民族的这种生活，它的这个文化，它的语言等等的条件聚集在一起，所谓人以群分嘛，物以类聚啊。那人呢，依照文化的不同，分别各种的民族，那组成呢各种国家的不同。那所以你看，在春秋战国那个时代，那是非常多国家了，大国就很多了，小国无数多了。所以这个国家的形成，那都是人因为有了生活之后，
所变现不同的整个一个面貌。所以世界、国家乃至社会的形成都是这样子。那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但是呢，我们这个道智宗旨，它是讲儒家的这样的一个理论，所以儒家不讲唯心所变，唯识所变。那儒家呢，在中国文化里面，它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主流啊。那这个儒家的思想，其实跟道家的思想是一体而两面。我们以前也在五教圣人之经典里面强调过，当我们在讲儒的时候，就是在讲道；那在讲道的时候呢，同时也是在讲儒。这个是一体的两面。那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挽世界为清平，要来解释世界的形成啊。那么在《易经》里面，他把它笼统的解释为无极而生太极，太极而生两仪啊。那么无极一动啊，一动就会产生太极，太极呢就分判成那么两仪的现象。那这个一动呢，在佛经上讲，就是一念的不绝。这个不绝的现象啊，这个起心妄念啊，分别执着啊，一个念头就产生了整个三河大地，整个世界的不同。我们说净土上的不同。那所以有的天人，他所在的净土，那是非常高远的理想，在人类看起来，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净土。可是呢，佛经上要告诉我们，有所谓的这个佛所化现的净土，那这样的净土呢，又更是的美好。那所以你看我们的祖师，弥勒祖师、金刚祖师，那他化现一个弥勒净土，让我们呢可以回到那个净土，然后呢再继续的修炼，然后呢再回到我们的原始根本。那之中呢，还有很多的过程要去经历，所谓的普度收圆，平收万教，这些过程呢，我们还没有能够完成，还要继续努力。所以为什么仙佛的愿都是无始无终？那无始无终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心量啊，已经跟弥勒祖师的心量契合在一起了。那所以弥勒祖师什么时候能够平收万教，什么时候能够收圆这个96亿圆胎佛子，那他们的愿呢就是什么时候。那么我们再把它回来归宿到世界的起源。当无极一动而生太极，太极而生两仪，两仪有这个四象，再来是八卦，再来是种种的万事万物。那这些呢，在佛经的理论上讲，这个现象呢，从无极一直到864卦的现象，乃至无数卦的现象，它是一时顿现的。也就是说呢，刹那之间就成就出来了，并不是我们现在历史学家所说的慢慢的演化所演化出来的。那么可见科学家跟这个佛他的认知认解有一点程度上的不一样。那因为佛这种高超的智慧啊，人类还没有办法了解。那什么叫一时顿现呢？这个用人的智慧啊，很难去理解这种东西啊。那么我们只好用我们生活上的东西来比喻。比如说我们看电视，我们现在的有线电视有100多个频道。那么只要呢，我们打开电视，拿着这个遥控器，随便一按，你就可以跑到那个
上去。比如说你要看新闻台，你要看戏剧台，综艺节目台，或者是说这个自然动物的国家地理频道这种电视啊，你一转，它的画面马上就变现了。那之中当然也有色情的，也有暴力的，也有种种让社会混乱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但是呢，也有教化的画面，也有纯教化人心的，也有宗教的画面。那所以呢，当你在选择这个选材器的一个画面的时候啊，那个就是你的这种事变。我们刚才讲心现事变，你的意念变现出来了。譬如说你想看新闻台，好，一按下去，新闻台马上出现。这个马上出现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一时顿现。那它不是慢慢形成的，而是一下子就形成了。那人的意识呢，就可能造成这样的一个画面产生。那么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世界。那所以世界的形成啊，就形成这五花八门啊，形形色色的各种物种、各种色相啊，成立在我们的眼前。那么世界呢，从无极太极一直到两仪四象，这个呢，这一种过程啊，那就是一种很自然的形成。你说无极为什么会变成太极呢？无极一动而变成太极，这为什么？这个动是为什么？这个动呢是没有原因的。你看以前我们的这个书本里面记载，尧舜那个时代，他们的这些人民啊，都非常的善良。所谓呢，路不拾遗啊，夜不闭户啊。这样的一个世界是非常的清贫的。那他们这些人呢，来到人世间，然后完成他们的使命任务之后，然后就回去，回去本来的家乡，回归本来的面貌。那他们呢，在那个时候呢，为什么需要来治理这个世界呢？那么可见呢，这个人的一念的动啊，有太深的这种执着，也就是说，人的动啊，已经是一种很好像例行性的这样的一个轨迹在走。无极一定会动而生太极，那太极呢就会演化成两仪四象，这个呢就是一种自然的道理。那所以仙佛要派人来治理世间，这个道理呢，也就是因为人的这个一念不绝，一直在重复在产生。那世界的形成也是重复在产生。你看世界本来是没有世界，后来变成有世界了。这个洪荒的世界，一直到这个文明的世界，到现在科技的世界，这些呢都是在人的变现当中不断的在这种演变的过程。那整个过程啊，都是随着人心的意念来变现。你看现在人的心的意念已经进步到这种科技的时代。如果没有灯光，没有这些电器产品，那么人在今天的生活可能呢会过得很痛苦。但是回归到100年前，那时候呢还没有灯光，还没有这些电器科技用品这么发达，人呢还是在那个环境生活的很自在。那为什么现代人回到古时候的生活就不自在了呢？那可见呢，那个心念、新的事啊，已经不断的在变化。那在不断的变化呢，就产生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一个主题，就是世界清贫的一个问题。那世界为什么不清不平了呢？那么在尧天舜日那个时代，是儒家
也是我们华夏民族，也是所有的修道人所要这个努力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净土。当那个净土，那不是佛菩萨划线的一个净土，而是呢从无极、太极一直到两仪四象这样呢变现出来的一个国度啊，一个文明圈啊。那么当人心有所不觉，他那种不觉的理念意识越来越多的时候，那就造成整个世界它的波动的现象就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整个世界的层次会越来越混杂。那如果说我们用仪器来检视我们的这种脑波的状态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到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思念，我们的意念会这么纷杂？那么也可以呢体现出今天的世界为什么会这么纷乱。那么世界的纷乱就是起源于人的心念的这种纷杂。所以当人心不清了，我们清相对于就是人的这种迷惑，人的一种邪思，人的一种懒惰，所以造成了整个世界不清了。那么我相信尧天顺治那个时代人人安分守己，那么守着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还有道德人心，那他们的心呢是达到一种比较清明的状态。那种状态的人他很好教化，所以圣王出现在人间只要一条法令规章下来，那他就遵守，他只要照着圣人的话去做，那他就可以回去。那现在呢，圣人即使出世了，他极力呼吁，也没有办法将人心导向归正。那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整个混杂的程度已经越来越乱，而且呢越来越多元。那所以呢，在人心迷惑、偏邪以及呢污染的状况之下呢，已经不清了。这个地方已经不是净土了，而是一个浊土。我们说五浊恶世。那五浊恶世这个名词在佛经就有记载了，所以可见呢，在佛陀那个时代，整个红尘世间就已经成了五浊恶世。那所以到现在3000年来，人心的变化更加的严重没有圣人，没有佛的教化，所以呢，在这个末法时代老母不忍心所以降下大道，然后呢来挽救人心了。那么这个老母也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主宰者，那他呢是因应了整个世间的灾劫而降的。也就是说，现在世间呢已经乱到一团纷乱了。一团纷乱呢，你总是要有人来收拾残局嘛。所以呢，有时候的封神榜，那么现在也是进入一个封神的时代那么把这些呢所谓山妖水怪通通都收起来。那各收各的缘所以圣人收圣人的缘，这些佛弟子收佛弟子的缘。那当然了，山妖水怪收山妖水怪的缘，各收有缘人大家都要封了嘛，已经要整个封起来了，世界要重新开始了。所以呢，必须呢，这个时候呢，必须有一条很正规的大道来引导这些善良人士这些有缘的佛子能够呢回归到他们本来的家乡那个家乡呢是属于清的、清明的，属于平等的一个净土。所以平这个字眼呢，是相对于对待
这种高下、好坏、是非而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啊。那品在净土是没有所谓的不平等人人都平等。那么人人平等的出发点是基于整个佛性上的平等、自性上的平等。我们记得讲过人人都第一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各个都第一，在各种万物之中，每一个万物都是第一。我们用我们的人生做比喻，耳朵在听上是第一，眼睛看是第一，鼻子闻是第一，那么嘴巴呢？嘴巴是查味道、讲话第一，它各有它的第一的功能，所以无可取代。那么在这个第一的这种观念之下，就产生了所谓平等的这样一个思想，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第一，每一个人呢都是有他的立足点。那么相对于在我们整个世间的环境呢，也是这样子。所以天生我材必有用啊，每一个人都放在一个很安然的立足点上啊，去从事他的这个人生的义务跟使命，这个就是平等。那他的人生义务跟使命如果已经完成了，那他就回归到这种世界的进度。那你们说这个是佛教的观念，但是儒家的观念也是这样子。那儒家呢，虽然是允许我们人世间的不平等，但是呢，这个就是人世间的现象，所以不平等才是真的平等。所谓世上不起等事啊，全凭一点真心啊。那么关圣帝君里面的这段经文啊，给我们做了这个平字啊最好的注解。那么世上呢，一定会有各种不平的事情，因为呢，我们这个是相对的世界，红尘俗世。那红尘世间里面呢，一定会有对待，有高的一定有矮的，只要你现那个相啊，那个相呢就有所谓的分别。那么谁能够把相看到性呢？从相看到性，那这个人呢就是开悟的人，就是圣贤人。现象不二。那么现象不二的道理啊，在儒家讲，就是关圣帝君的这句话：世上不起本是，全凭一点真心啊。也就是说，每一个众生，它都存在一个真诚的原点，用这种真诚的原点来待人处事，那么这样呢，就是产生了一个平等的世界。也就是说，虽然你现的相，有可能是员外，有可能是这个官员，那么你是富贵人的相，那我现在是乞丐，我现在是平民相，但是呢，我们里面有一个是平等的，那就是一个真诚的原点。那这个诚呢，是我们自信的流露，也就是说我们自信的代表。那么这个自信是平等的，我们可以成为圣人，可以成为佛，就是依凭着我这个真诚点。那你可以成为圣人，你也可以成佛，也是依凭的。这个跟相没有关系，跟世间的这些医保是没有关系的。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你从乞丐身上看到了他的这个自信的原点，看到了那一点佛性的话，那么你就能够说到，真正的是心向不二，真正的做到全凭一点真心啊。这一点真心呢，你用
用你的自信把它流露出来，然后呢，将这个真心呢，付诸在你所看到的人事物身上，那你就做到真正的平等。那所以说，我们说挽世界为天平，那么这个挽世界为天平啊，我们现在呢，不管说太极变两仪，两仪变四象，已经不要去管那个为什么会成为世界。世界的这个来由啊，我们大概有一点基础上的了解，但是呢，我们现在重点呢是要放在如何挽。如果将这个天平再把它挽回来，现在天平已经不见了嘛？那么在怎么样的条件下，怎么样的做法下，我才可以让这个世界挽回天平？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末法时期所应该努力的方向。那么国父曾说，他说：“国者人之基，人者心之器啊。”所以国家的质量系于社会之荣辱，人心之正义啊。那么从他这句话呢，可以了解，国我们把它说为是一个整个世界。那国呢是人所累积而成的，那人呢又是心之器，人又是一种心的一个容器，也就是说，它整个控制权是在心。那整个控制在人的心，所以呢，这个人心上面的一个调整啊，成为挽世界为天平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枢纽。那所以如果挽就是在人心上下功夫。那人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人心怎么会把整个世界搞到这样子乌烟瘴气呢？其实啊，这个我们不是在说现代人，只要是人从以前到现在，只要是人，都会慢慢的走向这种混乱的现象。因为人本来就是在这种二元对待的世界，所以呢，他一定会有偏心的一面。那么完全放下，完全的这种摒除这种不平等的现象，这种清净的状态啊，那除非是做到这个圣贤人的标准，做到佛菩萨的标准。那所以呢，圣人他要透过这种世间的教化透过圣人的经教来将这种圣贤大道介绍给百姓，介绍给民众。因为民众不懂，他们这个亲近平等的状态啊，跟圣人是没有两样的。他们不懂，那他们不懂了，就要有人去教。那这个教，现在谁在教呢？现在就是透过经教来教。那么我们已经没有名师，名师离我们而去，这些大德者渐渐的离我们而去。那我们要依止什么样的言行来作为一个标准呢？只有透过经教，透过经教呢来作为我们修身处世的一个标准。那么经教呢，必须要有人去推动。那这个推动呢，包括了你去实践，包括你去演说、弘扬它。所以我们今天说道之宗旨，道之宗旨已经传了这个20-30年。但是呢，道之宗旨呢，如果没有人去讲，没有人去推动，那么道之宗旨呢，还是没有办法落实在社会上每一个角落。你说挽世界为天平，那么这个不轻不平的原理从何而来呢？
如果说我们知道已经人心是引起的，那么人心呢，它为什么会不清不平的呢？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这个肉体需要活着，那活着呢，你需要一个物质，物质就是所谓的经济条件。那这种经济条件呢，通常会打乱我们心的清平，而致使呢，我们为了经济条件，而呢忘记了我们是这种人心的一个原理原则。大家追逐这种经济条件，中国人讲这个叫利。孟子讲得更好，上下交争利则国为义。上下每一个人，从国王一直到平民百姓，都是为了利而在生活。国王为了想得到更多的国土，更大的这些人民来支持他。那么他的臣子呢，也怀着利益来侍奉国王。士农工商呢，每一个人都是为了利而来从事他们的工作。整个国家呢，充满了利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败亡。因为利占满了人心之后，清贫的现象就没有了。你怎么能够没有迷惘呢？没有邪思呢？没有污染呢？已经是不可能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儒家里面，第一个修身的方法叫我们格物，处事的方法叫我们致知。所以格物致知是整个修学人他一个很重要的、最基础的入门功夫。所以这个世界的清贫就是从这种格物致知下手。当然像上下交争利那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那尤其是到了现在21世纪了，这种交争利的现象那已经是普遍存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了。人们为了利可以这个不顾一切，那不顾一切的结果就造成整个社会一个大动荡、大混乱。所以为什么说现代的时代乱、世界乱，这个乱的根源就是从我们的心要去追求利，而把这种义给放弃掉了。人本来就有的这种公义、这种仁义、这种正义他不要了。他只追求眼前的享受，眼前的利益那么眼前的利益就形成一个贪字。你看刚那个字是不是金贝那就是眼前的利益眼前的利益他不管了后代，他不管的20-30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当他造下了这些因，20-30年之后要承受这个果的时候就痛苦了。你看我们现在台湾就承受了20-30年前大家不晓得维持清贫的一个心态，那种下了今天的果，大家就要去承受。地震、土石流，气候异常，整个气候暖化。那现在已经11月多了，天气还这么热，所以造成整个世间一种大动乱，人心更加浮动，更加不安这是上下交争利的现象。那么一个利的一个源头人放弃的这种平常的道理，做人应该有的这种原理原则，人放弃了。那么应该有的原理原则在儒家告诉我们，就是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这些五常之道你不管说你是说哪一个，所有的伦常之中，你只要做好一个，那其他的就会跟着做好。
所以《左传》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人气长者妖心。人丢弃了这个常理常道那么妖魔鬼怪就会兴起是不是看到我们现在社会其实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没有说，还有一些有志之士不断的在那里呼吁，不断的在那里推动在那里强调整个圣贤人的教化，那么现在的社会真的是不敢想象世界末日一定会有到来的一天那只是说提前到来还是延后到来。那么我们接受圣贤先佛的教化，我们有责任让这个世界末日延后到来。延后到来的原因是因为让人民能够受教化更多，在这个更多的熏习之中让他能够开启他的那个自信的觉知那一份这个迷惑，那一份邪思，那一份染着，通通净除掉，然后达到一个真诚的原点。这个就是挽世界为清贫一个主要的做法。那么常是我们说的常道，常道在我们的人的生活之中，就是所谓的五伦。但五伦里面有八德，八德是对内，那么五伦是对外。五伦就是我们人生活在每一个条件之下所要面对的一种原理原则。父子有亲，这个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个是五伦的一个常道。那你不管在哪一轮里面，都具备着这种八德的一个操守，具备了这种五常的一个原则。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或者是说忠孝仁爱心义和平。所以人气长则妖心这句话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现在五伦之道没有人在强调，不管是在哪里在台湾，在中国，大家都为了利大家都向前看齐。那么利这种观念不处的话，我们这些伦常之道很难去恢复。那么利没有错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上的利，维持我们的生活条件经济条件或者是说物质上的条件，这个是作为人必须要有的一个生活基础。但是如果说太过于追逐或者是说你放弃你的原来去追逐利，那么整个生活就变掉了，整个人生就已经扭曲了。那这个太过的现象就形成今天大家这样追名逐利的一个现象，那人心不安，社会动荡，为了眼前的小利他不惜以身犯险作奸犯科犯下种种罪行，甚至不惜造下种种因果，也不晓得自己后来的果报会怎么样，所以一味的去追逐。但是如果细的你把它分析下来，如果说我们能够从小就建立这种五伦之道让这些学龄前的小孩子就接受到这种五伦的教化，那么是不是整个这个家庭社会，那他就会比较
达到一种正常运作的轨道呢？答案是肯定的。所以为什么圣人佛菩萨会应化在人间？他就是为了让人导向一种正常的生活，回归自然的生活。自然的生活是什么？就是五伦八德。我们说父子有亲，你看父子有亲，这是整个儒家教学的一个原点。我们出生就一定有父母，所以呢，父母跟子女之间有一种亲爱的关系。这种亲爱的关系的那个爱呢，是自信的流露，这种爱的范围会扩大。所谓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那这样的爱呢，它会扩大到整个这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所以呢，每一个宗教，他们都讲爱，仁爱、慈爱，这个博爱，都是在讲爱。那么这个爱呢，跟世间的爱最大的不一样呢，那就是呢，这个爱没有私心。世间男女之间的爱呀，有私心，有私心呢，就会造成占有，就会造成执着。那么占有执着呢，就会形成一种这种迷惘、邪思染污的现象，就是不清了。你会把对方看成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不平了。那不清不平呢，在你的这个身上产生出一个温暖的现象，那你的磁场呢，就会干扰到整个环境的磁场。比如说你的家庭、你的公司、你的团队，就会形成一种混乱的现象。这个混乱的现象如果扩大，就会形成整个世界的混乱。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世界末日造成的来源，你没有办法置身事外。那你不要说这些都跟你没有关系，其实呢，跟你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呢，一切都是因为你才造成这个现象。那这种现象呢，很有趣。在西方科学家有一套叫做蝴蝶的效应。那这个效应呢，就是有一只蝴蝶在中国，一只蝴蝶它拍动了一下翅膀，那个翅膀这种引起的风的这种震动对，就形成一个连锁效应。结果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形成一个大风暴，就是这只蝴蝶产生出来的。那么这怎么可能呢？他说有一只北极熊，那它跳到北极海里面，这个北极海它那个波水波就这样一直涌，就涌到印度，造成印度的这种大海啸。你说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在说天方夜谭。其实不是天方夜谭。如果我们想一想，星星是否可以燎原的话，那么你应该相信这句话是真的，这个理论是实际存在的。那这个理论说明一个现象，也就是说，每一个整个世界的灾难的产生都是从一个很微细的范围、很微细的这种原因所产生的。那这种原因呢，因为累积了这种巨大的能量，然后爆发出来，我们看到了这些灾难的产生。所以今天气候异常，这个已经不是说一时，或者是说一个人产生了，它是一种能量的累积是在我们人每一个人，他在点点滴滴之中累积成那个巨大的能量，造成现在整个世界的灾难。所以是谁造成的？是你造成的。
是每一个人造成的。所以罪魁祸首不要怀疑，罪魁祸首就是你。所以呢，要改变世界，要从你开始，你自己开始改变起，或者是说从我开始改变起。每一个人从他自己开始改变起。我们现在科学家努力的在扭转整个气候异常的现象。他们发明了很多种方法。如果我们有详细去看过那个国家地理频道的报道，我们会发现到很有趣。科学家应用科学所极尽之能事，想要改变整个气候异常的现象，尤其是减少碳的排放量。但是呢，我们如果说从整个因上来分析其实科学家所做的，它的范围很有限。它的范围呢，所能够扭转的现象没有办法阻止整个气候异常，或者是说整个大灾难的这种发生，它还是会发生。如果说我们再从江本胜博士他那个水的实验来说明整个现象的话，会发现到说，原来每一个物体它都有法性。这个性的存在跟我们人那个自性的存在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它有法性，所以呢，它有见闻觉知，它会听会看，然后呢，它也会表达。所以当人对于这些事物他用一个平等心来对待它的时候那么万物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它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它会给你一个很好的一种回报。但是呢，人用不平等的心对待比如说糟蹋这些纸张，糟蹋的食物，糟蹋这些万物，结果万物呢也是用不平等的心来对待我们，所以世间就变成这样子。那如果说万物也有法性的话，那么我们要尊重，他也会成佛。那这个未来佛，我们现在看到他，结果呢自己受果报，受果报的现象就是世界末日。所以你看看科学家，他们用从果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没有解决问题，但是呢也是有它的好处的。他不断去强调让人们有所觉醒。那真正的问题呢，要从因上来解。因上解，那就是呢从人心它的清平上面去把它扭转，不要让它再迷惑，不要让它呢再存邪思邪念，各种染污的这种念头。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心存清平，那么整个世界就会改变了。那么每一个人心存清平，这个是不太可能。但是呢，他从江本胜这个博士他水的实验他可以告诉我们，人的心念可以影响一切。有这个精通学位的人，那么他呢做了一个试验，他希望呢南北极的冰减缓融化。那他用什么方式呢？用念佛的方式。他念观世音菩萨，希望呢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符号能够阻止南北极融化的速度。结果呢，在同样的冰中对于有念佛的跟没有念佛的，那么这整个速度上就差很多，融化的速度就差很多了。那所以呢，他证明一个理论也就是说，人如果能够时常起这些善心善念，圣贤菩萨的心念来面对这些万事万物的话，那么万事万物这些依报的现象它会呢减缓它的毁坏，
也就是说减少它的一个动量的现象。那么它给我们一个好的环境，我们生活在好的环境里面，那么自然呢就会回归到我们的身心，我们身心呢会更加的会觉得珍惜，更加的要去维护它。所以从这样说起来，一个人怎能不随时把持住他的心念呢？孔子他曾经讲：“诗300，一人以蔽之啊，谓之诗无邪。”他说《诗经》啊，他整理出300多条的这样的一个诗文，那他都把这些民间的歌曲、民间的这个我们说俚语啊，或者是说民间的这种民谣，把它揭露出来，把它摘选出来。那他说整个《诗经》用一句话来说，就叫诗无邪。思想没有邪念，没有这些邪思邪念，他们思想都很纯、很清、很平。所以《诗经》那个时代的人民，他们呢可以处在一种很清贫的状态，可以生活。那他们呢有点像尧天舜日。如果说他们能够这个听受圣人的教化，那他们呢做完使命他们的责任之后，他们也可以回去。那么我们现在呢读了《诗经》300，也不可能诗无邪。那么必须怎样呢？必须透过圣人、佛菩萨不断的来教导他，所谓长期熏修啊，所谓一门深入啊。那你不断的透过这种讲学，透过这种例行去教化百姓，让百姓呢真正了解到一个本心的发露，一种清贫的这样的一个修为，那这样才有办法来改变整个世界的现象。你跟诗300，它这个背后的意义啊，它告诉我们，那就是说人们的这种歌唱，这些民俗、这些民谣，它的出发点是很纯正的。孔子利用这些出发点纯正的歌谣来教化百姓。那么我们现在也可以用这些戏剧的方式，也可以用各种唱歌的方式，用这个种种方式来教化百姓。只可惜啊，我们现在还没有一家电视台，还没有这种专门在教化百姓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都把它归属于宗教。其实呢，教化百姓并不是宗教，它是一种自然的教化，一种社会的教育。你看演戏，以前演的都是忠孝节义，演的呢都是这些正面的形象。那这些呢，透过民间的这种戏剧啊，来把它表彰出来，让整个社会的教育啊，更能够得到一种落实的这种化育啊。所以以前的戏剧是很好的，但是现在戏剧没有了，这个是非常可惜。当然我们也不期待现在这样子，但是呢，必须有人去做。也就是说，整个戏剧的倾向啊，除了说声光效果，除了说整个这个剧情的带动，我们应该在里面融入一点
这种道德伦常、这种社会自然的教育在里面。当然，这个是必须经过巧思的。现代的人，你直接跟他讲伦理道德，他是听不进去的。那么，即使是修道人，对于儒家这一套，那他也是见怪不怪了。所以呢，要把它透过一种很自然的包装成一个现代人可以接受的一个产品，然后呢，把它发表出来。那这个产品呢，是可以有教化作用的。我想到以前在写布袋戏的时候，那么透过这种布袋戏啊，将仙佛的训文把它发表出来。那布袋戏是古代的人，那么三教九流都有，所以三教九流之间有一些比较高德上的对话。那这些对话呢，我们是可以从这些对话之中把它展现出那么教化的意义。所以呢，我就去抄那些仙佛的训文，把这个仙佛的训文呢，把它写在剧本里面。那当然了，一部剧情，这个100分钟，假设100分钟里面有10分钟这种教育的这些文字啊，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呢，就已经达到作用了。所以很多人他看布袋戏，他就可以得到一点教育上的一个省思，伦理道德的一个反省。他也可以从剧情里面得到一点圣人的教化。那么这个也不失一种戏剧性的效果。但是呢，这个毕竟呢，都要有人去做。所以呢，你看，戏剧要有人做，舞蹈有人做，这个民俗有人做，音乐有人做，乃至呢这个写作有人做，这些人呢，都要遍布在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之中。所以一个人怎么搞得起来呢？一个人没有办法。所以孟子说啊，天下逆源之以道。你可以想见他所说的道，如果从我们道场现在讲，单单这个名是一词，单单这个名之一词，是一个正知正觉上的认知，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名师的这个字啊，需要透过人的教化，去宣扬它，去推动它。这个人是仙佛所没有办法扮演的。因为仙佛呢，他没有办法在每一个人事物的环节上呢，来出现来教人。那只有谁可以教谁？只有圣人，只有圣贤人，只有这些君子，所以才叫做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嘛。你大德敦化还不够啊，你还要小德川流。小德川流才能够带到每一个这个街头巷子，每一户人家。所以你看长江是一条主要的河道，可是长江的那个支流非常非常的多。有了这个支流，然后汇集成一个巨流，然后呢就能够润泽百姓，那才是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所以我们刚才讲《诗经》，然后讲到戏剧，所以想到说，我们每一个生活上都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圣贤君子在其中。那各行各业有君子人物，有圣贤人物在其中啊，那么圣人的教化就会呢，永恒不衰。这个名师的教法也会呢持续的流传下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说剃头发，没有出家，没有出山洞？这个就是因为儒家的一个修行
就在每一个生活里面。那生活里面要有道，道在哪里显现呢？在你的言行举止之中啊。在父子有亲之中啊，在君臣有义、夫妇有别之中啊。所以我们特别把这个五伦之道啊，做一个详细的解说。那其实呢，那只是点到为止，它没有办法说进里面的道理。我们抓出来这种根本的重点，那就是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这样的一个伦常能够确立出来，父母亲对儿女们是一种慈爱的表现，尽人父母应该尽的责任。那为了子女呢，对于父母进行孝道，尽儿女应该尽的本分，那么整个伦常就可以贯通起来。而且这些伦常也可以多变起来。你是一个孝子，那么你到了公司一定也是一个忠臣，你一定也是一个尽职的员工啊。你在社会上一定也是一个言而有信的朋友。你这里的家庭一定也是一个很圆满的家庭，所以齐家嘛。你看从父子有亲一直到整个这个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呢都是环环相扣，归结点都是在那个父子有亲这个亲爱的部分。所以人需要爱，大爱，需要这种仁慈的爱，需要这种无伪的爱。这种爱呢，是挽世界为清平的一个主要的力量。这个爱的出发点是因为没有迷惘，没有污染，没有邪念，你真正的去爱一个众生，你把众生的看成像是把它看到他的本性，看到他的佛性，看到他的法性。那他的佛性到这宗旨，我们继续讲到挽世界为清平。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说，世界的乱源是人人呢争名逐利，每一个人自私自利所导致的整个天下动乱的现象。那么为了争名逐利啊，会产生各式各样的邪说邪见，充斥在整个人世间呢。那么没有智慧的人就会被迷惑。当然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迷惑才来到人世间的。那所以呢，圣人佛菩萨才会降世到人间来跟大家开导。所以孟子有一句话说，古之学者昭昭，使人昭昭，今之学者昏昏，使人昭昭。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古大德用这种开悟的方法，用明理的方法，错误到整个良知本性，整个人的这种道德全体。那么他用他的错误的经验呢，来教导学子，使他们也走向光明的绝路，这个就是昭昭。所以这个昭是昭然若揭这个昭。那他说呢，今之学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今之学者呢，用他迷惑的道理，昏就是昏昧嘛，迷惑了，用他昏昧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啊，让自己昏昧的这个愚行啊，要帮助人家来开明起来，开悟起来。那这个呢是完全错误。也就是说以盲啊，这是不可能的。本身不明的不可能使人明啊。没有名师的教导，你不可能成为一种开悟的人。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孟子讲的这个古之学者啊，今之学者啊，我们可以发现啊，在孟子那个时代啊，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很古了，2000多年的时代。那么大家都还有这种感叹的。那么2000多年前，在孟子之前的学者，用开明的方法、开悟的方法、迷你的方法来教导学生。那他那个时代的人呢，用这个不迷你的方法、迷惑的方法来教导学生。那所以你看，孟子那个时代已经是迷惑不堪的了，那么何况是又过了2000多年，到现在21世纪啊。那孟子里面呢，提到2种人物啊，是最需要排除的，那就是呢杨墨之徒啊。杨朱跟墨子的理论啊，被他称为无父无君啊。那么无父无君呢，就是野兽，所以孟子很不客气的就直接点出这些人的思想就是野兽的思想，把人民呢引到野兽的路途啊，也就是说三恶道。所以你看，在孟子里面啊，力辟杨墨之说啊，为了排斥这些异端邪说啊，孟子用了很强烈的这个字眼，以及很大的篇幅啊，来诉说这种现象。他说：“世衰道伪，邪说暴行诱作，臣是其君者有之，子是其父者有之。圣王不作，诸侯放置，处事恒毅啊，杨朱墨翟之言赢天下。”你看这段文章啊，是在孟子同文公的下篇。那所以呢，杨墨之道不息啊，孔子之道不住啊。也就是说，这些邪说邪行啊，如果没有从世间上消失啊，那么圣人这种圣王的道啊，孔子的道啊，就没有办法彰显到人世间。那用这样的观念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21世纪啊，如果说那这些邪说邪见啊，这些邪思邪行啊，如果没有能够消失啊，那么我们这些圣人的这种真理、名师的大道啊，就没有办法普传。大家呢会认假为真，以幻作真啊。那这种现象呢，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是比比皆是啊。杨朱墨翟之言现在已经超越了杨朱墨翟啊，现在各种邪说都有。所以为什么说佛陀曾经在《楞严经》里面讲过，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邪师到底是谁啊？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如果好好的反省，其实呢，现在的媒体、现在的报道、现在的新闻，这个呢都是邪说邪见。你看那些报道八卦的，花边新闻的，或者是说政治口水的，那些报道对人的良知本性有没有作用呢？没有作用，不但没有作用了，而且呢，污染了我们的政治正见。现在的一个政治人物带着辣妹出去玩，结果呢，被争相报道，被争相呢这个挖掘，把他的内幕啊，把他通通把他挖出来。最好了，连他的祖宗八代的内幕消息啊，统统把它挖出来。这个新闻人员啊，极尽他的职务之能事啊，把
把人家的隐私啊全部都挖出来。那这种现象呢，其实就是邪说邪行，这些人就是邪师啊。所以我们说邪师说法如何讹诈，那邪师不是一个老师的样子，而是各种引导人的那种理论跟说法。你看媒体是不是引导人？他每天播放的这些讯息，在强调的这些画面，不断的充斥在我们的脑筋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这些东西之后，结果呢，渐渐的就被它染污掉了。这个是邪说，这个是这个孟子呢所要立地的扬墨之言啊。这些言行如果没有相宜，那么圣王之道、民师之道是没有办法普传在这个世间的。那所以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白养的修行人，我们更是需要的，要把这些邪说邪行要把它排除掉，来彰显我们这种名师的教法、先佛的教法。我们不能够再用昏昏的道理来帮助人家开悟，以及昏昏使人糟糟，这是不可能的。用迷惑的道理来教人，一定能使人迷惑，绝对没有办法说使人开悟的。所以你看，名师才会出高徒。那么这个迷师呢？迷师怎么可能会出高明的徒弟呢？迷师教出来的这个徒弟啊，一定也是邪思邪见。所以我们这种道理啊，要认究清楚之后啊，来想到孟老夫子他讲的这句话：古之学者以及昭昭使人昭昭。当然，我们不可讳言，古人总是有这个贵古见今这样的一个思想，即使到现在呢，都还是这样。我们修道人也是这样子。那么毕竟呢，古人他们的那一份这个修行啊，他们的道德良知啊，还有他们的那种感召啊，总是呢比现代人呢还要少。那他的见解呢，总是比现代人还要深。因为呢，他所接触到的这个讯息的很少人染着就少。染着就少了，所以呢，他这种很自然的那种自然之道的流露啊，就会比较多。所以古人比较善良，这个是毋庸讳言的。古人要开悟比较容易，这个是一定的道理。那么现代人开悟的，我们几乎没有听过。不要说看了，连听都没有听过。那么在这些宗派之间没有开悟的人，那么我们到底要依止谁呢？谁才是今天能够挽世界为清平的一个主要的方针呢？所以这个老师啊，他告诉我们，今天是末法时期。白养时期啊，白养时期儒家收圆，把这句话呢用对方向那就对了。真正的课题就是用儒家为主要的思想，为主要的这个生活的依据哦。儒家的思想成了我们今天挽世界为清平最大的一个根据。那儒家思想它在哪一方面呢？这个孟子他曾经说：“天降生民啊，错之君，错之师啊。”那大学又补了一句：“错之亲。”所以呢，错之君、错之亲、
作之师，是现在呢挽世界为清贫的主要的做法。那么这个是谁在做呢？是每一个人在做。这个不是名师在做而已哦，也不是老板哦，也不是父母哦，这个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做到军亲师的标准。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带动这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带动整个国家乃至世界。所以要挽世界为清贫，一定要从自己这种正己成人开始下手，你才能够以其招招使人招招啊。那么我们今天必须要清楚了解，我们本来就是圣人的原貌。我们本来就是佛。那么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成为佛，不能够成为圣人呢？那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昏的知见太多了，我们迷惘太久了。所以呢，这些业障累积的习气造成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良知本性，没有办法了解到我跟众生是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觉悟，以至于说，其实要做到军亲师，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做到。那所以你必须先要求自己，要回到本来面目。回到本来面目不是名师给你的，所以名师并没有传道给你，也不是呢仙佛加持给你。你要晓得，这个求佛、求神这个是表象上的恭敬而已啊。如果说你内在的那一份虔诚恭敬的心没有做出来，那么你求的只是口头的功夫而已，神不会帮助你，仙佛也不会加持你。你要知道，你的这个习气毛病，你的这个邪见都还处在你的身心之中，你的八识田中那么即使仙佛有心要救你你也会婉拒，你也会不能够接受。所以修学人今天最大的一个课题就是呢，你要懂得放下，把一切的这个邪知邪见不正确的知见通通都要放下。所以我们还记得在《法华经》，佛陀出现在人世间，他就是要告诉众生这件事情帮助众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所以佛跟众生是两个相对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众生如果成佛了，就没有所谓的佛跟众生的差别。但是因为众生没有办法了解到佛的境界，所以佛必须用佛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这样的一个言行来教导众生。所以放下你的邪知邪见，放下你的贪嗔痴爱，放下你的这个名闻利养。我们知道说，放下是从内心真正的下功夫，不是换对象。你今天把你的这些外在的工作放下，你专门在道场服务，可是你在道场服务还是有名闻利养，还是有这些贪嗔痴爱。那么你只是换个对象而已你并没有真的放下。放下不是要你换对象，不是要你换工作。这个观念我们必须清楚了解。所以有的人认为说我什么工作都不要做了，我就是专心在道场为人民服务，为众生服务。佛没有叫你放下你的工作，仙佛名师也没有叫你必须放弃你现在的工作，他只是要你在你的26时中
随时保持住你那个觉悟的本体。你这个良知本性啊，你时呢要能够知觉，它就在此时此刻，就跟你身心合为一体。所以你身心的这样的一个发露啊，是这种良知本性这个道体的示现，但是你不知道，所以呢，你的良知本性呢所示现的变成只是呢一点点，它没有办法真正的主持用事啊。所以身体被这种习气毛病无欲染着所牵缠了，以他们做主，所以你的言行都是脾气毛病，而且呢，脾气毛病不是发一发就了事了，那是越发越多，越增越严重，越直越厉害，这个是脾气毛病。其实呢，这个就是邪说啊，这个就是邪思说法。如果不是这个邪思啊，我们今天不会说用昏昏的道理来使自己昏昏想要帮助别人招招。这个我们要仔细的去思索清楚，去思索这个道理。还记得以前有一则新闻报道，也震惊整个世界，那就是飞碟会的预言。那这个飞碟会呢，是在美国的一个团体，他这个主持人呢，听说也是华人。那他说呢，世界快要毁灭了，但是呢，上帝要救这个善人，所以呢，加入飞碟会的人就有资格接受上帝的救赎。那他曾经在报上发表一个消息，就是说在1998年3月31号，上帝呢将会派遣飞碟来接引这些人，接到哪里呢？当然就是他所说的净土他们说的天堂。那么他在这个电视上新闻媒体上发布这个消息，这个大家呢都很期待上帝驾飞碟来救他们。那到了3月31号那一天呢，晚上的子时一大堆人都在那里等飞碟的到来，也等上帝的到来。那当然很多新闻媒体也要来报道这件事情，所以呢，满山满谷都是人要来见证这一件历史的大事。结果呢，我们大概也可以猜想得到，结果呢，上帝没有来，飞碟也没有来，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那么人家就问这个主持人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上帝没有来呢？你说的话到底能不能做主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就说他不晓得为什么上帝没有来他这个上帝为什么会骗他？所以他自己也打了一个问号。结果呢，飞碟会就这样销声匿迹了，再也没有听过。那想想这样的一个讯息，有智慧的人一听就知道说，上帝不会派飞碟来了。上帝他本身就没有肉体了，他为什么还要派飞碟来接人？我们要知道这个六道里面我们所谓的天人我们中国人讲神这些神人他们来到地球不是坐飞碟来的
有的人认为说外星人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天人，就是这些神。其实这个认知是错误的，因为天人呢，他来去是不需要做交通工具的，他来去都是用动念的，也就是说他一个念头就可以来，一个念头就可以走。对他而言呢，没有时间跟空间的这种限制，这个才是天人的一个能力。那如果说还是需要做飞碟来的，那个定义在六道里面还是人类那不是天人，也不是神。外星人不是神。那我们现在道场很多道亲呢，还是有这个观念，认为说呢，其实外星人就是一种我们说的神。那么他们这个能够来来去去，以光的速度坐飞碟到处遨游宇宙。那如果说他们是神的话，他们不需要坐飞碟。这个飞碟是人制造的那人制造的给神做，那不是神不如人吗？那这个很奇怪的说法。那么如果神要来去，神是那种能量的视线这种能量的视线呢，它可以一下子来一下子去。所以以前我们看过这个笔记小说在中国很多的这种神仙显化的事迹神仙就突然出现了，化身成一个人的样子，然后呢帮助你做什么事情，给你什么，然后呢又化身咻一声就不见了。这个是我们的笔记小说里面记载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可见呢，神是一种能量的视线，它不是物质所以飞碟是物质。那神怎么可能还需要物质来到人世间呢？这是第一个存疑点。那第二个存疑点就是说，上帝怎么会派人来接这些人到天堂呢？我记得耶稣基督他曾经讲过，人们要进天堂比那个针眼还要小，那个天堂的门口比针的那个针眼还要小，所以一般人是找不到门口的。那找得到门口的人是谁呢？只有背着十字架的人，能够真心跟随主，奉献主，然后呢为主做事的人。这个主是谁？主不是指耶稣基督那个人，主是我们的良知本性。懂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够回到就近的天堂。所以呢，上帝不会派人来接你。如果要回去，一定是呢你自己证悟到那个境界，然后呢你才可以回去。更不要说上帝呢派飞碟来了，这个是荒谬之极当然他们那些信徒可能不会这么想，但是呢想到孟子这句话，今之学者以及昏昏使人昭昭现在的这些人这些宗教人士，这些异端邪说用他昏昏的这种理论要使人踏上净土，使人觉悟，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那所以飞碟会呢给我一个很好的视线这个视线就是说，自己没有办法明心见性，没有办法觉证到自己良知本性的人那么你是不可能帮助别人
正见到自己的良知本性。那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你要让自己能够做之君亲师，然后呢来达到这种挽世界为清贫的一个目标。首先呢，你必须学会放下。只有呢你自己放下，你才能够证得你那个圆满的那种良知本性。我们原来的那种清净的面貌，因为呢，这个一直都存在我之中，一直都存在。那么我呢，用这个肉体的形象啊，一直出现在这个六道轮回之中啊，我不晓得我自己有这么圆满的良知本性。那所以证悟的人告诉我们。仙佛菩萨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有我们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子，我们回老家的方式就是只有这一条。那么你只要跟着圣贤菩萨的脚步，亦步亦趋啊，你不用特别去发明什么、创造什么，你只要亦步亦趋，你跟着他的脚步去走，那么你就会成就了。所以为什么说佛陀他曾经在《金刚经》里面讲到，他没有说过任何一法。如果你有说这个佛陀有说任何一法，那么你就是谤佛。释迦牟尼佛自己不承认他有讲过任何法。那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会讲这种话呢？他明明讲了这么多法，留下这么多佛经。他为什么说他没有说一法呢？人家如果说他有什么法，他就是谤佛，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道理啊，我们必须了解。释迦牟尼佛他所说的这些话，他没有自己的法，他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他不是呢自己呢用他自己的意识来告诉众生这些理路啊，他都是传述古佛所说的，古佛怎么说他就怎么说。所以呢，他完全没有发明，完全没有创新，他都是按照古佛所说的。所以他说他自己没有说过一个法，是因为这些法人家早就讲过了，他不需要去创新的。这是所谓佛陀回转本体啊。古佛跟今佛他们所讲的道理完全一样，完全一样，所以呢，都是在讲性德，都是在讲良知本性，那一份圆满的、那一份清净的道理。所以那一份圆满清净啊，你不需要增加，你不需要减少，也不可能增加减少。所以释迦牟尼佛才说他没有讲过一法。那么同样的，在儒家孔老夫子也讲过类似的话，无术而不作。孔子所讲的都是古圣他们所讲的话，古圣他们所讲的道理，我只是传授古圣他们所留下来这些话，来继续交给众生。所以为什么说孔老夫子讲这句话无术而不作？我没有创造，我没有发明什么，我没有留下任何的什么言论，我都是依许古圣的道理所传下来的来教给你们而已。你看佛家、儒家同时讲了这样的观念，可以知道说，那么古佛是谁？古圣是谁？那个佛陀回转本体，师师密付本心，那个佛那个师到底是谁？其实说穿了就是我们呐。良知本性的证悟就是那个古佛的道体，古圣的道体，没有两样。你不需要另外再去安装什么，再去加入什么东西，根本没有需要，
因为呢，它是最圆满、最具足的。你加入了，你都是画蛇添足，画蛇添足不是良知本性的原貌。所以佛跟儒都讲这些观念，那也可以想到，今天我们道场为什么老前人他一向呢不喜欢创新，一向呢不喜欢标榜所谓现代人的理念，尤其是他非常反对立案这件事情。道怎么可以立案呢？你跟释迦牟尼佛在传道，有去跟国王说我要立案吗？国王夫子在传道，有说要立案吗？从这个古来的这种祖师大德，从来没有说得到政府的许可，然后呢你才去传道，从来没有。如果有，那已经是变成教了，那不是道了。所以老前人很反对一般他去立案，他的道理我们必须深思啊。老前人不想创新的，老前人不想加入任何的个人的知见在里面，因为道呢就是最圆满的，道就是最具足的。如果我们还记得六祖慧能开悟的讲的那句话，本质清净，本质具足，本来圆满，然后呢能生万法，这一切都是道的化现啊！我们还想在这道上面加建什么东西吗？如果把道变成整个样子，那就是上帝的化身了。我们怎么可能还要建议上帝什么？希望上帝能够变成什么？这个是邪说邪见，这个不是正法。所以为什么老前人这么反对？但是呢，老前人的反对也没有办法阻挡那个力量。你看这个力量呢，道变成教的力量，那是一种自然的流传的。老子说道失而后德，德失而后仁，仁失而后义，义失而后礼。你看一层一层失去了，道失去了，结果呢变成礼法，变成礼教，最后呢礼教吃人。礼教呢，如果礼教还不能够防守，那就变成了武力了，大家诉诸战争了，整个天下大乱。所以我们今天才知道说，为什么老子他很反对儒家这一套。事实上呢，他不是反对儒家，他是崇尚自然。儒家刻意的用这种人力道德要把它扭转自然，那么他是反对这种刻意的现象。但是我们要知道，儒家发展到现在2000多年，但是人类的历史呢，可能已经很久很久了。人类呢，这个遵循自然的法则已经好几万年了。经过考古的这种验证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有好几万年的历史，可是我们的记载从尧舜到现在，最多不过5000年而已所以呢，你看，从这个几万年到现在5000年，人类的历史已经渐渐的走向了这种教化的路途。走到教化的路途，你不得不要按照这些规章制度，按照这些礼法来走，不然呢，整个世界大乱了。所以你要清楚了解孔老夫子的用心因为人没有办法有那么高格调的走向这种清净无为的路走向明心见性的路已经没有了。没有要怎么办？没关系，你只要照着人的本分，好好的来安住你的本位，定住你那个点。那么呢，整个社会呢，依循的一个正常的法则来走，社会还是一样长治久安。
国家呢还是一样得到一个太平的盛世，世界是大同的。孔老夫子要做的就是这个。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大同的目标遥不可及，遥不可及的道理呢，是因为整个家庭出乱了，家庭夫妻乱了，父子乱了，纲常乱，伦理乱，整个道德了沦丧了。所以孔老夫子所强调那个大同世界，事实上啊，它后面还有一个小康的世界。小康的世界是指文武周公这个以来的这个世界，那大同世界是指尧舜啊。孔老夫子的目标是先从小康一直到大同，所以他要恢复周文，然后呢去归向尧舜的大同。他的理想是这样子，但是呢，即使要恢复周文，你看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那么难了。那么我们今天踩着孔老夫子的步伐，我们依着民事的教法，我们要试图把这种社会的秩序回到小康的样子。我们要继续回到那个周文的话语，那种王道的精神。这样呢才能够渐进走向大同啊。所以做到军亲师是每一个人不可以或缺的一个职务，一个思想。那么你要做人家的君，你要做人家的亲，你要做人家的师，你以什么做标准？那就是你要了解自己的那一份道体，那一份圆满具足清净的道体，就具足在我的身上。那你不先舍出这些脾气毛病怎么行呢？你看关圣帝君，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就是呢，他要追求大一统的这样的一个汉朝的天下。他们兄弟呢，桃园三结义，他们第一件做的事情呢，就是要舍除各种障碍。这个障碍呢，用这个董卓、黄巾贼、吕布来代表，所以破黄巾、诛董卓、吕布弊，这个就是要破除贪嗔痴了。这三个人物代表贪嗔痴了。我们也可以说用三个不好的那种言行来代表，但是呢，佛教的这个贪嗔痴就是最好的代表。你要破除贪嗔痴，你才能够走向平等、亲近、一个大圆满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啊。所以他要宰牛马昭告天地，宰牛马就是说自己呢要去做牛做马，自己变成那个牛马的样子去为众生服务。告诉天地的就是秉着这份良知呢，我今天开始要为众生做牛做马，我把自己的贪嗔痴给舍除掉了。所以呢，你看关圣帝君11年甲不离身，刀无竭尽，这个都是为什么？这个都是表法。我们今天呢开始在修道的，也是11年甲不离身啊，刀无竭尽啊。我们要跟自己的敌人，跟自己的这个脾气毛病来作战。你要扫除自己的贪嗔痴，自己的这些自私自利的想法，自己想要控制别人、管理别人的那种念头，这些呢，通通要放下。没有放下这个，没有办法成就。所以放下呢，如果我们一下子还做不到，我们可以先从布施做起。布施就是最好的放下。我们道场一入门就叫你财法装施，就让你众生心烦。其实呢，这个就是放下的功夫。三施有所谓的财施，有法施，有无畏施。那财施呢，你把你
工作所赚得的薪水拿出来做布施，你拿1/10或拿1/3，你看世界的回教徒，那回教徒可以说是最有钱的。你看阿拉伯那个世界，为什么他们福报这么好？那他们的福报这么好，可以想见了，他们以前做的布施呢已经很多。阿拉伯人这些回教徒他们把每个月的薪水，一部分奉献给上帝，那么一部分呢做自己生活之用，累劫累世在做这件事情。所以阿拉伯人怎么可能会没有福报呢？那福报很大，所以我们不要羡慕他们那么大的福报。你要反省到自己以前没有种那个因呢。再说福报大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那么我们没有钱我们可以做内财布施。我们有体力去做无畏施，我们有这些经验，有这些心得去报告给人家听，我们可以做讲师。你可以去辅导别人，这个呢就是内财的布施，这个要是属于财施。那法师呢？法师你就是用言语、用文字、用道场的一切来成全别人，来成就别人的心灵。所以法师呢，以启发良知良人为主，帮助别人能够启发良知良人，这个就是法师。不管你是用什么动作，你只要呢帮助他来启发良知良人。那么无畏施呢？无畏施，无畏这两个意思就是让众生没有恐惧，没有恐惧的一个布施。没有恐惧的一个布施，就是你看微笑，你看关心，你看的拥抱，这个呢都是一种无畏施的表现。所以在现在我们对于这种无畏施最好的做法，就是呢吃素。吃素这件事情呢，让这些动物没有恐惧。因为动物呢，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寿命到了，他们自己知道要被人家吃了，他们有那种意识。那他们会不会恐惧他们会恐惧。他今天没有能力抵抗你所以呢，必须被你吃了。但是呢，下一次他有能力的时候，他就要来报复了。所以呢，你不要让他感到恐惧，不要让他感到恐惧。最好的做法，你就是完全不吃荤，你都是吃素。你看吃素的道理，从古时候讲到现在，一直在强调吃素的好处，吃荤的害处。但是呢，你看我们全天下的众生，真正吃素的跟吃荤的，那人口是不成比例的。在电视节目所报道的这些美食专题那都是荤的哪有人在报素的？如果不是很清楚了解的人会认为说这个不是时尚这个跟潮流差太多了。那么我们修行不是看时尚，不是看潮流，而是看我们那份智慧。我们有没有那个智慧觉知到这件事情？你今天吃了他的肉半斤，你要还他8两，这个就是因果的道理。为什么现在这个流感这么样的肆虐？现在 H1N1 还是继续笼罩在人们的生活之中。那么 H1N1 呢，以前叫做猪流感，那现在可能大家不敢叫猪流感了，所以呢就把它叫做 H1N1。其实呢，这个就是一种病毒。那么病毒呢，如果说寄附在动物的身上，那再吃给人再把它吃下去，人照样。那么动物的那一份鱼汁，
豆腐的那一份执着，会把这个病毒会把它加剧了人，再加上人的贪嗔痴妄的这个迷失啊，又吃了这个动物，结果呢毒上加毒，你哪有不发病的道理啊？现在台湾在炒一个话题，就是美国牛肉可不可以进口？那么美国牛肉呢，有一些内脏的带骨的肉限制不能够进口。结果呢，政府跟地方人士啊，在那里抗衡不下。那么政府呢是基于美国上的政治压力，那民众呢是基于说自己的这个生活品质啊，自己的身心健康啊，所以呢必须抵制美国牛肉。那美国牛肉到底有什么坏处呢？因为呢，美国的牛肉啊会引发狂牛症。在美国当地啊，已经有不少的案例啊，因为吃了美国牛肉啊，而造成狂牛症的现象。那我们会想到奇怪，牛怎么会发狂呢？这是怎么回事？那牛发狂那不得了了，牛那个壮硕无比啊！他那个发狂起来啊，谁还能够抵挡得了啊？你看那种发狂的牛的肉，我们把它吃下去，结果呢，那个症状啊是非常可怕。因为它那个病毒呢寄附在人的这个大脑、头脑里面，结果呢会影响人的整个神经系统。你看那个狂牛症的报道，一个得狂牛症的人，叫他用手摸自己的鼻子，这样摸不到。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怎么会手摸不到自己的鼻子呢？就是对不准啊，你怎么摸就摸不到。这个就是狂牛症，这还是只是一种一点点的这种症状，如果严重起来啊，那真的是不敢想象。那所以说，无畏施是最好的这种方法，就是吃素。你不要再吃动物的肉，你今天少吃一顿动物的肉，就少一顿的肉被杀，少吃一只少得一只的生命被保护起来。那么你说这些动物都不被人吃，那么动物越来越多，用这种观念的人啊，实在是不可理喻啊。那么我们人越来越多，我们是不是人也应该被动物吃呢？如果用这种理论来讲的话，人应该是最早被吃的，因为现在人口已经爆炸了。全球人口啊，大概有60亿的人口，每天都在跟大自然争地啊。我们的地球资源已经被耗竭一空了。碳的排放量已经超过整个大自然的负荷能力。空气中弥漫的这种碳的气体，所以呢，整个大气层就没有办法调节，所以天气越来越热。那天气越来越热，这些南北极的这些冰河就融化了。冰河就是我们水的来源，那水的来源融化了，我们以后就没有水喝了。海平面上升那只是一个现象啊，那还不是很严重。最严重的是整个水都没了。那这个整个因果现象来牵起来，其实就是人自作自受所产生的。自作自受啊。那么如果到现在人类没有觉悟，我们都赶快去呼吁大家呢，赶快回头是岸了。怎么回头是岸呢？就是放下自私自利的念头，放下五欲六尘的贪着，
放下这些贪嗔痴爱的享受，你要开始去做三思，财施、法施、无畏施。你要懂得去修善，你要懂得去这个与人和乐。那么你懂了这些，你开始在做这些的时候呢，你就做到了一个君亲师的典范。所以我们讲这些事实上都是连贯在一起的道理。你要达到君亲师，你一定有一个标准嘛。那我们说这个标准呢，就是呢，你做到放下。你做到放下之后，你再来做君亲师，那我们说儒家的这个五伦八德，你就可以做到。那君呢，就是说你去领导他，领导他走向这个人伦的大道，走向光明的绝路，走向这种康庄之途，这是君啊。你要做一个很好的典范，很好的表率，你才可以领导他嘛。我们说领袖，我们说导游，你看领导一定都是走在最前面的，他走在最前面，然后大家跟着他，他如果走到目标了，大家都已经达到目标了。所以这个领导如果走错了，大家都走错了。所以这个君呢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君呢，在社会上不只有老板可以做到，每一个人都要做到，每一个人都要做到君的表率。你是一个员工，你也可以做到君啊。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好好的做，很用心的做，很圆满的来做，做到一种典范，一种表率。那么人家呢就会向你学习，向你效仿。这个呢就是一种君的表率。那亲呢？亲就是说你要用慈爱的心，用仁爱的心来关照他，来关怀他。这个世间是一个爱的世界，人跟人之间呢不能够失去这个爱。那这个爱呢是没有私心的，没有私心的叫慈爱，我们说慈悲，叫博爱，叫仁爱。这没有私心的爱，有私心的爱呢叫情爱，有情在里面。其实有情在里面，这也是一个世间的现象。这个呢是无可厚非啊，但是你那个情的值啊，不能够太深，你还是只能够在有限制的欲望里面。所以欲望，我们不能够说把欲望变成愿望。欲望跟愿望是一个天跟地的差别啊。那说你说我希望能够做老板，做一个科学家，做一个医师，这个是欲望还是愿望呢？那要看你的起心动念了。你的起心动念只是呢一个自我的享受，只是一个理想的达成，只是一个人生美好的规划，那么那就是你的欲望。愿望呢？愿望是一种怀抱的理想，这种理想呢是重己成人的，是推己及物的，是这个终极关怀的。所以呢，当这个愿望你是为了整个社区、为了整个社会、为了整个天下苍生着想，那么你这个呢，你这个欲望呢，才能够说叫做愿望。那我们的愿望呢，不能够下得太小。你成为总统、成为科学家、成为老板，这个愿望都太小了，太小了。那什么愿望才叫大呢？大就是说，你的这个愿望啊，可以无穷无尽的流传下去，这个愿望才叫大。你的精神可以无限制的蔓延开来，这个才是大。所以要立下决志啊！你没有立下决志啊，你没有办法成就这样的愿望。所以愿望呢，一定是呢要符合你的良知本性的发。要顾及到整个天下生民的利益啊。所以不求天下民，而求
而求天下，而求这个万世的民，不求一时的利而求千秋的利，就是这么一回事。人觉应有天觉高人觉应有天觉贵所以我们要求天觉，而不是求人觉。那个天觉不是天上的官位天觉是良心本性的正德，你可以回归到你的本来面目的那个地位，那个才叫天觉。不是做之亲，我们说做之师，那你就是要去教育他，你就要以身作则，好好的来教导他，教导他走向一个觉悟的方法。你要教给他一个方法，你要给他智慧，你不是给他一个生活的资粮。今天他肚子饿了，你给他一餐饭，你给他一顿面包，这个是不行的，这个不叫师。你要教他你怎么自己去生活，你怎么自己去制作面包，你要自己去种稻谷，你要怎么样可以把它种得好，把它做得出来，这个就是师。所以那个教育的方法必须呢是以身作则，你必须自己去做。你要教人家这个成就牺牲牺贤，成就这个圣贤仙佛，你自己都不做了，怎么可能教得了别人呢？你自己都没有正德了，别人怎么可能正德呢？所以做之师的道理跟我们刚才讲的，要以其招招使人招招自己不招，别人不可能招的。只有你自己正德的这种良知本性的智慧你才能够带着大家这个穿越这种生死轮回的大海，你才能够真正做一个亲的表率、师的表率、君的表率。所以做之君亲师，来挽救世界为一个清平的这样的一个祥和境界，落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但是呢，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上太过空泛，所以呢，我们今天必须强调，先从有志之士开始做起。有志之士就是我们这些修学人、修行的人，不管你是修行什么样的各家各派，你只要有志之士，你就要负起挽世界为清平的任务，你就要做到君亲师的标准。这个是儒家告诉我们的。这一定是自己先招招自己招招呢，要让自己招招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些做法，然后呢，你教导人走向这种伦理道德，走向这种开悟见性的路，这个都是呢有他的方法，有他的次第。今天我们很难得见到一个圣贤人，甚至一个君子我们都不容易在社会上看到。可是呢，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自己呢要做这个君子，要做这个圣贤人，自己要做佛菩萨，引化在这个人世间来教化这个世间的众生，这个世间的百姓。用什么教？用身心来教，用言行来教，用行动来教。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末法时期、白羊时期儒家的修行人所应该有的这份责任跟担当那所以老前人的愿是无始无终，我们的愿呢，也希望能够效法老前人无始无终，希望呢能够把老前人这个德继续弘扬下去。那老前人做到典范了，我们呢跟着他的脚步走，希望呢我们也能够呢做到这种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这样的一个地步来帮助这个我们的前辈们，我们的这个天人师德，来普度众生，来收圆整个世间，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大家好，道之松子，今
进入到第20句的经文，化人心为良善。化就是婉化，就是劝化，就是教化。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字用化这个字，教化，我们有一个教化菩萨，那他为什么不说教育呢？因为育啊，它本身是有这种物质条件的供给的意思，所以说养育。那么化呢，有一种这种无形力量的支持，也就是说精神力量的化育，这种文化力量的这种滋养，内在智慧的启发，这样的一个味道。所以化这个字呢，它的定义啊，本身是比喻还要来得深入一点。所以我这里讲化人心为良善，那么人心啊，要把它化，你不可以直接跟他讲，不可以直接用强硬的方式呢，从恶的地方把它带到善的地方，那这样呢会起反效果，这样呢也没有能够达到化的作用。那所以呢，必须要化，化呢就是慢慢开导，好好的引导，从理念上，从心性上，从义理上，让每一个人了解到他这个内在的良知良能。所以呢，圣贤、佛菩萨，他们住持在这个人世间啊，那可以说呢，无所不用其极啊，只要能够化众生啊，那么圣贤菩萨他们可以做尽一切的牺牲啊，来达到化人心为良善的一个目的。那我们今天白养的修士，我们今天呢也要这个扛起圣贤人、佛菩萨他们的一个责任。我们本身是名师之徒，我们受过先佛名师的教诲，又得到大道的熏习，所以呢，在理路上我们应该比别人更清楚。那么修行功夫上呢，要自己呢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看到那么良知良能，那这样的功夫得力啊，你才有办法去教化众生，去婉化，去劝化。也就是说，你这个身心言行的动作，你必须实践出来，然后呢，在实践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去达到这种劝化、教化、婉化的目的。所以你看佛菩萨、圣贤人，他们教化众生有非常多的方法。孔老夫子、孟老夫子，他们选择是周游列国的方式，著书立说的方式，然后呢，把众生呢引导到圣贤之道。但是你看关圣帝君，他就不是选择这种方式，他选择了以身作则的方式。他投身在他的这个职位当中啊，他是一个将军的身份，然后呢，用将军的身份来说法。在他的这个待人处事之中啊，他用人伦之道，忠义之教来劝化这个百姓，劝化这些众生。所以化人心可以有各种方法，那只要呢能够帮助他破迷开悟，帮助他转凡成圣，帮助他断恶修善，那么这些呢都是很好的办法。所以法门千万条啊，但是呢归元无二路啊。尽管上山的路有很多条，达到目标的路啊是
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呢，归元无二路啊，归元无二路的意思就是说，这些道路啊，是找到你那个人的根源。所以归元就是人的那个本来出处啊。找到这个本来出处，那个才是一个所有的方法的一个重点。所以上山的路很多条，那个没关系。可是呢，达到的目标是同一个目标。所以呢，我们说化人心为良善，这个就是那个唯一的目标。我们本来的面目就是良善的。明德心明止于至善。那么我们的人心本来是至善的。本来是那个良知良能发露，都是至善的。但是后来有些人不清楚这个人心的变化，认为说性，也有可能是偏善偏恶，那也有可能是恶的，所以有所谓的性善、性恶、性不善不恶。偏善偏恶等等的这些理论统统出来了。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理论之中啊，真正看到究竟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孟子。他说人性本善，他看到的这个最归元之处孟子他直指回归我们的这个良知良能。人性的这个光明面它是没有善没有恶的，所以至善这个字眼它不是说最好的善，而是在没有善没有恶的状态之下，儒家把它称为至善。那么至善呢，在佛家你也可能听到其他种说法譬如说他讲到心性，他讲到这个本来面目，如来宝地，这些等等的这些名词其实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那你会说，可是佛家的讲的境界比较高，儒家呢，他是世间的，他讲的境界呢就没有那么超越。这个道理事实上呢，好像是这样子。其实呢，并不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知道，佛把道理都已经说得很圆满、很透彻，但是呢，他的一个理论根据是出世间的，也就是说，人只有离开世间，他才可以达到那个最圆满的究极他的依据是这样子。可是呢，儒家完全不讲出世间，可以说呢，跟佛是两种这种理论上的不同。儒家完全是讲人世间，完全是讲人。所以我们说道之宗旨，我们在讲人跟心性的关系，人跟社会关系，人跟自然的关系。心性就是说你要自己怎么样调服你自己的心，让自己呢能够正气从人。那人跟社会就是人跟人的关系。我们处在每一个时空之下，都有必须要跟人接触。即使你与世独立你还是要有这些人，你才有办法生活。所以人跟社会的关系，你必须要很清楚。那么人跟自然的关系，就是跟这些山河大地，跟这些天地鬼神的关系你也要处得很好。天地鬼神虽然我们看不到，可是呢，它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也影响着我们的这个修行。那可见呢，我们的关系呢，跟他们呢，也要处得非常的好。这个是在讲这个化人心为良善。如果说我们知道
这个儒家的修行方法，他修到一个最圆满的究极，止于至善。那么这个止于至善呢，透过这种人伦，透过这种德末的发露，它就已经是圆满的一个境界。譬如说孝，譬如说忠，仁义这些道理，把它做到一个最极致的圆满。那最极致圆满呢，它就是超越了一种世间的对待，超越了有无的分别，它已经是一个形而上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了。所以形而上的境界就没有所谓的出世间跟入世间的说法。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行忠孝仁义行到很圆满的境界，那么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很圆满的修行人。那他离开人世间，他同样的回到本来面目。所以本来面目是各宗各派所要修学的一个目标。那么儒家透过人世间的修为，从这个两仪回到太极，从太极呢又超越入无极。那这个修法呢，在对人来讲是一个比较可以去依循的方法。这种方法呢，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所以儒家为什么呢？它不是宗教，自始以来就不是宗教，而且呢，从汉朝以来，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也成为了这种政府他提拔人才的标准。用这个五经，用这些圣人的教化来为国家举才。那很多人会质疑，那为什么不用道家的呢？为什么不用佛家的呢？尤其是听过很多佛教徒认为说古时候这样取材方法是非常不公平。佛家呢的经典没有一本用到了，通通都是用儒家的。所以这个呢，因为不清楚不了解，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质疑。我们要知道，我们人在这个世间我们必须做人的道理。人的事情讲人的话，我们不可能做神的事情，做神的这些动作。你把人做好了，你就回归到本来面目了。本来面目，你可以把它说成是神，你可以把它说成是佛。这些呢各有各的说法。但是呢，你现在身为人，你必须把人的这种职责做好。职责这个人的本分你都做不好，你要做神的部分，做佛的部分，那是非常难。所以对一个明心见性的人，他所讲的也是伦常大道，也不离开人伦根本。你看六祖坛经，他是一个见性的人，六祖慧能古今以来可以说是唯一一位遁入成佛的人。那么他在他的经典里面，他也强调这种孝悌这些伦常之道，所以他的弟子有出家的，有在家的，有这些士大夫，有这些官员等等人，都是他教化的方向。而且在六祖慧能之后，这个道已经道教活载，可见呢，整个修道的趋势那是在这个人世间才是一个现在修学一个主要的力量。也就是说人伦的修学
成为这个世间的显学，世间修行的主要的方法。所以有听到佛教的这些大德，他们在分析啊，为什么现在这个修佛的人啊，有真正有往生的，有成就的。那当然往生的标准，当然就是死后有瑞相，有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那么有这些境界的人啊，很明显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以前的人，出家的男众，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在讲的和尚，这个是第一个。和尚出家成就的那是最多的。我们在讲以前那尼姑是排第二。那么以前的女性啊，要修道就不容易了，何况要能成就呢？所以呢，尼姑的成就在和尚之后。那再来呢，就是在家的男众跟在家的女众，所以在家女众是排名最后。我们讲修行有成就的，以前是这样排的。那以前的妇女很苦，而且呢，被佛说为无漏之体本身就很难修行。那所以修行又能够成就，那个真的是万中难选一啊！西真史传里面的孙不二给我们做了很好的典范，那是非常的难能可贵所以呢，和尚尼姑在家的男众女众这样的顺序这个是必然的现象。那么出家的人，他全心全力投身在这种道场的修为，那所以呢，以前的人呢，这个心比较清净，世俗的杂染比较没有那么多，所以在修学路上自然就能够看到成果。但是随着整个天命的流转，这个大道的这种化育整个天命已经在火宅里面。我们知道佛经的火宅的定义就是在讲寻常的百姓之家。寻常的百姓之家呢，都必须用灶用火，那所以每家家户户呢都要烧火，所以称为火宅当然火宅有更深的定义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和尚尼姑都有更深的定义。我们这里呢，用一般人的这种观念把它大概说出来。那现在的这个佛教界的大德发现到说，整个修行它的一个次序成就的次序已经完全颠倒。不像是我们刚才说的和尚尼姑为主了。这个出家的在佛教修行的跟在家的女众反而成了第一，男众成了第二。我们就觉得说奇怪，刚才讲女众是最难修行的，但是现在完全改变了。以前是天地痞的光，天在地上面，现在呢是地天太的光，地在天上面，阴阳完全颠倒了。那地天太呢？地天太是一个好卦，那痞是不好的卦，所以痞呢是痞的卦，可能就是有一阳独盛的味道。那地天太呢，有所谓的阴阳和合的味道，所以女生翻转过来了。现在女性呢，也可以去创业，
也可以去做官，也可以拥有很好的名声。女性的地位呢，现在呢，有时候呢是超越男性很多。我们看到职场里面女性的这个主管越来越多，在公司行号里面女性的这个老板也越来越多，在做官的官员里面也是如此，这个都是一种天运所谓女人出头了。但是呢，我们现在说这个现象啊，我们没有在评论什么，我们只是把这个现象说出来。刚才讲到修行，那么现在呢，在家修行的女众成就是第一，再来是男众，再来是尼姑，再来是和尚，所以和尚变成修行最没有成就的一个族群了。那你会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呢？你看我们现在出家的这些修行人，我们专指佛教的和尚尼姑，那么他们真正往生，有往生有得对象，或者是说有特殊的显化的很少，反而很少。反而在家的这个男众女众听到了很多。那时候可见呢，整个道运其实已经落在这个民间，落在这个寻常的百姓之家。那么修行也不是在这个庙宇佛堂里面，修行就在你的岗位上，就在你的生活之中了。所以你看现在在佛教里面，我们看得到真正往生瑞相的女众是最多，再来是男众，尼姑和尚这样依序排下来。那这个说明一种现象，除了说到降火灾之外，也就是说整个修行的这个立足点，你还是必须放在人伦上面。以前的我们说弘扬起的时候，你可以这个出家，你可以抛家舍业，然后呢专修清净之道。那现在不行。现在告诉你，你就是要在家出家，你就是要呢把这个家庭顾好，把妻子儿女顾好。你只有在这个顾好的过程当中来修心练性，那么这样呢，你才有可能成就。你现在呢，家庭也不要了，小孩也不要了，自己跑去庙里面去修行，那么你在修什么呢？想想你自己在修什么？你这个这一边的业，你把它逃避了。那么你去寻找清净心，那你怎么可能找得到呢？这边的冤亲债主你没有了，你要怎么样清你的业呢？所以这个是修行的一个观念，我们必须清楚。现在我们虽然没有剃头发，没有出家，没有去当和尚，没有去当尼姑，也没有去当道士，我们在家可以出家，用儒家这样的一个修为我们就可以成就。所以为什么仙佛一再的告诉我们，末法时期，这个白羊时期儒家应运，儒家收远，儒家是我们的是真的功课，我们的主要课题那你主要课题你都不去修了，你去修一些旁修的，那你也是毕不了业主修的学分没有拿到，结果呢这些旁修的通通过关了，那你能够毕业吗？
主修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做人的道理。所以我们今天讲化人心为良善，这个人就是我们现在修行的主要课题。那人又是心在主宰，所以这个心变成人修行主要的一个调御的一个入手处了。那我们修行可以成佛，可以成圣，这个是古代的这些祖师大德、圣贤菩萨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我们本来有的东西，本来有的你才可以追逐得到，追求得到。不要去求那个你本来就没有的。那所以呢，这个金银财宝，这个是你本来没有的。那有的人有，他去追逐，他去求就可以求得到；有的人没有，大部分人都没有。那没有的人呢，去追求，肯定追求不到。用了一辈子的功夫，你也不可能达到那个目的。所以呢，求就要求我本来有的。本来有的是什么？本来有的是良知良能。圆满的佛性，我跟圣人没有差别。圣人圆满，我也是圆满。他的那个性啊，是完全没有两样的。那么圣人可以成为圣人，我也可以成为圣人。今天为什么我不是圣人，而他可以呢变得膜拜呢？主要的道理是因为你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你对自己呢可以成圣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不够充分。其实条件已经充分了，应该说呢，你对于成圣的这种可能啊，还心存疑虑。孔老夫子说：“我欲人，斯人自矣。”那这句话讲得好。我想要成人，人就会成就圆满。那么我想要成圣，圣马上也可以呢圆满成就。那为什么可以呢？因为呢，我本来就有，你本来就有，所以你可以成就。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嘛。你有佛性，你就可以成佛，你本来就有的。那今天为什么没有的呢？没有的是因为你把佛性把它丢失了嘛。你把我们的良知良能丢掉了。丢掉了并不是找不到哦，丢掉还是找得到哦。孟子在讲三尽之息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了，其间不用者茅塞矣。你看他比喻说山里面那个小路啊，你常常去走，就走出一条路出来了。那你都没有走，那个草自然就掩盖过来，就荒烟蔓草了。但是你如果常常去走，就会形成一条路。那这个道理呢，在说什么？在说呢，如果说你常常在做圣贤的事情，你常常在做这种回归本性、止于至善的事情，明德心明的事情，那么你回归本来面目那条路，回归老家那条路，自然而然就会走出来了嘛，你就熟了嘛。那么你现在找不到路，也看不到路，为什么？因为你都没有在走啊。你都没有在做圣贤事，没有在修这个圣贤的德，以至于呢，你今天找不到回归本来面目之路，回归老家之路。那所以圣贤人必须要告诉你，你必须从这里走，从那里走。每一个人根性还不一样，还不能够指一定特定的路。为了成就他，圣贤人啊，不辞辛苦有教无类的，告诉每一个人你应该怎么走，你就可以达到你的目标。那么我们今天告诉我们，化人心为良善。人心本来是良善的，所以呢，我要去劝化他，去教化他，
去感化他，让他呢能够破迷开悟，真正的转凡成圣。所以现在的人已经把伦理、道德、因果这些观念呢，通通淡忘掉了。那么淡忘掉了的结果，就会造成今天的天灾地变，今天的世间混乱。现在的迷信科学，但是呢，科学所带给我们的好处啊，我们可以讲，我们相对于科学所带来的坏处啊，那是多太多了，所以得不偿失啊！从科学身上得到的不能够到场这个失去的，我们失去的更多。你看我们今天坐车有飞机，有这个铁路，有公路，很方便。我们今天生活有这些电气化产品，晚上有这些夜晚有这些灯光可以照明，非常的方便。天气热了，一天没有吹冷气受不了。那这个都是科学带给我们生活的方便有它的方便之道。但是呢，人太过迷信科学，迷信科学呢，结果呢，就把你本来的良知良能丧失掉了。我们说的良知良能，我们要听清楚。良知呢，就是本来的这种自信，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这个道德，我们的才能，我们的一切，本来都是很圆满的。现在呢，才能也没有了，道德也没有了，连自信是什么也不知道了，迷失掉了。所以智慧德能相好，通通不具足。我们只是依照了我们个人的福报，在生活在这个世间。你的福报有多好，你在这个世间可以有多好的享受。但是这个福报呢，造成人更多的沉沦，更加不晓得要去探索生命的奥义。生命的实相是什么？人都忘记了。所以呢，人不守本分，儿子不守儿子的道，父母的不守父母亲的道，老板员工之间不守道，夫妇之间不守道，朋友之间也不守他的道义。那人混乱了，所以呢，造成世界混乱。那么道之宗旨，可以说在我们道场是一个最主要的依据道之宗旨的道理简洁扼要。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能够从道之宗旨的话里面去思悟到、去体悟到一点点的做人的道理，然后开始去实践那么我相信天下逆源自于道，这个道呢，它已经发挥作用了。那道场还有另外一个很主要的依据就是佛规礼节。佛规礼节跟道之宗旨这两种教化，形成好像两股巨流一样，车的两个轮子。所以每一个修行人对于道之宗旨要身体力行，对于佛规礼节呢，要守礼守法，特别去讲究这个佛规礼节，去遵守佛规礼节，成就佛规礼节。你看这个佛规
就是佛的规定嘛。那这个规定，为什么佛会变成一种规定呢？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他就只好先规定你。但是你做到了，你是不是就成佛了？那佛就是这样做啊。所以呢，佛的行为、佛的言语都是这样的自然而然的做出来。我们今天呢，能够把佛规礼节自然而然的做出来，那么我们不是成佛了吗？我们不就是恢复那个礼了吗？孔老夫子一生要追求周文的化育，周文就是周公治理作乐那种文化的教育，是孔老夫子一生想要追求的目标啊。那他创下一条准则，他立下一种形象，让人去遵守。只要呢跟着他的准则，依照他的形象的作为去做，我们就可以达到那个周文的化育，回归周文了，回归尧舜了。所以我们这里讲到周文跟尧舜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孔老夫子他是希望透过周文的化育达到尧舜之治，尧舜才是我们最根本的目标啊。那周文的化育只是一种过程啊。从这个道理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今天在道场修学，我们回到老祖师那里，其实也是一种过程。我们真正的目标是在理天。我们帮助老祖师平圣万教，普度收圆，我们的目标还是要放在理天。只有把所有的众生都度回天了，那么自己的使命才可以说圆满达成。所以这个愿呢，是无始无终的道理，就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天天讲化人心为良善，是因为我们现在不相信伦理道德，甚至呢连因果也不相信了。所以为什么现在佛教也从最基本的这种教化开始入手？很多佛教已经不再讲这种空、苦空、无我这种心性的道理。那因为呢，这些道理呢太过深奥，一下子呢让众生接触那他们听不懂。我们说现在的众生智慧都能向好，都已经没有那么圆满了。那所以你一下子要讲这种很高远的这种道理，他们听不懂。所以要讲最根本的道理。根本的道理是什么？就是他生活都接触到的都是什么？他的家庭碰到的家庭儿女，碰到的父母，碰到的这些亲戚朋友，这个就是道场，这个就是道理啊。那么你如何把这些碰到人他的一个互动的道理把它说出来，那就是最根本的道理。那从根本的道理做到圆满的，你再来讲心性的道理，那么很容易就可以切入，一下子就超越了。所以为什么说孝子谢氏即为先呢？孝子不用修道，忠臣不用修道，那是因为忠跟孝他们已经在这个良知本性上进到最圆满的，他已经深入到这个根本了。他深入到这个根本之后呢，那所有的根本他全部都贯通了。所以不需要再去修各种宗教，他并不需要，他只要见到性了，那所有的性通通都已经圆满了，都已经明了，就叫明心见性。那这个道理必须要去实践才有办法体悟。
那么我们如果说今天听到这个道理，马上就去做，马上去力行，那么呢，你就有1分的这样的顿悟，1分的悟境啊。那这1分的悟境呢，会引导你的心性开启1分，你就会有1分的智慧了，去待人处事。对于伦理道德的现象的这种关系啊，你会更清楚；对于因果，你也会更清楚。所以，因为你都清楚了，所以对于人世间各种的障碍，这些烦恼、这些无明的执着，通通都可以淡化掉。这个是化人心为良善，所以化这个字啊，必须从我们的身心做起。用口头没有用，口头只是教，可是教呢还不是道，教呢必须透过人的身心言语啊，来去阐述它，去表现它，表现出来之后呢，你才真正能够达到化的境界。所以圣贤人呢，都是以身作则的。我做到，我才说到。那说到呢，我也可以做到。所以圣人呢，一定是做到才说到；贤人呢，是说到然后再做到。这个境界上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成就的这样的一个等级啊，当然也就不一样。张国芳他曾经讲，他说以言诲人是善教人，以德熏人啊，是以善养人啊。你用言语去教人家，这个是用善来教化人，善言善语来教化这些众生啊。可是呢，你用德来熏人，熏。这个熏是熏习的熏啊，所以他说用德来熏习别人啊，那是用善来养人，用善呢来作为一种资粮，一种生活的资粮，来养众生，用德来教化众生，用德来养育众生，所以众生成长的都是道德的花果，道德的花果。自然成就道德的净土，那这个就是一定的道理。那所以我们说，道是我们人的良知良能，那德就是把良知良能做出来，这个叫道德。我们不断的在强调这样的观念，所以良知良能在我们文字上的变现。那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是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回归到这个良知良能，就是回归到这种自然的生活。那么哪有生活比自然的生活更好了？哪有生活比回归自然更好的呢？所以这个就是儒家教人的一个原理原则。那么这些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呢？是不是很容易上手呢？那其实也未必然。这个道理可以讲得很深。那么这个做法呢，也必须呢，在微理细节之间呢，通通要注意到。比如说我们说孝道，那孝道呢，对人儿女对父母都应该行孝道，但是呢，父母不一定是圣贤人，父母也有可能是恶人。你看我们现在的社会，父母亲害子女的也很多，为了子女的那个保险金，把子女杀害的也有。你看，这个已经不是很纯的父母了。那么我们说，父母亲又不只对我，
我还能够用孝心对他，那这个是真孝。这个是真孝子。所以父母亲虽然是恶人，但是呢，我用我的良知的出发点来对待他。因为呢，我知道父母亲也有那个止于至善的善性，那个善性呢是不免而重啊，不思而得，那个道理，所以父母亲也有那个道理，也有那份性德。我今天呢，孝顺父母的那个性德，而不是呢孝顺他的行为。他的行为不好，我可以离开，我可以不听他的话。但是呢，父母亲那个善性，我们必须孝敬他，这个是对于儿女的一个本分。那所以孝是孝于性格。那这个之间的微理关系啊，我们必须把它体会清楚。所以理是非常的细微，非常的广大啊。一个见性的人啊，怎么说怎么对；那不见性的人怎么说怎么不对。那么我们怎么样达到我们知道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见性呢？我们只要看他所作所为有没有合乎这些性德的标准，他讲话有没有达到这个性德。我们说人出口就是信，那他有没有信？他对老板有没有忠？对父母有没有孝？从他的言行举止啊，我们就可以体悟到他的性德有没有流露出来。这个是我们今天化人心为良善最主要的一个原理原则。最近因为写到朱熹他的传记，那朱子他是一个儒家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儒家发展到宋朝，成了一个新的一个理论，那就是理学。那朱子呢，承传这种北宋这些理学家的思想，用了精读孔孟这个四书这样的一个原理啊，他把它融会贯通，成为自己的这个教学的方案教学的这种方法。所以朱子在儒家来讲，可以说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角色。但是呢，他的政治生涯是非常的坎坷他的政治呢，这个过程啊，不断的受到排挤，而且呢受到贬谪。那所以说，在人世间的这个环境上啊，他的挫折很多。但是呢，因为他坚持理学儒家的这个教法，所以尽管政治生活受到各种的诽谤跟批评他还是坚持儒家的一个教学，所以他的教育生涯却没有中断过有一点像孔子的风范孔子也是在政治生活没有得到任何的肯定当时也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了。可是呢，他在这个教学上却能独放异彩。那朱熹呢也有这种味道，他在教学的这个成就上那在我们的中国文化的教育史上，他可以说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教化学子，影响之深扩及之广，朱子可以说是真的是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物
所以儒学在今天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思想主流啊，从朱熹的手上发扬光大。那朱熹呢，朱夫子他的功劳也不可没。那虽然我们曾经讲说朱子的理论对相较于陆九渊这一派的思想，他的理论好像有点不足，但是呢，这无损于他在教育界的地位，也无损于他成就圣贤的一个角色。那么我们今天在写4备10则，那现在呢是12则，其中呢加了这个子友、子张，还有呢朱熹，成了12则。所以你看朱熹，他不是当时孔老夫子的弟子，年代已经差了1000多年了，可是呢，朱熹照样被后人把他拱上圣庙，让他可以配享圣庙，跟这个孔老夫子同享祭祀的，那可以说非常的殊荣，那代表了他的成就也非常的获得肯定。那他的影响在我们华人的社会那影响更是深远。那跟陆九渊比起来呢，他的这个成就相对的要更大，影响相对要更深。尽管我们先前讲过陆九渊他的一个见解，但是呢，今天讲到朱熹夫子我们十分的佩服，十分的肯定。那他的用心呢，也可以说是独排众议。在当时很多人批评他，很多人指责他，尤其是在政治这一方面那些政治人物都把他称为是伪学，伪就是虚伪的伪，把他这个心理学认为是伪学。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叫假道学，它不是真道，但是呢，事实上证明它是不是真道呢？我们现在看来，那么我们知道它是真正的身体力行。他发扬这个儒家的学说，把儒家的思想更加的立足于这种后代的子孙之中解释得更清楚，让后代人有一个更清楚的依循，尤其是四书的编纂跟著述成为后代人一个下手术。那所以他的功不可没。这个是化人心为良善著书立说。那朱熹可以说是做到了一个形象，让我们效仿。当然儒家有很多先贤都是值得探讨，所以今天我们把4备10则变成文字的这种书面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呢，在看到这些先贤的典范让我们的这种修学路上有一份的这种安止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心定在那里，然后呢，一步一脚印的效法这些圣贤人成就了圣贤人的典范这个是属于文字般的教化。那当然呢，也有实地这种劝化，有所谓的观照般若跟实相般若。那么这个呢，都必须在修学过程之中不断的去反思，不断的去体悟这个没有办法透过文字要不断的去参悟你才会了解。那所以我们讲到化人心为良善必须要把这个原理原则把它讲出来，就是儒家是今天我们修行的主要根据，
化人心为良善的主要方法。我们说现在佛教也随着这种潮流，纷纷回头来依止儒家的经典，来弘扬儒家的经典。你看现在《弟子规》《了凡四训》这些呢，都是儒家的经典。儒家的典籍呢，在佛家呢受到推崇。那当然，这些呢高僧大德也知道，现在呢你直接跟他讲佛教的道理，大概呢也已经来不及了。你叫他参禅打坐、敲打念唱，对于人世间呢这个造诣的帮助也没有那么大了，就直接教他们在生活上怎么做。你叫大家来出家，那更不可能了。那所以呢，帮助大家在家出家，你在家就是一个道场，你就可以好好的修学。在这个修学之中你好好的来体悟儒家的做人道理。真正做到明理了，做到圆满了，你再来参研这种佛家其他宗派的做法，可以触类旁通所以你看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主流，那他们推展到这种中国去，推展到世界各地去，都是用《弟子规》。那这个是可喜的现象我们觉得说这样是很好。因为呢佛道同道跟道是可以回通的，没有宗教，没有派别，这个都是做人的道理。所以道不是宗教，它的一个主要的诉求，就是因为道是活生生的，它是生活上的一切。那现在呢，各宗各派都是讲到生活上的一切，那跟我们道不就是会通了吗？所以跟道会通了，你当然呢，你就可以从这个教而入道。那讲到心性的道理，不需要去特别去用功夫为什么呢？因为呢，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你把它做好。我们的先佛老师的训文，通通在告诉我们这些道理。尽孝尽好了，做中做到了，这些道理做到了，那么你就可以探及到你的心性。心性的道理就是从这些的这种做人道理之中呢，去体会出来。这是真君子人人回复至善之地这是立愿了愿，真功实善你立了愿，你没有在世间上成就，那么你立这个愿，你哪叫了呢？你没有了即使是今天你对于道理已经非常明白透彻了，但是呢，你对于人的道理完全不了解，完全没有做到，那不叫真功实善。功夫不得力我们说功夫得力其实在你自己身上是唯一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的。你的身体是第一个，你的身体变轻变健康了身轻自在身轻而体健这是修行第一个看到功夫得力的一个点。再来就是说你的思绪呢会很清明我们上次讲了，万世界为清平
你的思绪也很清明，你待人处事呢，就是讲一点真心，一点真心就是平等，没有分别，没有对待，没有是非人我，没有这就我相了，一切都平等的，好，那就是你的真功实善，就是你功夫得力之处，那么你的智慧开启了，对于境界现前，对于各种事物人事的考验，你都有办法来圆满的解决。所以常常听着人在讲，哎呀，道场就是人事问题呀，人事问题一大堆啊。但是想想，人事问题不就是在我们修行的方向吗？我们修行要着力的地方不就是这里吗？那你人事问题解决不了，你如何入手呢？你不要说功夫得力了，你连入手都没有啊。所以人事问题要去圆融它，要去解决它，要去面对它，这样呢才能够叫做立愿了愿，才能够叫做呢真功实善。恪遵这个道德宗旨，奉行佛规礼节。你看佛规礼节，你不是说到佛堂遵守佛规礼节，你要知道我们自身的佛堂每天都有佛，26时中不离开佛，那么你就知道26时中佛性在了，那么你是不是26时中你的言行都是佛言佛行了？都是圣人的思考了。你要把这个佛做出来呀，把这个圣做出来呀。所以我们说古圣古佛，古圣是谁？古圣是我啊。道之宗旨讲到化人心为良善。我们以前在改恶向善这段经文啊，已经详细的分析过善跟恶之间的关系。那今天讲到这一段呢，化人心为良善啊，我们就应该更深入的来探讨人心跟这个善存在着什么样的意义。虽然我们都知道人性本善，那善是自信的原点，这个善呢是至善，所以呢没有所谓的是非善恶、好坏对错的分别。那就讲到我们人的心，它跟心性的关系，心跟身的关系。那么性心身虽然是一体的，但是呢，它整个主要的一个关键是在性。那么性呢是本善的，性是圆满的。但是呢，我们落于这个人这样的一个肉身之后啊，它会有一个心的呈现啊，不只是说我们说肉体啊，在整个6道10法界里面都有心的一个变化。那所以呢，性要完全100%的呈现出来啊，那么经过心这样的一个工具啊，如果心对性而言，心只是工具；心对身而言，那么身只是工具。那所以心没有办法将性100%的这样呈现出来。我们以那个镜子做过比喻，镜子所照的这个东西，只有呈现出50%，50%已经不错了。我们如果用6道10法界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的话，那么
三善道、三恶道这样的一个六道了，那天道是60%啊，阿修罗道算50%，人道呢40%。那所以说，都还不是一个究竟的圆满。所以今天我们讲化人心为良善，我们从圣贤者的教法来说这种性心身的关系，这样呢我们才有办法说化人心为良善。既然我们的本来是至善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回到至善。那么恶的部分呢，不是我们本来有的，那么习气毛病也不是我们本来有的，所以这些呢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些不存在的东西造成我们生活的障碍，我们整个生命的这种打击啊，就可见了我们这个认假为真、认米为物啊，这种情况啊，已经太久了。那么人普遍不了解心性，尤其是呢，对于这个修行人来讲，很多的修行人号称为修行人，但是呢，他们对于修行的定义啊，还存留在以前那个时代，参禅打坐、敲打面唱、画符念咒，或者是说呢朝山会灵等等呢，这个就是修行。甚至有的以书道、茶道、祈道，各种的这种静的这种方法来帮助自己修行。那么这个跟性心身的关系啊，也可以说呢，这个联系性上啊，没有那么样的深入。也就是说，我们在讲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样的一个关键呢，我们透过刚才所说的这些方法是很难了解的。那么一般修行人都不容易了解了，更何况市面上普罗百姓呢？他们对于心性的了解啊，对于心性的认识啊，可以说是渺然不知啊，而且呢，视如未睹啊。一直讲到心性，哇，怎么心性呢？这个太过遥不可知的道理。那所以呢，儒家把这个心性呢，没有讲的那么抽象，也没有讲的那么玄远，他用人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那我们人普遍对于了解心性啊，有四个很重要的一个障碍。第一个就是认为说心性呢离我们太近了，近到我们看不清楚自己。就好像呢我们跟镜子太近了，结果呢我们看不到镜子中的自己。你看心性它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的，所以你说到哪一个事物上，哪一个点上，都是一种心性的呈现。那所以说，这个笔也是你心性的划线，这个书也是你心性的划线。我们说26时中通通有这个心性。儒家讲良知良能的作用，良知良能的显现啊。所以呢，这个良知良能离我们太近了，离人呢太近了，近到人反而看不清楚它，这个是第一个障碍。那所以呢，人没有办法了解心性就在我们的周遭之中，虽然知道，可是呢并不清楚它到底在哪里。那么无所不在变成一种空泛的理想。
道对，在这个小鸟的身上，在田园的身上，在屋顶，在寺庙，道无处不在。260中啊，它无所不存在这个道理，但是呢，因为无处不在、无所不在，反而让人没有办法去了解，没有办法去真实的去掌握住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刹那，它那个道的一个实体。所以，只有真正明理的人，真正的体悟到良知良能它的一个作用，它的一个圆满性啊，才会发觉到说，人跟这个万事万物，它的一个本质啊，其实就是一种心性的道理。心性的变现，呈现出万事万物，呈现出这种普罗大众它的一个样子。所谓色相，相就是性，性相不二。那么我们今天专用儒家来讲，虽然用了佛教的观念，但是呢，儒家也强调这个观念。用儒家来讲，那就是呢，宇宙就在我的心，我的心就是宇宙。那透过陆九渊的这句话呢，我们会更清楚，心性就是万物万事的一个本质。那么人也是在万事万物之中，所以人的本质也是一种心性的朗现。那这种心性的朗现呢，它如果是好的，你所见到的相，那就是好的；如果是不好的，当然你所看到的相就会有分别。那这是普遍人所察觉到整个万事万物它所不一样的地方。那不一样是因为整个心性的变化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呢，造成心性跟人一般人啊，对于心性的这个了解跟认知啊，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就是人们都认为心性呢太过深奥，这样的道理呢，只有圣贤人，只有佛菩萨在讲，其他的人呢，跟他是没有关系的。那么道家讲无为，佛家讲空性，儒家讲良知良能，那这些呢，成为一种虚泛的道德，也就是说，什么都是道，什么都是德。那么什么都是心性，什么都是呢，我这个心性的变化。那么这样的什么都是的道理啊，反而障碍住众生的知见，让他们认为说，这个心性啊，太过深奥了。我们必须呢，去钻研到其中啊，去误解到其中的道理。结果不晓得说，在他眼前的就是心性，在他所接触的就是心性。那个深奥的道理啊，让他没有办法判析。所以在道场，很多人他讲到心性，那会认为说，我这个道理很深。如果说一般的佛道上、佛地上，他们要听这个道理，会觉得说听不懂。那不要说是道场的人，就是一般的人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应该用更浅显的语言、更清楚的这些表白啊，来让大家了解知道，其实呢，心性在我的身上，在我的触眼所及啊，没有那么深奥，没有那么遥远。那这是第二个障碍。第三种障碍呢，就是心性是单纯的，可是人心是那么复杂。人心呢会变化，变来变去。那这个变化呢，会产生种种的向上的执着，会有我相、人相的分别。那么这样的一个执着呢，产生人的无明跟烦恼。
种种的妄想就纷纷出现了。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心性本来是单纯的，单纯的也就是说一就是多，多就是一，一切事物事项虽然有不同的相，但是那个性是唯一的。那么一切万事万物虽然有不同的这种分别，但是呢，它的根源是一。我们见到那个性的根源啊，那就是看到那个一的单纯。那怎么见呢？我们讲到要放下，你只有放下，你才能够看到它那个单纯的那一面。儒家讲赤子之心啊，那赤子之心不就是通通都没有分别执着吗？所以我们儒家用刚出生的婴儿来做比喻，那他们呢，的确是像一张白纸啊，没有分别执着，没有好坏对错啊，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呢是单纯的。那我们修道人修到这样的一个单纯的心，我们说回归赤子之心，回归那个一点真心啊，那个诚的道理啊。那所以这个单纯的心性啊，在我们人来讲是非常的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呢就是在太过单纯，他就是叫你放下而已嘛，你什么都不要做，你什么不要做，你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么你就证得，证得你的佛性，证得你的良知良能。那这件事情呢，说起来又太过简单，只要你放下，真的只要我放下吗？你看我们在道场要学习各种研究班，学习五教经典，学习佛规礼节，什么都要学。高僧上道也要去学各种方法，但是呢，你要找到道，找到那个良知良能，不是在讲学的功夫，你学了多少，那个跟道呢，事实上呢没有什么关系。真的是这样吗？如果说从古大德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你看释迦牟尼佛，那他是学很多东西啊。释迦牟尼佛从这个王子出家，然后呢四处去拜访婆罗门的这些大师啊，学了各种婆罗门的经历，结果呢还是没有办法开悟。一直到他在菩提树下放下一切了，那他才证得。那么在中国的祖师里面，六祖慧能是最好的例子。他是没有读书的，他不识字啊，他不识字，听到金刚经的话，一切就放下。安置好老母，就是要求做佛之道。像五祖忍和尚去请法，结果得到道了。所以六祖所得的道，跟释迦牟尼佛所证的道，通通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所谓佛回转本体啊，师密复本心啊。回转本体怎么会变化呢？本体是什么？本体就是那个道，那个被视为很单纯的、很不可捉摸的那个道。所以今天我们在道场学那么多，你如果不懂得天地悉皆归的道理，归回到至善的宝地啊，那么你不晓得，你还是摸不到道的边缘。所以在道场，它是真正的要比的话，是比谁放下的多。你要看到真功夫的话，放得多的人会看到真功夫。
不愿意放下的人，没有真功夫，他功夫不得力啊。放下越多成就就越大，因为这些成就是本来具足的，完全放下就完全成就。所以这不是老师给我们，道也不是老师传给我们，是我本来就有的。老师告诉我们这条方向，你好好的去悟，好好的去学。那学的方法就是呢，学的放下，把无始劫以来所有的脾气、毛病，还有呢你的秉性啊、习性啊，这些呢，通通都放下。你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些习气毛病？你为什么会有分别执着？为什么会有无明烦恼呢？这些呢，都是累劫所积累下来的这样的树叶。所以你如果不放下，你如何跟这些呢了脱关系呢？放下也是去面对它哦，面对它，可是呢欢欢喜喜，把它解决了，那么你就跟他人没有什么瓜葛了，你就一切人真的可以放下，你的牵缠挂碍真的没有了。所以儒家讲，一切人反求诸己，反求诸己这个呢才是真功夫啊！修道都是在看这个，修道如果在看你今天度人多少人，你讲多少课，你在道场是多久了，你在道场有什么地位？那如果是在看这个呢，那么我们只能讲，这些都只是有为的福报，这些是带不走的。应该说这些是没有办法成就我们的，那么没有办法成就我们超生了死的一个方法，你为什么要去学它呢？老师也告诉我们，你要不断的去放下你的执着、你的挂碍、你的烦恼，你要改毛病、去脾气。这个脾气毛病不改啊，你学了再多的东西啊，都成为你的所知障，成为你的各种障碍啊。你不能够把你所学的转化成道体，成就你自己。所以呢，这个是错误的。那所以心性就是那么单纯，单纯到说人们认为那是一种很大的障碍。再来第四点就是这个心性是美妙的，它是那么圆满，是那么具足的。只要你去探索它，去追寻它，你去往内反观，去证得它，那么它一切呢就会源源不绝。我们不是要讲玩世界为清贫吗？化人心为良善吗？济世界为大同吗？孟子讲尧舜性也，尧舜所代表的世界就是尧天舜日，那是一种人间的净土。我们用天堂来比喻它，所以天堂是在人间。那么我们要问各位浅浅，到底是先有天堂，还是先有尧舜呢？是尧舜造就这种尧天舜日的天堂呢，还是呢天堂造就尧舜的呢？如果我们来分析这件事情会发觉到说，其实这个我们说相随心存，那么境随心存，所以一切的境都是心所转嘛。所以尧天舜日这样的天堂是谁造的？是尧舜造成的。尧舜的德化现了这样的净土，那他化呢，就是化人心为良善这个化，他把人心呢
都呢让它流露出它的一个道体，良知本性让它流露出来，让它回归到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这样的一个人生作为。我们说人世间的规则，儒家讲礼，我们一般人讲守法，其实呢，这个就是一个做人的典范了。你只要是人，在人世间，你遵守的这样的一个礼法来走，那么尧天顺日这样的净土啊，很快就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是先有尧舜，才有尧天顺日。所以孟子说尧舜性也，性就是本性，尧舜是人的本性啊，所以尧舜不是一个人。这个阿弥陀佛不是一个人，这些仙佛啊，他们也不是一个人，他们是强为明知啊。强为明知就是勉强给他一个名字叫，不然你不晓得怎么去称述他。那么尧舜呢也是这样子。尧舜所创造的这个净土，那么是因为呢人自性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去证得，去悟得，去放下，去探索，结果呢了知到我们的心性啊，真的是这么样的具足圆满，这么样的广大无碍。所以要化人心为良善，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自己跟尧舜的性是完全一样的，相通相融的，不是尧舜另外有个性，而我们另外有个性，不是的，他的性跟我的性是一体的。我们说老母是本灵，众生的是分灵，那么分灵合起来就是那个本灵，所以分灵里面有老母，有上帝的因子在里面。尧舜是性，我们有尧舜的因子在里面。那所以我们只要证得这个性的流程，我们也知道原来我也是尧舜，我也是阿弥陀佛，我也是济公活佛。那所以心性跟人的关系，因为呢有这4种错误的了解，让人认为说这个良知本性啊离我太远，离人太远，其实呢并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化人心为良善，了解到我们至善的本质之后，那么我们就要让本性当家。性心生，谁是当家的主人？性是当家的主人，性是不会变化的。性是呢圆满、美妙、单纯、具足的。那么性呢，它不会变化，但是呢，我们再回到肉身，我们在这个十法界里面，会有一个需要依附的心，也就是说，这个性的部分呢，需要有心的呈现它才能够有它的这个变化。譬如说在十法界，你要变化成佛的样子，变化成菩萨的样子，变化成这种官员的样子，富人的样子，这个变化的变，它是用心来变。但是呢，心的里面有一个性的一个资源，一个能量在支撑着它。那我们今天变成人这个身，变成人这个身我们又被身呢，做另外一种给另外一种的拘束住了。所以性心身在我们身上呢，如果说能够
了解到心这样的一个圆满的人，那他所做出来的就是比较接近是圣贤人的一个典范。那如果说他所证悟出来的，他是一个善人、好人的样子，那可见呢，他所证悟到的心性呢，那是没有那么圆满。如果呢纯是恶人，那么呢他这个心性呢完全被掩盖住了，完全被泯灭住了，所以呢，他就是一种恶人。在这个世间呢，让人家非常讨厌的人。所以化人心为良善呢，必须呢对众生讲清楚、说明白这个信心生的道理。如果每一个人都知道他自己是有良知良人，是有尧舜的性，有仙佛的道体，那么他怎么会去无恶不作呢？他今天会作为一个作奸犯科的一个罪犯，那是他忘记他自己本来是佛，本来是圣人。那所以呢，他冤枉了，他也到处喊冤枉了。为什么他冤枉？没有人教他嘛，没有人告诉他。6万年来，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没有人告诉他真的反求诸己、反躬自信的道理。那么累劫累世的这个习气啊，积习太多，他以为获得就是要牺牲别人，以为获得呢就是要从别人的口袋中挖出来，所以呢，他去从事这些事情，结果呢，造下更多的罪业，让他自己呢被这个罪业的因果层层的障碍住，卡死在那里，永世不得翻身了。这个是我们说宿业。那么宿业的现象，我们不是说不要去讲它就没事哦，你不去讲它还是照样哦。那所以我们说儒家他不讲这个，但是呢，儒家不讲这个，不是说这个就没有，儒家还是认同这种事情的存在哦。所以你看关圣帝君的《桃园民生经》，他轮回转结是说还是肯定的哦。在左传里面，春秋左传里面，很多这种穿凿附会的轮回果报的事情，都记载在其中，也是被世人所肯定的。那么所以说，不是说我们不去讲，它就没有存在，这是没有的道理。那虽然儒家不讲，儒家不讲呢，是因为他要我们把重点放在刚才我们讲的反求诸己这件事情，证得自己那个尧舜的性，所谓仁义礼智根于心啊，根于心是那个心，这个性，这是根本。了解到心性的关系啊，跟我们的身体的关系啊，这个才是儒家所要探取的一个道理。那儒家不讲因果，因果还是有发生，还是会发生啊。你今天不是因果，你就可以不要受因果报应，有这种道理吗？没有这种道理。今天呢，只是说佛家把因果讲出来了，把这种道理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让大家更清楚因果的教化。所以中国人普遍接受佛家这样的说法，所以把因果的教化融入到中国人的这个思维里面。那所以伦理的教化、道德的教化，还有因果的教化，还有呢这些知识记忆的教化，都是教育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那么中国人在教导学子，普遍呢也都有教导这样的一个观念在里面。你看孔老夫子
礼乐射御书数，它的这些教科里面呢，有些是术科的，有些是文科的。那么文科里面呢，其实还有这个五经呢，春秋易礼乐，诗书易礼乐，春秋，这是五经啊。所以五经跟这个六艺，这些呢都是圣人教化的一个科目。那么如果了解到圣人的教法，不外乎呢要让人守纲常、守本分，在人的这种范围上，好好的去了解到自己那一份的道体，以及呢以这个道体的圆满面貌去跟人相处，去跟自然相处，跟整个天地万物相处。那这样呢就是儒家的教法。我们很遗憾，就是现在人的价值观是完全的扭曲了。那么这个价值观建立于这种心的变化，那这个心呢并不是从自信上的流露，心呢是我们意识我们的思想的变化。那所以呢这个价值的扭曲啊，造成了今天整个人际关系刻薄寡恩啊，冷酷无情。所以你看长幼不分，认为呢这就是平等。这个女人走出厨房，女人要当家。那所以呢男女要平等。那么不听劝导，不听呢教导，说呢这个就是自由。我们人民可以做主，所以叫做民主。那么人呢互不礼让，因为呢大家都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人权，他有他的人权，我有我的人权。所以呢把这个呢当作是一种原理原则。那所以在父母、在夫妇，甚至呢在这个儿子子女之中都必须顾及到这些观点。很明显的，你看现在的学校，老师不能够体罚学生。老师体罚学生呢，这个父母就会去告老师。那所以呢，这是一种观念上的不一样。那当然你会说这样也没有错啊。对啊，现在的人的观念是改变很多。但是想到我们小时候，哪有所谓老师不能打孩子的呢？我们那时候被打得整个破皮流血，甚至都不敢说，不敢给医生看啊。父母看到了还假装说那是去撞到了，不敢给老师说，因为呢自己羞愧啊，自己做不好，读书读不好被老师打。这是我们以前。所以我们以前还是一种打骂的教育。那么现代呢，世界可以说了，每天都在更新啊，不断的强调平等、自由、民主、人权，更多的自主，以至于呢，每一个人都想要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作为，结果呢，太多这种主观的意见呢，跟人呢这样格格不入。那么格格不入了，必
并不是一个人而已哦，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自由平等，这都有自己的人权。那所以呢，在整个大环境之下，只有呢他的这个修为，他的心量啊，能够大到互容彼此啊，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团体啊。不然呢，大部分的人那是没有办法跟团体生活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呢，喜欢做老板的人越来越多？宁可自己呢开一间小铺，开一个小吃店，那他呢也不愿意去大公司上班，因为呢他自己可以自主，他比较自由，甚至呢收入也比较多。那这种现象呢，当然就是一种社会现象，那形成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观念呢，会越来越深刻。那每一个人呢，都是以我为观念呢，这个我呢，变成一种非常狭隘的一种念头，造就成现在人自私自利的观念呢，非常的严重。每一个人想到的都是我，电视里面所讲的，我都成全你们的，我都让你们这样了，那我呢？每一个人都说那我呢？没有心甘情愿的是为别人的，想到的都是我。那么这个我的观念呢，没有办法，这观念太深了。我们人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你要懂，你要去牺牲，你要去放下，你要去圆融。这个如果没有在信心身上下功夫啊，真正去透彻去了解，从三省事物，从反求诸己之中去用到这种功夫之处内心的痛处你没有办法把它翻转过来。所以把它翻转过来，有人认为说，就给他一个天灾就给他一个灾难，给他一个这种打击，那他就会反悟过来。其实这是一种非常严苛的手法，但是呢，也未尝不可。你看天地常常给我们这种方法，适时的来个天灾，或者是来个这样的一个灾难。在人在不知所措之中，来接受这样的灾难，怨天叫地这个怨天尤人，谁能够想到，老天是为了警醒你呢？那你看这次莫拉克的台风，重创了南部。每一个人呢，都要求政府赶快来恢复他的家园。政府要他们不要再住在那个危险的地方。那么呢，他们想要保有他们自己的地，但是希望呢，政府给他一个永久居住的房子。这个想想我们知道，人怎么会这么贪呢？政府叫你不要去住，那必须政府给你一个房子，但是呢，你那个地还是你的。那政府就灾太慢，就骂政府。那政府补助太少，也是骂政府。那政府只有补助3000块，你民间的团体你不能够补助太多，你补助太多，你超过政府，人家会骂政府。会认为政府无能，或者是说呢，会认为这个资助的团体你想高于政府。那么人民怎么可能高于政府呢？国跟家的道理怎么可以颠倒呢？所以呢，这个整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那我们说这个灾难
为什么会产生？我们已经讲过，世间的灾难啊，它的产生都不是一时一刻产生的，都是累积到一定的这种限度啊，它才会爆发出来。那么环境是依照人心的显现而变化的，所以当新闻媒体在探讨说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的时候，我们如果读到佛经所讲的话，事实上这个观念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那么依报随着正报转，那依报就是依附在我们生活上的这些人事物的环境，那正报呢，就是我自己身上所得的、所接受到的这些果报。那我自己呢，有好有坏，有善有恶，那么环境呢也是如此。那所以当这个地方呢，水灾太多就是这个地区的人心贪婪所造成的整个依报的现象，那就是水灾。火灾太多就是嗔恨之心太重，所以现在火灾也常常看到尤其是呢火山爆发或者是说森林大火现在民间的火灾反而没有常常听说，倒是呢天灾常常听说森林大火的这种火灾，火山爆发的火灾这个常常听说。那所以呢，人不懂得去省思啊，老天给你警告，老天给你警告了，他用这种这么激烈的方式那一定是呢，你曾经做过很多激烈的手法，累积到现在，来给你一个事实的警告。那么你说我不相信就没办法了。圣人讲的，祖师大德讲的，都不愿意相信了，那么你还可以相信谁讲的话呢？台湾水灾我们说贪心，那台湾这个风灾也是常发生。风灾就是愚痴愚痴就是迷惑，台湾迷惑的人太多了我们不敢说台湾的人愚痴但是迷惑的人真的是很多，不明的人真的是很多。即使是修道团体即使是宗教人士那他们所迷的对象变成一种这个偶像的膜拜或者是一种利益的追逐出于这种自私自利的想法，只要能够为自己好，为家庭好，为自己的这个前途好，那么他就是迷于那个东西，认为自己在行善，其实呢跟心性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所谓的宗教乱象的产生，也让我们今天的社会产生更大的迷惑。你看，连妈祖绕境可以说是非常淳朴的一个行为，但是呢，现在呢，地方的这个角力争逐、利益上的这种纠葛，也产生神明跟神明在对抗。那么神明呢，其实不会跟神明对抗，都是人的问题。那个抬轿的人不顺眼，抬轿的人看对方抬轿人不顺眼，就互杠起来了。你看，在这样的善良的活动，都还有这种抗争的事情、打斗的事情。那么，我们要期待人来证悟到这种良知本性那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所以化人心为良善那也不是一触可及必须呢像水一样，所谓浸润之真，肤受之硕水呢就慢慢的浸润，这样慢慢的侵入它，一点一滴的来
感化他。这个用这种天灾，可能一下子人又忘记了。那么在这个整个生命的过程，他就会给你各种无名的障碍。那无名的障碍来自于冤亲债主，来自于累劫的习气。那么这些障碍呢，不断的在打击你，希望呢你从之中呢这个醒悟过来。透过这种无名的打击啊，如果能够醒悟啊，那么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但是呢，如果这样的打击呢，你都还不懂得醒悟，那么没有智慧，你是没有智慧的人。所以呢，我们普遍的众生啊是没有智慧的人，我们需要明师来指引。如果说我们刚才讲明师并没有传导给我们，可是呢，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明师，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就是迷跟悟的不同差在这里。因为没有明师啊，我们不晓得我们是圣人，我们是佛。不晓得回老家的样子，有那条路啊已经忘记了。那明师最重要的存在啊，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是佛，我们是古圣古佛。那么我们回到老家，就成就我们本来的面目，这是明师最大的作用。那明师传道，他只是告诉你，道就在那里，但是呢，你要自己去探索。那道在哪里啊？道我们讲到已经不是在那里，也不是在这里，道是无所不在。道是那么清净，可是又那么深奥；是那么单纯，可是呢又这么庞杂。是这么圆满，可是呢又是看起来很缤纷、五颜六色。所以呢，道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抽象，可是呢又这么具体的一个呈现。怎么描述它，我们好像都没有办法讲到那个重点，因为本身语言文字的就没有办法描述到。你看一个球，这个球哪一点是它的圆心呢？任何一个点都是它的圆心呢，任何一个点都可以从那里透到它整个球的中心点。所以任何一个点，事实上呢，就是我们说修行有多门了，各种方法。可是归元无二路，那个中心点就一个，球的中心点就一个，走到哪里它都没有变化，都是在那里。可是任何一个点又都是圆心，那可见呢，每一个方法都可以成就我们的心性。所以今天呢，我们讲到化人心为良善，我们了解到心性在我身。心性呢是在万事万物的身上。那万事万物跟我是同一体的，没有两样。所以呢，我看到万事万物，就看到我的心性的朗现。那心性朗现是这种完全的朗现，所以你看到万事万物呢，都是纯然至善的。小猫小狗是纯然至善，老鼠、蟑螂、蚂蚁，这个是纯然至善，包括这个圆珠笔，这个纸张、这个书本，纯然至善。我们的佛性跟这些万事万物的法性归融于一。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随便放弃每一个人，放弃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众生呢，都要因我而成就。我要怎么去成就他呢？我要帮助自己成佛，
成圣，让自己呢明理开悟。当自己明理开悟了，你才能够帮助他去转化他，让他知道这些道理，让他知道人性本善，止于至善的道理。那至善找到了，每一个人都可以恢复那个良善的本质。这个就是道之真实的教化。所以孔老夫子他讲过这句话，他说：“或这于天，无所导也。”一个人他自作孽，然后呢造了无边的罪业，那么这个天啊，这个就是讲人的那种良心啊，你在你的良心上染下了污点啊，你犯下了罪过，那无所导也，不需要祈祷的，再怎么祈祷也没有用。那么要怎么办呢？你只有忏悔，真正的把这个过错把它铲除掉。忏除的方法就是你不要再犯这个过错，那个才叫真忏悔，那个才是叫真功实善。所以今天我们用这个东胜帝君绝世真经他最后一句话来给大家呢做一个启发之路了。东胜帝君在绝世真经后面其实他还附带一句话，这句话呢在一般的绝世真经里面呢没有被附录上去。他是说呢，做好人，行好事，读好书，说好话，这四个好。那么在佛教他所说的好，做好人，他也讲这些字句啊。那是不是学关圣帝君呢？这个不得而知。那关圣帝君他讲这些话，他就是我们一个做人的一个入手处。你看他说做一个好人，好人就是不是恶人，也就是说你做的事呢不是恶的事情。那么上面的标准我们已经讲过，只要呢对我好的，对我有益的，那么这个呢通通叫做恶事。只要对别人好的，对别人有益的，对别人有帮助的，这个都通通是善事。如果说从这个标准来看的话，一个人做好人，那就是想到的都是别人。立身处世都是想到别人，绝没有自私自利。一切呢是为别人而存在的。那这样的人呢，可以说呢，已经达到一种圣贤人的修为了。然后呢，行好事，把这种帮助人，把这个利益别人的事情拿起来做。但是呢，不留名，不留这个影。也就是说，你做好人，行好事，不要留下你的足迹。我们曾经也讲过，右手给左手搔痒帮他抓一抓，左手不必跟右手感谢，右手也不必心存感激，心存让人家感激。所以今天我帮助别人，不要心存别人要感激我，别人不要感激你，这种存心那才是真正的做好人行好事。因为彼此双方都没有压力。你做好事还心存着别人会感谢你，别人应该呢来跟你说一声谢谢。那这个呢好事呢是有
有所目的的，这样的好事还不够就近。所以做好人，好人要帮助一个人，真的从圣从贤，行好事，帮助世间的人离苦得乐。那这样才真的做到好人好事的标准。所以你光捐钱，你光在那里做劳动，这个呢还达不到好人好事的标准。其实端看你的存心。你的存心呢，如果一心为善，一心为人，没有为自己，那么才有好人好事这样的一个基础的原则。那他说读好书，说好话。那么读好书呢，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的人读书可能不多了，因为我们大部分呢都透过网络、透过电视来学习，透过这种影音的刺激来收摄、来学习各种知识。但是呢，影音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其实也有它不够俱全的一面，因为呢，它会刺激我们人的这种眼睛跟耳朵，也就是说功能的作用。那么这个功能的作用如果说这种理念被引导差了，或者是说它的这个事情、这个内容它不是政治正见，那么这个人受污染的程度会越来越深，这比起书影响还要更加深远。你看我们现在电视每一天在上演的，网络上每天在传播的，几乎都是这种社会上的各种的现象。那这些现象呢，都不是政治正见，不是八卦的，或就是口水的，就是这些贪嗔痴妄、杀盗淫妄、贪嗔痴爱的事情。所以关圣帝君叫我们读好书是重点的，是这些书呢，当真的有益人心真正的能够启发人的这种良知良能，转化人心为良善这样的书呢，我们就应该多看。所以市面上还是有这些书的存在，可以帮助我们。那至于呢，这个电视、电脑其中的选择也是要很慎重。刚才毕竟又讲说好话，多替别人想，多讲一些好话。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有些人他是人都不错，就是一只嘴巴受不了，爱讲东爱讲西或者是说认为自己都是对的，认为自己是好的，要求别人呢要跟他一样，批评别人，说别人怎么样，这个呢都不是符合关圣帝君的标准。所以要说好话。说好话，除了说你在课堂上讲这些伦理道德的话，你在生活上更需要讲好话。那这些话呢，不会伤到彼此，可是呢会成就别人。这个是说好话这件事情实在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们讲的话呢，无形之中呢，都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那所以呢，在讲话上呢，我们要更加的慎重。后学自己也认为说，常常大家好，道之宗旨讲到第21句经文，即世界为大同。那我们前2句呢，是挽世界为清贫，
化人心为良善。那其实这3句呢，是一贯的一个思维。我们想要济世界，想要往世界，想要达到呢世界大同，那一定呢必须让人人改恶向善，让人人呢破迷开悟，最后呢都能够转凡成圣。那只有每一个人都达到这个转凡成圣的境界，那么济世界为大同，那么他才能够达到。所以我们说要帮助弥勒祖师收圆普度96亿元胎佛子，都是要帮助他们呢回归本来的面目。所以这个回归本来的面目啊，那就是惜圣惜贤，就是呢成仙做佛。那么因为呢圣贤这个佛菩萨，这个是我们本来的面目，所以呢我们只要呢把外在的这些干扰、这些障碍放下，那么我们就能够恢复到原来的样子。那所以呢，从这3句来讲，我们说修行必须呢从人的信心身3位一体来下手。那信是我们的根本，心呢是根本的造显，那身呢是整个心性的一个工具那所以说身是一个枝叶，所以身不是我如果说我们把身认为是我，那么我们就是舍本逐末但是呢身话说回来其实也很重要，也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必须借着这个工具借着这个肉体来好好修炼，来从心呢这个好好的修起，来把它软化，来把它计划。那所以心变成说性跟身的一个桥梁。那么心它可善可恶，那么可以帮助我们上天堂，可以帮助我们下地狱虽然说对性来讲没有所谓的善恶，没有所谓的天堂地狱，但是呢我们应化在人世间我们以这个肉体的方式出现在人世间我们必须有心的功能。那这个心的功能呢主要来自于性它的一个资粮那心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外在的染尘太多了，于是呢心不能够完全照真主人的样子来呈现它也会有这个外贼的样子。我们说五欲六尘那五欲六尘把我们的真主人蒙蔽住了，以至于说心的一个意识，或者是说我们说意念，结果就偏差了。那偏差了，以至于我们的身体会去做各种偏差的行为。那偏差的行为一产生了，每一个人就会有这种对立、抗争的现象出来。我们所谓的因果现象出来，所以呢，整个错综复杂。我们说呢，因果盘根错节的交重，就好像蜘蛛网一样。那么看起来呢，是一个很庞大的蜘蛛网，但是呢，牵动其中的一丝整个网就会动。那所以呢，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实呢，人跟整个因果网都是在蜘蛛网里面的一个环节。
那所以人怎么能够置身事外呢？整个世界的这种成住意灭啊，都是人的因素在里面，人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所以讲到即世界为大同，我们必须把人的本分说清楚，把它做起来。我们说回归自然的生活，人要回归自然的生活，那么跟大自然一体，那大自然一体就是道啊。人跟道在一起，就好像庄子讲的，鱼在水中，鱼不只有水，那水呢也不只有鱼，两个人交融在一起。那这种关系啊，就是人跟道的关系。人在道之中啊，那么但是呢，人不晓得自己身处在道中，以至于说呢，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到自己在心理上所保留的那一份道体啊。那所以心的作用就变成了不是完全的作用。六贼当家，或者是说五欲当家，各种的脾气毛病当家，所以我们的天良泯媚，造成现在世界的混乱，造成天灾地变不断，整个人心惶惶。那最近的新闻，澳洲的科学家报道，那说呢，这个如果说各国的政府还不愿意去正视气候暖化的问题，那么到了这个本世纪末，那澳洲呢这个地区啊，它会有1/3的这个城市啊，会浸在水中，也就是说水平面呢会上升，整个海平面上升，这个25万的民宅啊，通通会泡到水中。那所以澳洲的科学家呼吁政府要正视这个问题，而且呢，应该提出这种改善的方法。那么要怎么改善呢？我们想想，这个天灾地变如何改善呢？我们说以前说一个地方有阿罗汉住世啊，这个地方呢不会有天灾地变。那么一个国家有圣贤有佛菩萨住世啊，那这个国家呢也不会有天灾地变。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圣贤人要去哪里找呢？佛菩萨又在哪里呢？想想今年莫拉克的台风这个水灾啊，那么灾情这么惨重，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它的发生。那未来的灾劫还有多少，我们也不知道。电视呢报道说，玛雅文明呢，在南美洲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但是呢，他们当时预言了，人类到了2012年，那就会灭绝。也就是说，这一年就是世界的末日。所以有人根据这个预言拍成一部电影。那这一部电影呢，现在正在上映之中也造成一个很大的轰动。那到底大家是想去看那种震撼的画面呢，还是去省思这种末劫后的世界呢？这个详细只有大家自己清楚。那所以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儒家的修行人，现代的一个知识分子，我们应该有范仲淹他所说
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这样的一个担当出来。那么这样的担当呢，就是在世界末日还没有形成之前，我们要赶快来阻止世界末日的产生。当人心还没有完全沉沦的时候，我们应该呢，让这些整个人心啊，都是能够改恶向善，能够呢挽化世界的心病，帮助世界走向大同。那到底怎么做呢？我们要想想，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其中的一个分子。那么如果我是其中的一个分子，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好好的省思啊，我们必须把自己的心性把它调好。你的家庭，你的这些家族、亲族朋友，乃至公司，这些关系呢，是不是都处好了？你是不是真的达到军亲师的一个标准？那所以我们刚才才讲，信心生要一起修。那其实呢，怎么入手的方法，就是回归到我们个人。正己成人啊，你自己不正了，你如何成就家人？如何成就公司的员工，或者是说这些同事？如何成就我们所说的众生呢？所以信心生是我们当前必须要体认清楚。体认清楚，就是我是一个圣贤人的这种原貌，我的本来面目就是圣贤人。所以说孟子说尧舜性也，尧舜呢是性德的一种发露。那么尧舜他以道成肉身的样子呈现在人世间，这来帮助世间这个达到世界大同。那么今天我们要负担起尧舜这样的一个责任了，让这个世界末日它来推迟，它不要形成，让人这个天堂的乐土真正的实现在人间了。那么这样呢，想想现在人心已经这么乱了，天地已经这么乱了，我们还有机会做吗？我们还做得来吗？其实还可以做得来，还可以做得来，是因为我们今天在新闻媒体所看到的，都是整个社会他所要报道的重点。那么有90%这些行善的、这些好人好事的部分呢，新闻报道并没有报。那他为了追逐人的这种感官刺激，为了打响自己的那种报道的收视率所以呢，他必须去报道这种人心最险恶的一面。这几天有人把自己的小朋友给杀了，那只有报道这个才是真正的新闻啊！你报道好人好事有什么用？人家也不爱看，所以这真的成了一个社会的一种负面现象。那么社会教育变成一种负面的教育，这个呢跟新闻媒体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真的要呼吁这些新闻媒体人员，他们要有因果的观念，他们要有政治正见。当他报道出这一个消息，对这个时代影响有多大？对于这个世间
影响有多深，乃至于呢这个后代的子孙啊，他影响有多剧烈，他要思前想后啊，要顾虑到这些问题啊，并不是说忠于原貌把它报道出来，这个叫做近江直手，那完全搞错了。今天世界大同最主要的杀手就是这些新闻媒体，如果不是他们这样在炒作，乱报一些负面的消息啊，我们人心怎么会变成这么乱呢？所以新闻媒体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今天能够改变国家的两种人啊，第一个是国家的领导人，第二个就是新闻媒体的老板。这个新闻媒体的老板啊，如果是以追求这种政治政见为主的一个范围啊，那他所报道的内容，他所讲述的，他所演出的，都是这些正面的。那他为了金钱而不顾一切，那么他报道的就是这些负面的。那所以这两种人是影响国家社会前途啊，是最主要的两个人物啊。但是呢，这两个人物目前我们都不看好，可以从社会上的这些现象来知道佛菩萨、圣贤人，他们谁呢能够化身成政治领导人呢？谁是这种新闻媒体的菩萨呢？好像不容易找到了。真正今天在讲五伦八德，在讲三纲五常，在讲佛菩萨的教育呢，其实还落在修行人的身上，还落在这些有志之士，真正在默默推动的这些人。所以这些人其实他的力量也很大。那么他的力量呢，不输于领导人，不输于呢这些新闻媒体，因为它是属于潜移默化的方式。那么这个政治啊，媒体啊，那是属于呢一时顿现的方式。突然爆发出来，那么后果呢自己去负责。那所以说，今天我们讲到以世界为大同，把它定在每一个人的责任。那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必须呢是有担当、有作为、有智慧的，有学问、有道德，那他呢才有力量呢来推动整个世间人的教化。我们讲智人勇。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那一个儒家的修行人，他必须具备三达德的一个标准：智人勇，一样都不能够缺。那他呢，才能够圆满的展现他的理念，能够呢，真正的落实到我们的社会。改善社会人心啊，也就是达到继世界为大同这样的一个目标必须智人勇。你看智慧的剧组，智慧的剧组那是非常重要的。你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会，这些有影响力的人。他们的福报特别大，公司大，这个资金雄厚，员工多，影响力大。但是呢，如果说他没有智慧来享有这些福报的话，那么他的福报呢，会造成更深的因果，更多的乱源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有福报的人。
必须要有智慧。这个是我们必须很清楚的了解到，有智慧的人，他用他的福报来正己成人，来救度世间的这些贫困的弱势团体，来帮助世间人达到这个美善的一个生活。那这个是有智慧的人。如果没有智慧的人，利用他的福报，那么个人的享受，自私自利的追逐，结果呢，造成整个世间一种种族的对立，一种人情上的一个抗争，那么也造成他自己在人世上很深的因果。因为他不知道形象，所以他的福报呢，都不断的在享受在这种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爱上，所以这些福报哪有不造恶的道理呢？那福报享完了，他就继续堕落到更深的这种痛苦的渊源。所以有福报必须要有智慧。那么有一种人有智慧但是没有福报，那这些人就很像我们古时候这些隐居在这种小巷里面、隐居在山林里面这些有学问有道德的修行人。那他们没有福报，但是呢他们有智慧，他们可以用智慧来教化众生，来帮助众生，来启迪众生所以虽然他们吃得很简陋，住的呢很困窘可是呢他们能够在处事待人之中能够处理得很圆融，甚至呢可以正己成人。这个是有智慧却没有福报。那么这个都还不失为一个圣贤人、一个君子的标准。那么没有智慧、没有福报的人，那没有智慧、没有福报的人他是一个比较下阶层的人，我们说比较低级的人，比较下贱的人，因为他没有智慧嘛，他也不懂得去读书，所以呢，他也没有个人的思想，那他也不会去创业，也不会呢去什么组织管理，他不懂得这个，那他没有福报，生活呢非常的穷困，有一餐没一餐的，需要这个社会的救济，旁人的帮忙。但是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这样的人呢，他所造的恶呢比较少，他造的恶比较少，所以呢，形成社会就不会有这么乱。这个是没有智慧、没有福报。那最下一等的人呢，是有福报却没有智慧。那这样的人呢，在这个世间呢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他没有智慧，所以完全是自私自利。那他的行为呢，完全都是为了自己。所以他的行为，因为他有福报，所以力量很大，影响的权限也很大，影响的范围呢也很大。那所以他可能造成各种负面的现象这个存留在世间那个力道呢会很久，所以这样的人呢，他的因果就很深。这是有智慧没有福报。那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智慧是我们本来就具有的，智慧是圆满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会说有的人有智慧，有的人没有智慧呢？那么可见呢，这个智慧是随着我们的自信的这种光明的程度来成比例的。也就是说，自信如果说
有8分的光明，就有8分的智慧。哦，有10分的光明，就有10分的智慧。那么你自信的流露只有2分，当然你只有2分的智慧。所以自信呢，在儒家讲就是道德，道德的流露啊，道德的实践啊，你到底可以做出多少来？那么你的智慧呢，就可以达到那个程度。所以道德实践，那个笃行的功夫啊，才是一个儒家之修行人他所要去努力的方向。真正的是一步一脚印啊，这个是智者不惑的道理啊。那仁者不忧呢？仁就是爱人，人就是我眼中有人啊。你看2个人，我眼中有你，就是说我尊重你，我用这个平等心对待你，我关怀你，把人呢看成像自己一样。那么你对待自己，当然了，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别人也是需要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你自己的享受就是别人的享受，那这是一个很平等的这种心境。所谓如人转境呢，同与如来啊。那么你把人当成像跟自己一样，那么你没有不尊重自己的，你没有不希望自己向上的。孟子比喻说，水一定会就下，人一定会往上。那这是因为心性使然。人的性呢，就是追逐最圆满的那一份精神上的领域，那一份这个无私无求那种境界。所以呢，他对待人是仁慈的，是博爱的。所以你看《弟子规》他讲到，凡是人皆须爱，天同在，天同覆，地同在。那只要是人，我都得去爱他。那么这个讲到佛菩萨这种平等的爱呀，它是没有等级、没有差别的。只要是人，我都应该把他当成像佛菩萨、像圣贤人一样的恭敬他，因为呢，那个是在恭敬我自己，这个是仁者。所以仁者无敌的道理啊，其实就是这样子。你看，无敌就是说没有对立的现象，你跟任何的人事物都没有对立，那没有对立呢，人家就不会障碍你。不会阻碍你，所以呢，你的这个人心呢，可以扩及到整个虚空法界。当然，儒家讲整个全天下。仁者无敌呢，他的一个境界啊，那是包容万物的。那是扩及到整个全天下。所以呢，他因为爱全天下的人，所以全天下人都爱他。你看我们第一代这些圣王的历史就是这样。最好的例子，周文王当时呢，周文王有这个封土，有交这个封地啊，结果呢，所有的人民都跑去他那里，所以他的这个国力啊就越来越强。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吸引力呢？因为他仁慈爱人，所以呢，所有的这个天下人都跑去他的国家，那他的国家就变成一个大国。这个相对于吴代的这个昏君啊、纣王啊，那他当然就取而代之，用人来治理天下。所以孟子才说自诛一夫啊，所谓毒夫啊，而不是诛一个国王。所以纣王是一个毒夫，那这个文王呢，他是一个
人王，仁者是一个圣王。那他的这个心境上呢，是天跟地的差别。你看我们中国到了清代的末年，为什么赶不上同时在西化的这个日本？对于这些欧洲国家呢，我们科技被他们超越，但是呢，回头要去学习他们，却呢没有学习到这种他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技能。学这些表面的功夫啊，虚有其表。那同时间，日本推动了这个明治维新啊，他们的天皇为了希望呢能够国家更有钱，所以在三餐上他只吃一餐，把其他的2餐省下来，省下来的钱送他们的子弟到欧洲去留学。那他们的子弟回到这个国家，没有不尽心报国的。所以为什么他们明治维新那么成功？那相对于当时在中国的国王，皇帝是谁呢？其实皇帝是慈禧太后。这个慈禧太后虽然没有挂皇帝的名字，但是当时的这个光绪啊、同治连这些皇帝啊，都是在他的掌控的范围之下。所以呢，这个慈禧太后啊，完全是自私自利，完全是个人的享受。那他没有智慧，国家动乱的时候，问人问神不问人。什么叫问人不问神呢？因为呢，他当时啊，把这些三教的经典都抛弃了。那么满清他们本来是一个佛教的国家，这个喇嘛为宗教，但是呢，他们也放弃这种佛教了。听说他们也有在研读这种这个阿弥陀经啊，无量寿经啊，在研读这些经典，当然也不停的请这些文学的大儒者、经学的大师啊，来东中讲学。可是呢，慈禧太后完全不理这个，所以到了慈禧太后之后啊，整个中国的国势啊，就变得这个脆弱不堪啊，可以说不堪一击啊。所以为什么同时在西化的2个国家，日本比中国小那么多，可是呢，日本竟然可以打败中国，而且中国呢是毫无招架之力啊，造成了我们之后的这个后人啊，在这个200年的历史之中啊，完全处于这种被挨打的状况。到现在呢，我们才可以看到了中国人好像有一点觉醒的样子。那这个其实啊，我们必须清楚，这个是为什么？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祖先的这些文化遗产啊，把它丢掉了，自己把它放弃了。慈禧太后之后的这些人啊，他们认为全盘西化才是中国这个革新的主要一个手法，所以呢，把老祖宗完全剖弃掉，四书五经丢入茅坑里面，完全否定掉了这些所谓的封建思想了。那所以呢，人心迷惑了。根本不要了，结果去学习这些传天炮力，学习这些科学技艺，那学习后来在这个100多年的过程当中，
现在的整个中华民族啊，可以说士气非常低落，对自己没有信心，对老祖宗没有信心。如果不是说大道在台湾兴起，我们真的不晓得，原来我们老祖宗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好、非常珍贵的一种典范。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回过头来，好好的来修学老祖宗所留下来的这些智慧啊，我相信中国呢，很快的就可以再立于世界，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那么中国强国为什么要成为强国呢？中国变成强国最主要的一个考量啊，它是要用王道来拯救天下。这个王道的思想啊，就是我们这里讲的仁者无敌啊，仁者不忧啊，这个仁者的一个典范啊。那么王道文化，我们是顾及到全天下的，它不是只有一个国家强，所以中国强起来的味道的意义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必须清楚，如果今天这个中国强起来了，现在当然看出趋势了，中国真的强起来了。但是我们必须让它强起来的意义了，这个目标是放在王道文化的思想，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这种汉唐的再现，汉朝、唐朝在中国兴起，成了中国人的一个很好的代表。但是呢，那毕竟是这种大道的文化，那王道文化的思维呢，非常的比例上非常的少，但是还是有。要真正的是王道文化呢，必须是周朝那个大一统的观念呢，周公治理作乐所形成的整个教育，整个天下的架构。我们知道周公是圣人，那他是文王的儿子，文王的弟弟，所以呢，他们一家呢都是圣人。那他的所制定的这些思想，都是用圣人的心所推发出来的。所以呢，仁者无敌啊，就是圣人的心呢。那圣人以天下为己任，所以呢，周公治理作乐是把整个天下的范围容纳在自己的这个心中啊。所以要如何治理天下，他用出一套这样的一个制度出来，形成一个很美好的典范。我们说宪法，周公这一套宪法，如果说他的子孙能够继续沿用下来，那么我们相信周朝不会亡国。但是我们如果说中国人再把周公治理作乐这个精神，当然我们也不主张完全的使用，但是呢，它这个精神我们必须呢把它萃取出来。那周公承袭周公的精神呢，就是孔子。那孔子这没有政治色彩，所以讲孔子呢，人家都不反对。讲儒家的思想呢，没有一个宗教呢敢反对儒家的思想。那所以周公孔子的一个理念啊，就是一个仁者不忧的一个志士啊。所以这个孔子希望恢复周文，来达到的这种世界大同啊，是尧天顺日的世界大同，还不是周公治理作乐的世界大同。但是他知道周公这套标准呢，可以让世人达到尧天顺日，所以呢，他积极恢复这个周文的话语啊，希望呢，这个有一个国家的国王能够采纳他的建议，能够实施他的建议，让这个国家呢达到一个长治久安的一个水准。
知道孔子，他虽然没有成功啊，但是呢，他的精神却流传下来。他的精神沉积了这个2500多年的酝酿啊，到现在大道显然在民间，大道应化在人间。所以呢，现在呢，大道应运，真的我们可以讲到这个智仁勇三达德来治理世间，来解救百姓，来达到济世界为大同。好，这个是仁者不忧。那勇者不惧呢？勇者不惧就是你要有大是大非的精神。真正勇者表现的最好的，那就是关公了。他用将军的形象，拿着一支青龙偃月刀，把这种是非的标准啊，他把它讲得很清楚、很干净。所谓春秋的精神啊，就是这种大是大非、大善大恶的一个标准。所以在他的春秋的精神啊，必须要有勇气的人才能够胜任了。那这个勇气呢，它是秉着一个正知正念，秉着一种正邪不两立这样的一个立场。正邪不两立呢，它不是说因为它不慈悲而是呢，因为整个众生呢，你必须让他呢保持在这种清净的这种心念之下。这样呢，他才能够走上绝路，他才能够真正的这个转凡成圣了。所以是非标准必须呢，在人世间必须把它分辨清楚。但是呢，我们讲到说，那你不是有所谓太极精神吗？是跟非里面都夹杂的这种模糊地带吗？那这个呢是讲到说，我们知道。我们心性的一个状态啊，心性的一个状态啊，如果说你是一个很明所谓静而不染清而无邪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你可以说把这种不好的、把恶的、把非的这个部分啊，把它包容进来。可是呢，这个包容的过程呢，你是很清楚明白，很清楚明白，所以呢，你能够用你的德、你的智慧、你的学问来感化它，来把它扭转过来，让它呢真正的走到这个止于至善这样的一个境界。那如果说一般的人他没有这种智慧，没有这种修为，那么呢，他还是必须遵照着世间的礼法来走，那么比较不会呢走向错误之途。我们佛家也讲规律规戒儒家讲这个礼法，那世间呢强调法律。事实上呢，这个就是一种人世间的标准，做人的标准。当你在人世间处事待人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中那么你就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的实践呢，你必须要有勇气去把它推动。那你会说别人这个也需要勇气吗？是啊，你没有勇气，你如何守礼呢？在人情分际之中常常会被人情所扭曲没有这种是非标准，你常常呢会因人而判断事情。我们说人都是偏心的，那么偏心的就没有是非对错的标准，所以是非对错的人，只有智者看得清楚，仁者呢他做得出来。那勇者呢，他必须把它判别出来。勇者做到了。那所以为什么说智仁勇是三位一体？它是不能够偏废的。
那你看根深逼君，那他的勇，他是说一不二，哦，他是纯然至善。你看他对于这个，对于君王的忠，对于他的大哥的忠，他是不留有一丝毫的怀疑在里面，一丝毫的染杂在里面，他是精忠啊，跟日月一般这样的一个皎洁轻盈，他的义气呢是跟整个天地一体，所以这样精忠，这种义气，它是一种这个大勇的表现。你看曹操对他这个上马金下马银，3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的，对他这种人情的这种公式啊，他还是没有被这种人情公式给软化掉，他坚持的他的一个做人做事的原则，对于忠的这个标准，他毫无所这个折扣，所以他做到一个大勇的精神。你看我现在在写士配十则，这个十则传里面呢，那么当时鲁国发生灾难，吴国的夫差要来攻打鲁国，那鲁国呢，在这个士兵之中选择300名死士准备去谋营攻寨，刺杀吴王。那么刺杀吴王的这个300名的死士里面竟然有孔子的弟子有肉在里面。那有肉呢，在我们孔子的《论语》里看得到，他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那么武的部分我们看不出来，从这件事情，这个《左传》里面的记载，知道有肉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如果说没有这些勇士那么鲁国早就灭亡了。后来呢，有人建议说，这300名死士可能也成就不了大事了，白白的牺牲不如放弃。所以呢，这个鲁国这边就放弃谋营攻寨的事情。但是呢，这件事情呢，传到吴国的国君耳中就发觉到说，哇，鲁国真是不简单鲁国有能人我不能够随意攻打鲁国。鲁国的这些人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愿意牺牲自己的身体来保护国家。还可以说有弱在其中孔子的弟子这个游子身在其中，300名的死士之一所以他知道说鲁国是一个很有根的国家。那这个有根的国家，有圣人的庇佑你不可以随便攻打他。他就退兵了，吴国就退兵了，而且呢，自己愿意跟鲁国和好，不再攻打鲁国。你看，如果说没有一种勇气那么你用什么能力来保护国家呢？我们说保护家庭，也许我们可以理解得到。可是呢，没有国哪有家呢？没有整个世界，哪有我们的国家呢？地球都不见了，那么我们人要生存在哪里？想想看这些因果的关系这整个联系上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继世界为大同，世界都不大同了，我这个国家怎么大同？我这个家怎么大同？世界都不稳定了，我这个家是大同的，那么你说你这个家的大同有意义吗？每一个人都流离失所，每一个人呢受冻饥饿，可是呢，你家呢却是一个大同世界有饭吃，做得很安心。那么你存在这样的一个世间，你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你没有意义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华人到国外去设厂，去经营公司，去打拼事业，结果呢，华人一向为外国人所排斥，尤其是呢那些这个落后的民族啊，他们排华的这种理念啊，非常的强。那为什么会排华呢？因为呢，利不均呢。这个利益啊，分配不能够平均了，贫富差距太大。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是儒家的修行人，我们为了弘道到国外去开公司，公司很赚钱，结果呢，我们自己赚钱，你旁边的这些人民啊，他看着我们赚钱，他每天的三餐不继，你说你这个道场去那里有意义吗？他恨都恨死你了，他怎么可能还会相信道呢？所以你赚的钱是要用在整个世间众生的身上，你回归到整个世间的身上，而不是说自己享用，自己享用完全错误。那自己享用呢，只有堕到地狱里面去。你要能舍啊，这些财富啊是越舍越多啊，能力也是越舍越多。那舍要有勇气舍，你要敢放下，你要敢布施啊，你要能看破啊，这个就是舍的担当，舍就是一种勇气啊。这是我们讲到一个人智人勇，他必须要拥有的一个学问道德。你记世界为大本，结果呢，你这个智人勇，这个标准不准，你标准不足，你如何记世界呢？不要说为大同了，记世界都达不到。你世界长治久安的，你还要让它达到一个大同的标准啊，这个才是我们的目的啊。大同是什么？大同是让每个人都能够回归自然的生活。回归自然的生活，就是我们讲的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说人法道，道法天，天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就是自然，道是那个体，自然是那个用，所以道法自然。那人的自然之道是什么呢？人的自然之道就是人伦纲常。你人不讲这个，你光讲心性，光讲这些无我的道理，苦空这些道理，都是玄谈玄谈不能够济世，玄谈呢不能够真正解救众生的苦。那必须呢让人民每一个人回归自然的生活，教导他们。他们今天作为一个人家父母的，你必须要关照你的小孩，慈爱你的小孩。那么你作为一个小孩呢，你必须孝顺父母，你必须友爱兄弟。这个呢是维护自然的法则。你要谨守本分啊，在员工你要竞争，跟同事之间。你要有信用，生意场上要讲诚实，以诚待人啊。这些老掉牙的论调虽然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可是呢，我们今天就是这个东西失掉了。人跟人之间已经不讲三纲五德，三纲五常、五伦八德。都不讲这个了，都不讲这个了，光谈那些禅理、那些佛法，光谈这些宗教，光谈这个法位布施，那么你的根在哪里？你要想想看，你的根在哪里
你做什么？你在做什么？你不好好的去爱护你的子女，把他们教育好，让他们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那么你这个子女来到社会，又带给社会另外一种问题。你说你有没有因果？你有没有做过？你还是要去承担它。我们说因果不是说你不相信就没有啊，你不相信还是有因果，因果还是照样在运作。不会因为你不相信你就不用得到因果的报应，没有这种事啊。所以我们今天圣贤人的教育，教我们呢，把伦理做好，把道德培养好，把这种因果的理论呢，把它说清楚。还有呢，我们在世所需要的这些科技、这些知识跟技艺啊，把它学好。这个是儒家教我们的继世界为大统的一个标准。你看伦理就是人的伦常，人一定有一种道在走。你今天是父子有父子的道，君臣有君臣的道，朋友兄弟夫妇有夫妇的道。所以我们今天说世界这么乱，事实上从家庭开始乱起。家庭乱呢，是谁先乱呢？夫妻先乱。夫妻是家庭主要的一个角色，但现在的夫妻乱了。夫妇有别，结果呢，现在夫妇没有别，别就是一种尊重，互相敬重对方。阴跟阳是一体的，但是阴跟阳你这样，那它的那个分量是同等重要。现在的女人也出头了，所以要讲男女平等。所以这个平等呢，是在这种心理上平等，而不是在事上想象平等。这个是有别。所以我们讲男主外女主内，其实这件事情常常被人家给扭曲了。那么男主外女主内，现在女人都要出来了。那么女主外，男必须主内啊，你必须去管理家庭。这样阴阳才能够协调。男女无别了，男女都要出去，结果呢，小孩没有人顾，交给托儿所，交给保姆，结果呢，他们在小时候没有受到一个父母亲很优良的教育，很这种慈爱的照顾，在这个小孩子这样长大呢，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思想上的错误。结果呢，也就引发各种社会上的问题。那学校呢，接受到这样的一个子女啊，他没有办法教都没有教好。那现在呢，不能体罚，不能够打骂，不能够呢用严厉的这种教法。结果呢，老师自己也搞不清楚，不知道怎么教，因为老师也没有学这一套。老师也是照着这个世间的乱象在走。现在有圣贤人才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呢，我们说圣贤人到底要去哪里找呢？佛菩萨在哪里呢？现在道场还有一种道场的教化，我们说宗教的教化，宗教的教化也许还可以弥补这些不足。但是呢，它都没有比这种家庭的教育还要来的影响深远。那所以孔子说：“乱邦不居，伪邦不入。”那么乱邦伪邦的标准是什么？那就是呢，离婚率跟犯罪率。这个地方离婚率太高了，
那是乱帮。每一个人都想出去，每一个人呢都不愿意跟冤亲债主帮头，结果呢选择避开的方式。那避开了，避开好了，问题又产生了。你不去解决，让问题呢越积越多，越累越大，结果造成了不可收拾了。你看，你今天碰到冤亲债主，我们说夫妻有可能应该说都是冤亲债主，但是你这个问题不去解决，你没有把这个课题修好，结果呢相欠相讨的部分呢没有圆满，没有圆满你就避开了，结果避开了就累积更多的这个负面能量在那里。以后碰到了，大家讨报的更多，那种手段啊更强烈，这个就是乱帮啊！乱帮造成了青少年犯罪率提高。你看现在犯罪率下降，整个的社会呢更人心动荡不安。小孩杀父母的，小孩杀老师的，这个在新闻上比比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整个这个三纲五常、五伦八德的体系已经错乱了，没有办法记世界。我们家庭连一个小童都做不到了，如何做到大童？如何做到大童？所以有心的人士啊，今天从自己做起。从儒家告诉我们的这些老祖宗的原理原则做起，我就是从智人勇修起，我就是从这个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从这个道之宗旨佛规礼节，慢慢一步一步来做起。智人勇像下面是五伦的做法，五伦的做法你做好了，你就达到智人勇。今天是道之宗旨。这最后一堂课，我们讲到记世界为大同。中国有一套内圣外王的学问，那么这一套学问呢，普遍用在我们中国的治世里面。那么世人这些读书人当官之后啊，把这一套的标准啊，用在治理国家人民的身上。那么如果说他的人根他的根基立得好，那么他的国家呢就会成平，就会呢是一个盛世。那我们中国在这方面呢，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看到中国的这个治乱兴衰啊。那这一套学问呢，就是《大学》所讲的果之欲明明得一天下者，先治其国。先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治之在格物。这道道理，所以可见，你看它的顺序是从这个平天下治国开始的。所以为什么不是从格物呢？你看中国人，中华民族他的思想，那就是呢这个国之下之家，家之下之人。那么如果没有国，就没有家，就没有人。那但是呢，国家又是由人所组成的，所以呢，人的根啊要立好，人的根呢要立足了，那这样呢，这个国家才会兴盛起来。那由这一点的顺序啊，我们可以看到一点道理啊，那就是中国人普遍把这种修身的原则，他的目标是放在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上，也就是说，他这个
格物致知修身齐家，他的这个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世界大同，是为了平治天下。如果不是用了这个目标，只是为了自己的家族为了自己的妻子儿女，那么呢，你的这个格致修齐这样的一个功夫还不能够圆满，就是不能够达到内圣外王的一个圆满功夫所以内圣的功夫，我们昨天用智仁勇这3个字来代表整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这样的一个代表。那这是一个大学跟中庸的进入不一样的地方，其实也是一样。那么大学用这一套呢，从格物开始到平治天下，然后呢，从平治天下又关系到人的这个心性上面的修养。这个可以说是本末一体那么没有办法连贯，没有办法断续。那中庸的进入呢，它是首推这个五伦之道，从五伦来发挥人的智仁勇，用智仁勇来推动这个五伦的关系。那智仁勇上面呢，还有一个诚，诚的标准呢，就是儒家所说的道。那道家为什么不讲道呢？因为呢，诚它是在世间的，那道呢，道是整个天下的。那所以在道在天下，它有它的这个道，所以可见呢，道呢，把它在人世间，把它具象化之后，具体化之后，那就是诚这个字。所以他讲诚者天之道，诚知者人之道。那么这中庸跟大学这2套学说都是儒门的一个修学进路。那么其实呢，分而不分，不分而分所以你看，我们说智仁勇，讲到智仁勇，就是代表这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这个部分。那齐家治国平天下呢，我们把它推到这个诚这样的一个境界，也就是说，只有达到诚的境界去诚知达到诚，那么你才能够呢，在这个外往的事业上做到圆满。那所以说，这2个进度呢，都是互相的依存。那我们今天讲济世界为大同。我记得我在泰国跟那些道谦在讲课的时候，我教他们回归自然之道。那么我所说的自然之道呢，就是3纲5常5伦8德。我的题目是道法自然。那么人的道呢是性理，自然呢就是呢5伦8德。所以呢，人如果能够遵行5伦8德这些3纲5常那么人就回归自然的生活。那回归自然生活，那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吗？为什么不去做呢？那所以在那边的道亲，当然他们可能长期受了这种佛法的熏陶那认为说我讲的道理很浅听不出什么高深的道理那么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到底要听多深的道理呢？你想想看，你跟朋友你做到信用了没有？你对这个家族，对这个长辈，你有做到这个恭敬的道理了没有？你夫妇之间有没有讲求一个互敬互爱、相敬如宾的道理？你对父亲、父母亲有没有做到孝顺？你对老板、
有没有达到尽忠？那么你这些呢，你做到了，那么你的人根呢就立下来了，你的标准内圣的功夫呢就做到了。那这些你不去做，专要听这个高深的性理心法。那么什么叫高深的性理心法呢？其实就在这里呀、你做到了，你就体悟到了那种诚者天之道的道理。那所以呢，我觉得认为在那里讲的还不够呢气理气机啊，所以并没有让他们得到很大的感受。所以这次后学就了解到，原来他们那个国度的道亲必须要用什么方法来跟他们讲述。那么反观到我们今天的道场我们今天如果不在人根上好好的立足，那么我们要讲记世界为大同，要怎么记呢？你说这样每一个人来求道，这样就是记世界为大同吗？我想老师一定不以为然了。你看我们今天求道的道亲多了，但是呢，谁能够走上智人勇之路呢？谁能够好好的来遵行这种三纲五常、五伦八德的标准呢？如果人人都做到了，那么这个家就太平，这个家一定兴盛，这个社会呢一定呢平定的，这个国家呢是长治久安的。国家没有天灾地变，没有了这个人心混乱的问题啊。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社会问题却是越来越多，不当的现象呢越来越明显，而且呢，整个天灾地变呢也是越来越频繁了。我们看到这些现象很难期望说要怎么样达到记世界为大同。可是呢，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又充满了信心。充满信心的原因是因为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啊。那么天下皆是啊，我还能够保存这一股的这种清流在啊，那么我是不是还可以拥有一份的作为在这个世间上呢？那所以这是我们值得庆幸的地方因为呢，滔滔者天下皆是，可是呢，我依然这个力排众议所谓的力挽狂澜在这个世间呢，我坚持要做一名这个君子，做一名圣贤人的典范。我希望把这种五伦八德、这种三纲五常的道理把它推动到人世间，那么落实在家庭里面，推广到社区、社会上去。这个是我们今天修道人应该做的道理。所以呢，在家庭里面，你第一个这个夫妻关系你要先搞好。说搞好这个字眼，事实上是中国人讲的。夫妻关系要处好夫妻关系呢要互相忍让。这个我在从我太太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虽然感觉上呢是很不好受的，但是呢，平心而论我非常感谢我的太太。她在这方面给我的打击很多很大。那么我就学会了这个不管事、不理事，不管钱，也不管人，反正什么都不管，他想管让他管。那么他在批评、他在抱怨的时候呢，我就当作呢马耳东风，充耳不闻。需要回应的时候再回应他。我从现在开始，我绝对不会跟你再冲突。那么夫妻之间没有口角上的冲突，就没有剧烈的这种夫妻的情变产生。那么我尊敬他，他就尊敬我。
他煮饭，我一定洗碗。那么这个些动做熟了，大家就会彼此互相体谅。只要他又在批评又在抱怨什么了，我就是不要去回嘴，一回嘴啊，然后他又马上顶一个嘴过来，那么两个人呢就在那里为了一个议题啊，在那里争论不休啊。那所以因为处于太过这种痛苦的时期啊，所以呢，我终于发现到了，只要不理他就没有事了。那你为什么不懂得放下呢？夫妻之间没有讲道理的，你讲道理有什么用呢？夫妻之间是讲情啊，讲关怀啊，讲互相照顾啊。你讲个理，你也不可能站得住脚。所以很多的修道人，他们的夫妻关系都是喜欢在生活之中讲理，因为呢，在道场学的太多了，但是忘了情这方面呢，你要把这种理啊化诸于生活上的行动，就是一种关爱。孟子讲了，推恩足以保四海啊，不推恩无以保妻子。这种关爱啊，就是一种推恩的动作。推恩是推什么恩呢？推这个天恩师德的恩，推大自然的恩，推整个天地的恩，人世间的恩。你看我们或许在这一生所遭受到的这个障碍非常多。我们现在呢，用这种光碟的方式跟大家结缘了。想要说呢，找一个人能够帮忙做光碟，来打这个字幕，都还找不到人。所以大家看到的这个光碟是没有字幕的，相对的就比较吃力。那么助缘不多，但是也是有，可是障碍也是很多。那这些障碍之中呢，让我更加觉得我一定要呢立足起来。如果不立足起来，你就什么也不是。以前呢，永远都处在那种愤恨不平的心态之中。所以为什么我的眉头一直都是这样纠结不开呢？就是因为感觉自己受了太多的不平了。那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那些人呢，为什么要这样的阻碍我？甚至呢，在社会上去讨生活、去打拼，你应该赚的钱，人家不给你。那这种现象，我常常碰到，为什么呢？这原因呢，就是因为我过去是障碍人家太多了。过去是障碍人家，现在人家障碍你，这是非常公平。所以这辈子呢，没有办法很自如的去发展你的理想，这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那这样的因果关系呢，你必须学会放下。你不懂得放下，你把别人的垃圾放在心里面，造成第二次的伤害，造成呢这个生活上更加持续的一个苦痛啊。那么受遭殃的是谁？受遭殃的只有自己，对方完全不知情，对方得意洋洋，那么你自己在那里受伤，自己把剑呢插到自己的心头，让自己受伤，那么让这样的一个的气负面的能量越累积越多，造成了这一辈子没有办法开悟。你没有办法开悟，结果呢，也不懂得学会看破放下，结果把这种怨气一直累积到这个你的八字田中结果呢就越累积越多，这样的累积的让自己的那种质量，让自己的能量下降，
所以呢，以后在转世的时候，有可能就不是以人生的方向啊，有可能变成三恶道去了。这个都是谁造成的？都是自己造成的。如果自己的那一份烦恼、妄想、执着都没有能够放下的话，那么你很难期待自己能够有所成长。那记住，放下不是换对象，放下是真正的从心里面放下。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空间之下，你都要懂得随时能够放下。尤其是在道场，你拥有了这些后学，拥有了这些这个庙场、大庙，拥有了一切，那么你更要懂得放下，把这些恩呢推出去。恩不是我的，今天给我的这些都不是我的，只是暂时给我用而已。我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那所以呢，这不是我的。那所以把这个恩推出去，推给别人更需要的人，更多的后学承载的这一份恩让他们更成长，更能够在开悟的路上得到光明。所以推恩辅以导四海，导四海就是所有的全天下。你这个恩不推出去那么你永远不晓得你受到多大的恩了。因为你的心量就那么一点点，结果呢，你一直以为人家给你的不多，事实上呢，人家给你的最多了。我们人今天起床能够呢从床铺上这样爬起来，这个是多大的天恩啊！我最近这段时间也有好几年了，这个身体一直很不理想。你说呢也没有什么大病，可是呢就是全身不对劲，不是那里酸就是那里痛。那这种痛苦呢，你也说不出一个原因出来，反正就是不舒服。那么在这几年过程当中持续的被这种病魔所折磨，感觉到说对于人生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寄望跟这种要求了。以前那种不可一世的那种傲慢的那种气息完全呢把它消弭掉了。我现在学会感恩，学会忏悔。在这里我要学会推恩，所以我现在走到佛堂，我看到仙佛，我第一个想到的念头都是感谢天恩师德。不管处在什么状况之下，我都是感谢天恩师德。如果没有天恩师德，我今天还不可能用走路的走到这里，真正的不可能爬起来。你还会开车，你还会到某一个地方去朝拜。像后学这样，每天都要每个礼拜要去天眼佛院。那么每个礼拜去天眼佛院，这个是需要有多大的这种力量？如果没有天恩师德，我有办法这样子吗？所以想到的都是感恩现在人家呢，即使对我呢这个梦言相向我也都是默然而听之而受之不会跟他辩，不要跟他反驳。那这样是不是变成一种这个消极的态度了呢？后学认为应该不是因为呢以前就是太过积极了，所以呢认为说自己应该有权利去反抗这一切尤其对于打击我们的人对于这种障碍我们的人，我们都要极力的去把它反驳。但是这几年想一想你何必去反驳他呢？你反驳他，他用更大的力量来障碍你，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么人
人家会障碍你，一定有因缘。以前一个美国的预言家叫做凯西，他曾经说人世间人所碰到的每一件问题都不是单独的事件突然发生，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然后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这个都有前因后果，一定有它的因缘，才会造成今天的这样的果报。那这个因远这个因为太远了，我们看不到了，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到了。即使你去问神，神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能够跟你讲个大概。你看我们南港的那些神，他对我们指示的都只是一个大概。那要真正的认清这个理你必须从心性上下功夫了。你必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从这里开始，你才能够真正的透露到，其实我今天所面对的一切理事因果，都是我自己造成的。你只有呢默默承受，你只有呢心甘情愿的来接受它，而且呢来还这个债。那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放下，你才能够真正的看破。无挂碍，没有执着，无智亦无得，一切都是我自己招惹来的。我今天把自信呢给泯灭住了，我本来是佛，我本来是圣人，今天我没有办法像佛、像圣人一样，为什么？因为我招惹了太多的脾气毛病，这些呢障碍，这些攀缘，结果让我自己呢没有办法来回归本来的面目。所以今天讲济世界为大同，你必须呢先把自己想清楚，自己能够看破，自己能够放下，那么你再把你所拥有的这一份呢把它推出去。所以你看我们老师这里讲，老师讲推爱，讲推诚、推公、推己、推道、推孝，把这些德行德目推出去，然后呢，你才能够做到真正的济世界为大同。所以推爱四海者得居推爱呢，就是把你的这个仁爱的心推到了所有的天下百姓身上，所有的事物身上。这个事物是指万事万物。我们今天不要把物看成是一件物，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生命的状态。那这个生命的状态呢，是跟我一体的一个生命状态。比如说，它就是我的一个那个肉体上的细胞。今天这个细胞死了，我肉体一部分的功能也必然会死了。所以知道说你不能够再随意的破坏万物，去杀害万物，这是推爱。推爱者得居你的道德就能够树立起来。推诚者得利推诚，你的诚心敬意。我们道之宗旨首两句敬天地理神明，就是在讲推诚。所有天地万事万物，我都是恭敬。我都是呢对他们这个谦卑有礼。我不再是高高在上，我没有我慢。以前真的是太过我慢了，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于在这方面真的是太过了嚣张了，认为自己不可一世了。哇，不得了，不得了有什么用？你越不得了，你的障碍越多。那么到现在呢，受到各种的人事环境的磨练，整个天地的磨练，才知道说人是这么渺小而不足言道真的微不足道。那我今天有能力，还有自己的那份恭敬心可
可以去恭敬别人，那么我们要赶快去做。我们对人、对事、对物都存着一片的恭敬心。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啊。那10分的恭敬当然就得10分的利益，这个是推诚的功夫。所以推诚者相与得利，德就会立起。道德呢，就是一种标杆典范了，我们就成就了我们的道德。推功于天下者得益，推功我圣人无己，神人无功呢？那么谁有功劳呢？想想看，我们在这个世间谁的功劳最大呢？那个没有功劳的才是真正的功劳。你看大禹当时在治水，那他这个治水是一件相当难的一个工程啊，他是要对抗整个天地啊。那个洪水滔滔啊，他必须呢把这个山呢把它凿开，然后呢把那座山呢把它围堵起来，把它引导到这个河道之中。一凿开一座山需要多大的功夫啊！所以大禹要烧山，烧山之后呢，再把这个山给凿开，用人工打开，然后引导水流到河道里面去。那么我常说，大禹烧山道会不会烧了很多众生？可是呢，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下地狱啊，他反而成仙做佛了。那是为什么？因为呢，他的德很大，他可以庇应到这些众生，所以即使被他烧了这些众生呢，就是因为他的牺牲而成就了大禹的德。那么大禹的德成就了大禹可以用他的德来超拔这些众生，这些众生呢也跟着成就了。所以可见的那个是一种非常大的德了。辟及到整个天地万物了，这是推功，真的是推功于天下。所以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在外面13年才把水治好。过了自己的家庭呢，也不进去喝一杯水，很有空闲。所以大禹治水治到最后了，都是呢这个驼背的，走路呢都是蹒跚的，好像很老态龙钟这样子。所以后来的人形容禹在走的路就是禹步，禹步呢就是像老人家一样。你看大禹奉献自己时间精力，奉献到这种程度，所以他的功因为太大了，所以后人把他尊称为大禹。你看尧舜禹这三位圣人，只有禹被加一个大字，尧没有被人家叫做大尧，舜也没有被叫大舜，有了大舜有了，可是大禹人家是因为叫了大禹之后，同时也叫了大舜。禹的功劳真的是很大，所以这样的功呢非常大，所以他的道德呢就非常的纯良。那么功劳很大的这些历代人物啊，相当的多。我们讲到师尊师母，那因为这个功劳也没有话讲，把道呢普及到这个全天下。那师尊呢是为了普及这个道物把自己活活累死。那师母呢，为了把道弘扬到海外把自己呢活活关死。你看呢，这些圣人都是推功于天下，所以他们的道德呢，有所谓的义德。义就是这种很美好的德行。那这些美好的德行呢，都是因为推功于天下来成就这样的圣业。他说推己其人，德盈，道德盈充满，
可以己及人，就是你不想要做的，你不想要的，你就不要的去推给别人；你想要的，你就要去推给别人。所以你看，我们《论语》讲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但是呢，同时有一句话说“己之所欲，必施于人”。这句话呢，是西方的谚语，他在讲的。可是孔子只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看这两句话意思是不是一样呢？即使细思起来啊，这两句话的意思呢，这个立足点不一样。立足点不一样呢，是因为“己所不欲”啊，是站在人性的这种立足点啊，你不要的就不要去给别人，这个是一种保守的做法。至少呢，我没有说去影响到别人。但是呢，己之所欲，必施于人啊，这个呢会影响到别人。但是你的所欲啊，并不见得是人家的所欲啊。所以你一定要把你自己认为好的推给别人，结果呢就造成对方的伤害。你看我们现在讲科学民主，科学民主这个是西方所发明最好的一个人类的行为。但是想想，科学民主真的是最好的吗？你看昨天看那个奥巴马跟胡锦涛在对谈，美国方面不断的强调人类的这种人权的自主。人权的自主就是希望中国方面不要去欺压这些弱小民族。但是中国认为呢，这些民主都是我们国内的事情嘛，都是内政嘛，内政的事情你就不要管。所以呢，相对于西藏，相对于台湾，希望呢美国不要管。所以各有各的立足点啊。但是呢，你想想看，美国讲的这种人权自主，他所讲的民主科学，其实也不一定适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种族的身上。你看这个民主制度比较好呢，还是军权制度比较好呢？想想起来呢，在军权的制度的时代，大家呢非常守法。有一点是呢，风吹草动就会引起社会人心的变动。时目所视啊，时指所指，大家呢都会呢去注意这件事情。所以他当时的治安呢非常好。我们说治安好是相对于现代的治安而言。以前做官人，他没有事还可以去游山玩水，他还可以留下这些文章来遗留给后人啊，作为一种学问道德的这种指引啊。但是现在的做官人啊，哪有这种时间呢？还可以游山玩水，还可以写文章，写书法等等，这些呢已经是不可能了。那因为民主的时代啊，人人平等，人人有这个主权啊，所以呢，他就想要这个主权，他想要自立啊。每一个人呢都想认为说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呢要受到人权的尊重。这个表面听起来是很有道理，但是细说起来啊，人有没有达到那一份自知的那一份水准啊，来运用自己的独立的人权呢？想想佛说，他说了，一个人啊，
如果没有达到阿罗汉以上的标准那么他说的话你不要相信他。阿罗汉是世间的圣人，他已经跳脱六道轮回了，所以他说的话可以作为标准。他不用在六道里面轮回了所以他的修行已经到达相当的程度了。那么如果没有修到这样程度他讲的话你不要相信他。那么用这种道理来看我们现在人如果没有达到一个君子的程度一个君子的标准阿罗汉相对于是儒家的君子，没有达到君子那种修为那么他所讲的话你也不要相信他。他所要求的民主，要求的人权事实上他不晓得自己在要求什么，他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对一个开悟的人来讲，他知道人世间的规则，他会遵守人世间的礼法，而且推己及人将自己的体证将自己的这种学问道德来教授给其他人，来引导其他人。但是现代人不是现在的人没有这种修为那我们说君子的标准是起码要做到起心动念都是善的。所以君子虽然还要起心动念，但是他一心为公出发点都是为众生着想，所以这个是君子的典范。我们的老师，我们在道场前辈们要求我们修行起码要让自己达到一个君子的标准。但是想想我们自己在这个人世间被人称为君子的人都很难得听到这个人是君子，这个人不得了。你看顶多是一个善人顶多是一个好人而已我们在世间很少听到谁是君子更不用说是圣贤人了。那所以相当不容易那么没有达到君子的标准，他讲的话你不要去听，因为他讲的话他自己在讲什么他都不知道。所以他有什么资格来讲民权这个人权民主，他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所以耶稣基督在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还祈求主原谅这些人，因为这些人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你看把一个圣人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他们在做什么我们现在想起来那种画面会觉得荒诞不堪这些人怎么那么恶劣这些人怎么那么污浊怎么会把一个圣人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基督即使到了现今的社会还是一样会这样也许会用更加惨绝的方式被处罚。这个就是人心人没有办法推己及人，是因为他的修为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所以这个老师这里教我们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好的推给别人，因为自己好的标准不知道，但是我自己认为不好的我不要推给别人，至少不会伤害到别人。所以孔老夫子这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己之所欲，必推之于人这个话更有道理，更有意义然后他又讲推道推展道物则得弘，道德能够弘扬。推展道物，那我们今天要把道推展到全世界。那推展到全世界，我们必须要清楚，不是说每一个人来求道，这样事情就结束了。我们现在去柬埔寨的道场，那么看到很多人来求道，那个来求道的人络绎不绝
那个人之多啊，实在是不可想象啊，而且都不用出去渡人哦。他们在那里听说有台湾的人要来了，我四处去广播，那么所有的人啊，听到这些广播就马上来这里，说要拜拜。那么他们知道要拜拜，并不知道要求道。那求了道之后呢，做什么也不晓得，我们也没有做成全的动作。那么在那个道场，在柬埔寨这个大庙，晚上呢做一些小朋友的教学、唱歌，就做这些。那它有教化的作用吗？有教化的作用。不过毕竟就是说，这个教化的作用没有那么大。我们虽然度了那么多人啊，但是成全的功夫啊，却是微不足道。所以推展道务啊，一定要自己道德充实，学问充实，然后呢，你再来推展道务。那么这样呢，才有那个扎根的地方。也就是说呢，你自己要能够了解自己心性的圆融，自己呢真主人的流露，那份良知本性啊，你已经证悟到了。那你已经证悟到了，了解到人那份道体的不可思议，至高无上，你愿意呢把这种道德，把它呢传授给别人，让他呢也成就圣贤君子的典范，这个才是推展道务。我们今天呢，这个当务之急急着渡人，急着盖大庙，这个并不是先佛所乐见的。你渡的人，你没有成全，那么你渡的人只有让他更怨你而已。他的九泉七祖会怨你，因为你没有成全他，你把他引进来了，结果呢，你不叫他修行，有这个机会了，结果他没有成就，那他九泉七祖不怨你，怨谁啊？所以一定会怨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啊，今天你要渡人，你要有一套成全的体系出来，就好像呢你在教化这个小孩子一样，培育小孩子从小学一直教到大学，让他可以独立自主了，让他可以加入修道的行列，这样呢你才叫做真正的推展道务啊。你要求人，你把他求道，结果求道完了，什么都不管。或许自己在以前道场上也犯了很多这样的错误，那因为不晓得怎么去成全人，可是呢，喜欢去沾那个名，喜欢去沾那个功。明知为推展道务啊，其实呢是为了自己的名、自己的利。自己有银宝师的名，有这些讲师的名，自己呢赚到这个推展道务的功，这个德，结果呢，完全不知道良知本性的作用，只是呢人云亦云，人做亦做，结果呢，我自己也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自己的良知本性都没有流露出来。自己的脾气烦恼也没有去度化，结果呢，你想要去度化别人，一忙引众忙啊，那不是更严重吗？你自己在做什么你都不知道了，那不是更严重吗？所以今天要说济世界为大同，你没有在你的人根上，做人的基础功夫上好好的把它下好。跟夫妻关系处好，跟父子关系处好，跟这个长幼朋友之间的关系处好，你如何立人根呢？你如何推展道务呢？再来就是说推向立犯者得成。
推孝，孝是所有德性的根本。我想我们在道次宗旨已经强调很多次。那么老贤人在所有的德目中也独推孝这个字。他说孝呢，包括所有的德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只要一个孝字做到了，其他的7个德目都做到了。所以推孝呢，是今天呢我们推动道路首要的一个做法。我们家庭里面就是父子有亲，这个亲爱的这一面呢失去了。那父子都没有亲的，你想要做到夫妇有别，那更是难上加难。父子没有亲，结果呢，小孩子教育出来的已经是呢，能够哩哩啦啦的来到社会上去了，当然也是一个零零落落的一个人格。那这样的人格在社会上跟人家做人处事，结果呢，处处伤人，处处碰壁，惹了一大堆的这个是非人我。那么世间越来越乱，那不是从家庭出来的吗？父子关系没有处理好。那父子关系首推呢，就是子女的孝道，比父母亲的这个慈爱之道更加的重要。因为父母亲是长辈，他毕竟呢已经给我们的这个时间、精神还有肉体，他已经给我们今天有能力来讲述这件事情，父母亲给我们太多的恩德了。所以尽管父母亲他没有做到这个慈爱，我们还是要做到孝道。那这样呢，才是做人子的根。你这个人根立了，你这个家庭才会圆满。家庭不圆满，社会就不圆满，这个就是一定的道理。这个记世界为大同头那里记，从家庭里面记。家庭里面呢，就要从这个孝道先做起。现在世间人普遍没有在做孝道，没有行孝道，孝道沦落了。孝道沦落了，结果呢，你师道也成就不了。孝道跟师道是都很重要，但是呢，孝道更为根本。以前说忠孝两全忠孝这个不能两全的时候一孝做忠。但是呢，现代的社会我们要想想，一孝可不可以做忠以前的孝是因为呢，这个没有办法同时照顾父母，也没有办法兼顾到这个朝廷上的事情，人民上的事情，所以人民的问题呢更大更重要，所以一孝做忠。那现在不是这样子现在不需要你一孝做忠我们每天可以生活在家里每天可以跟这个父母亲相处在一起所以孝道没有做好，你如何把忠做好呢？你做不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这个推动世界大同，首先孝道要先把它立足起来。你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不管是哪一个种族你通通要讲孝道。你即使是原住民原住民你也是要讲孝道。孝道没有了，你这个原住民也没有了，这个我们要清楚。所以中国人为什么自古至今一直强调以孝道治国？以孝道呢为人伦的根本。以孝道为一切德行的这种原始的基础我们想到这个孝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孝是一条金线所以你以为一条金线是什么？你以为那个道统是什么？是孝字。
我们说孝，你看从老母，孝不是一个老字吗？一个子字吗？那个根源不是老母吗？不是上帝吗？那这个根源一直到这个无穷的子孙啊，这样才叫孝。所以尽孝尽于无生人，尽忠尽于弥勒天。那么你尽孝，同时就是尽忠。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公司里面，在团队里面，到底这个人对我的忠诚度怎么样？对老板的忠诚度怎么样？其实你只要看他的孝道做得怎么样，你大概就知道了。西方的企业家认为1%的忠诚度是99%的管理。也就是说用这个忠诚度啊，可以管理整个公司的这种业务制度。但是忠诚度是怎么来的？忠诚度不是要求来的，忠诚度是从这个家庭里面、人根里面确立出来的、培养出来的。所以在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就要去教育他，你父母亲你就要去关照他，你就要去灌输他。那父母亲怎么教呢？要以身作则的教，父母亲就要做到。我们孝顺儿子孝啊，点点滴滴看眼前啊。你孝顺了，你的儿子就会跟着孝顺了；你不孝顺了，儿子就跟着不孝顺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点点滴滴看眼前，就是屋檐漏下的水，滴落下的水都是同样一个地方。你看到它这个屋檐的水掉下来，都是那个地方，所以你就知道你怎么做，你的孩子就怎么做。这个是推孝的道理啊，推孝立亲啊，推孝立范啊，推孝到立下这个典范，是得成，你的道德才会有所成就。这个是孟子说推恩出于保四海。衍生到这个恩的意思呢，有无量无边的意义。那这个根结的重点是孝道，所以我们对于讲孝道不遗余力啊。我在年轻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那我跟父亲的关系呢，也不是很好，就是说。父亲呢，常常不在家，跟爸爸呢讲没有2句话，没有重要的事情呢，见面也不讲话了，所以呢，那个缘很薄。那跟母亲的缘比较深，那母亲呢，做牛做马一辈子，把我抚养长大，让我能够读大学。然后我也很幸运，读了大学就进入了活石堂，就修道。可是呢，我对于母亲这一层关系还完全不了解。我说完全不了解不是说有一点点不了解，是完全不了解，不晓得说这个孝道的重要性。那我这个人呢，又是能够觉得起感觉的记我不爱讲话。尤其是这些人情世故的事情要去找人要去拜访人这些人我是非常不愿意去做。所以点传师大概也对我这个人摇头了。点传师对我那么好，结果呢，我都不愿意打电话去他们家里面，因为我总认为打电话问好之后没有话说了，很尴尬，不晓得要讲什么。所以呢，干脆不要打。就过年过节，我从来也不去问一下点传师，向点传师请安。那对于母亲呢，
也不会去打电话，除非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不然不会打电话给母亲。家庭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那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做到了十足的不孝。好了，母亲年老了，不能够坐了，每天呢只能够坐在轮椅上，四肢也不良于行了，结果需要人家照顾，需要人家照顾了。那兄弟呢，没有人愿意照顾了，每一个人都想帮忙。那我要把他接到我家来住，我家在云林，结果呢，妈妈也不愿意，妈妈只愿意在家里面。在家里面呢，没有人愿意照顾啊，所以家里面的兄弟啊，只好把他送到这个安养中心了。把他送到安养中心之后，他还能够做什么？他已经不良于行了，还能够做什么？只有望着天花板数日子。那是多大的无奈跟悲哀啊！你看为人子的一个修道人，他没有办法做孝道，没有办法行孝道，是这么样的无奈啊！但是呢，事情无奈啊，你的心境是怎么样？心境是不是真的想要去孝敬父母？我也没有做到，我是十足的不孝，所以在孝道上呢，我是有很大的过错。我一直到老人家回去了，我总是想说，希望呢能够有一些功德来回向，可是呢，这完全是没有意义。生前不知道好好的孝顺，死后呢要做什么功德都没有用。虽然在伙食团跟着道场，但是呢，母亲能够沾多大的光呢？那所以想到这件事情呢，后学才知道说，这个孝道是很难很难。所以孝道成就的人，这一辈子就成就了。所以孝道为什么那么重要？那就是呢，老前人一直在强调，你一个德性做到了，所有德性统统做到了。所以今天孝道沦落是整个世界的倾向。世界倾向是这样子，所以呢，家庭就乱了，社会就乱了，世界也就乱了。所以我们今天讲记世界为大同，实在是这里面的德目好好的分析是讲也讲不完。但是呢，我们必须确立清楚，记世界为大同，你就是要从孝道做起，从这个原点做起，那就对了。从这个人根做起，那就是正确的。其他你不要讲什么这个清净无为，什么心性的道理，你不要讲那么多，你就是把孝道做好，其他的你就会慢慢具足了。你孝道不做好，你光去探究那些心性的道理，那些无为的这种玄妙的理论完全没有意义。所以为什么儒家收远？儒家收远是说叫我们把人伦做好，把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这些人根的道理落实在社会上，然后落实在这个国家天下，这样的国家天下呢，才有一个轨道的秩序，才有一个礼法上的一个运转。不是每个人都回去极乐净土了，只有这个世界没有人管了，世界没有人管了，让它自生自灭，这个是非常消极的做法。念佛的人当然认为他不是消极。大草庵道之宗旨讲到第19句，管世界为清贫。
那么我们必须先了解世界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那么它为什么又变得不清不平了呢？那这个现象啊，在我们之前的讲课之中已经讲了很多论述。那么呢，这个道理啊，必须一遍一遍的说，一再一再的这个说明啊，这样呢，听的人呢才会有更深的印象，才会更清楚了解。那虽然我们有讲过这样的观念，但是呢，我们必须呢一再一再的再把它强调出来，加深大家的印象，那会更清楚整个这个原文这种经文的这种来龙去脉啊。那首先我们讲世界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佛经那有一句话说：“万法皆空。”那万法皆空，其中有一项的原理原则，它是不空的，所谓的因果不空。那么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那因果是不是在万法之中呢？其实因果也是在万法之中。那如果万法皆空的话，那么为什么说因果不空呢？那我们讲这一句又跟世界清平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们必须来讲，所谓万法皆空，那就是呢，本来世界也是空的，世界也是万法之一啊，整个宇宙、整个三河大地，这个都是空的。那怎么变现出来的呢？佛经讲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我们的心变现了这样的一个净土。那么净土的好坏呢，就依照人的这个意识。那这个意识呢，储存在我们的八字田中啊，所以呢，叫做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啊，它会分别，会去执着，所以呢，它就变现成我们现在世界的这个样子。那么每一个众生所累积的这个业因这种果报啊，都是这样。我们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人道在这一道里面呢，他累积同样的这样的业习种子啊，积在这里。那所以我们看到的整个世界的现象就是这样子。我们看到有这个天空，有大地，有山，有海，有这个植物，有动物等等，这一些的现象都是人的心变视现所造成的。那世界是这样造成的，国家呢是依照人心这个物种的不同。比如说我们是华夏民族，华夏民族的这种生活，它的这个文化，它的语言等等的条件啊，聚集在一起，所谓人以群分嘛，物以类聚啊。那人呢，依照文化的不同，分别各种的民族，那组成呢各种国家的不同。那所以你看，在春秋战国那个时代，那是非常多国家了，大国就很多了，小国无数多了。所以这个国家的形成，那都是呢人因为有了生活之后所变现不同的整个一个面貌。
所以世界、国家乃至社会的形成都是这样子。那唯心所现，唯事所变。但是呢，我们这个道之宗旨，它是讲儒家的这样的一个理论，所以儒家不讲唯心所变，唯事所变。那儒家呢，在中国文化里面，它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主流啊。那这个儒家的思想，其实跟道家的思想是一体而两面。我们以前也在五教圣人之经典里面强调过，当我们在讲儒的时候，就是在讲道；那在讲道的时候呢，同时也是在讲儒。这个是一体的两面。那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挽世界为清平，要来解释世界的形成啊。那么在《易经》里面，他把它笼统的解释为是无极而生太极，太极而生两仪啊。那么无极一动啊，一动就会产生太极，太极呢就分判成那种两仪的现象。那这个一动呢，在佛经上讲，就是一念的不绝。这个不绝的现象啊，这个起心妄念啊，分别执着一个念头，就产生了整个上的大地，整个世界的不同。我们说净土上的不同。那所以有个天人，他所在的净土，那是非常高远的理想，在人类看起来，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净土。可是呢，佛经上要告诉我们，有所谓的这个佛所化现的净土，那这样的净土呢，又更是很美好。那所以你看我们的祖师，弥勒祖师、金刚祖师，那他化现一个弥勒净土，让我们呢可以回到那个净土，然后呢再继续的修炼，然后呢再回到我们的原始根本。那之中呢，还有很多的过程要去经历，所谓的普度收圆，平生万教，这些过程呢，我们还没有能够完成，还要继续努力。所以为什么仙佛的愿都是无始无终？那无始无终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心量已经跟弥勒祖师的心量契合在一起了。那所以弥勒祖师什么时候能够平收万教，什么时候能够收圆这个96粒圆通佛子，那他们的愿呢就是什么时候。那么我们再把它回来归宿到世界的起源。当无极一动而生太极，太极而生两仪，两仪有这个四象，再来是八卦，再来是种种的万事万物。那这些呢，在佛经的理论上讲，这个现象呢，从无极一直到8864卦的现象，乃至无数卦的现象，它是一时顿现的。也就是说呢，刹那之间就成就出来了，并不是我们现在历史学家所说的慢慢的演化所演化出来的。那么可见科学家跟这个佛他的认知认解有一点程度上的不一样。那因为佛这种高超的智慧人类还没有办法了解。那什么叫一时顿现呢？这个用人的智慧很难去理解这种东西那么我们只好用我们生活上的东西来比喻。比如说我们看电视，我们现在的有线电视有100多个频道，那么只要呢我们打开电视，拿着这个遥控器，随便一按，你就可以跑到那个画面上去。比如说你要看新闻台，
你要看戏剧台，综艺节目台，或者是说这个自然动物的国家地理频道这种电视啊，你一转，它的画面马上就变现了。那之中当然也有色情的，也有暴力的，也有种种让社会混乱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但是呢，也有教化的画面，也有纯教化人心的，也有宗教的画面。那所以呢，当你在选择这个选材器的一个画面的时候啊，那个就是你的这种事变。我们刚才讲心现事变，你的意念变现出来了。譬如说你想看新闻台，好，一按下去，新闻台马上出现。这个马上出现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一时顿现。那它不是慢慢形成的，而是一下子就形成了。那人的意识呢，就可能造成这样的一个画面产生。那么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世界。那所以世界的形成啊，就形成这个五花八门啊，形形色色的各种物种、各种色相啊，成立在我们的眼前。那么世界呢，从无极太极一直到两仪四象，这个呢，这一种过程啊，那就是一种很自然的形成。你说无极为什么会变成太极呢？无极一动而变成太极，这为什么？这个动是为什么？这个动呢是没有原因的。你看以前我们的这个书本里面记载，尧舜那个时代，他们的这些人民啊，都非常的善良。所谓的路不拾遗啊，夜不闭户啊。这样的一个世界是非常的清贫的。那他们这些人呢，来到人世间，然后完成他们的使命任务之后，然后就回去本来的家乡，回归本来的面貌。那他们呢，在那个时候呢，为什么需要来治理这个世界呢？那么可见呢，这个人的一念的动啊，有太深的这种执着了，也就是说，人的动啊，已经是一种很好像例行性的这样的一个轨迹在走。无极一定会动而生太极，那太极呢就演化成两仪四象，这个呢就是一种自然的道理。那所以啊，仙佛要派人来治理世间，这个道理呢，也就是因为人的这个一念不绝，一直在重复在产生。那世界的形成也是重复在产生。你看世界本来是没有世界，后来变成有世界了。这个洪荒的世界，一直到这个文明的世界，到现在科技的世界，这些呢都是在人的变现当中不断的在这种演变的过程。那整个过程啊，都是随着人心的意念来变现。你看现在人的心的意念已经进步到这种科技的时代。如果没有灯光，没有这些电器产品，那么人在今天的生活，可能呢会过得很痛苦。但是回归到100年前，那时候呢还没有灯光，还没有这些电器、科技用品这么发达，人呢还是在那个环境的生活的很自在。那为什么现在人回到古时候的生活就不自在呢？那可见呢，那个心念、新的事啊，已经不断的在变化。那在不断的变化呢，就产生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一个主题，就是世界清贫的一个问题。那世界为什么不清不贫了呢？那么在尧天舜日那个时代，是儒家，也是我们华夏民族
也是所有的修道人所要这个努力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净土。当那个净土，那不是佛菩萨划线的一个净土，而是呢从无极、太极一直到两仪四象这样呢变现出来的一个一个国度啊，一个文明圈啊。那么当人心有所不觉，他那种不觉的里面意识啊越来越多的时候，那就造成整个世界它的波动的现象呢就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整个世界的层次啊会越来越混杂。那如果说我们用仪器来检视我们的这种脑波的状态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到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思念、我们的意念会这么纷杂？那么也可以呢体现出今天的世界为什么会这么纷乱。那么世界的纷乱就是起源于人的心念的这种纷杂。所以当人心不清了，我们清相对于就是人的这种迷惑，人的一种邪思，人的一种懒惰，所以造成了整个世界不清了。那么我相信尧天顺治那个时代啊，人人安分守己，那么守着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还有道德人心，那他们的心呢是达到一种比较清明的状态。那种状态的人啊，他很好教化，所以圣王出现在人间啊，只要一条法令规章下来，那他就遵守。他只要照着圣人的话去做，那他就可以回去。那现在呢，圣人即使出世了，他极力呼吁，也没有办法将人心导向归正。那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整个混杂的程度已经越来越乱了，而且呢越来越多元。那所以呢，在人心迷惑、偏邪以及呢污染的状况之下呢，已经不清了。这个地方已经不是净土了，而是一个浊土。我们说五浊恶世。那五浊恶世这个名词啊，在佛经就有记载了，所以可见呢，在佛陀那个时代，整个红尘世间呢，就已经成了五浊恶世。那所以到现在3000年来，人心的变化更加的严重没有圣人，没有佛在教化，所以呢，在这个末法时代啊，老母不忍心所以降下大道，然后呢来挽救人心了。那么这个老母也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主宰者，那他呢是因应了整个世间的灾劫而降的。也就是说，现在世间呢已经乱到一团纷乱了。一团纷乱呢，你总是要有人来收拾残局嘛。所以呢，有时候有封神榜。那现在也是进入一个封神的时代了。那么把这些呢所谓山妖水怪通通都收起来。那各收各的缘啊。所以圣人收圣人的缘，这些佛弟子收佛弟子的缘。那当然了，山妖水怪收山妖水怪的缘，各收有缘人啊。大家都要封了嘛，已经要整个封起来了，世界要重新开始了。所以呢，必须呢，这个时候呢，必须有一条很正规的大道来引导这些善良人士啊。这些有缘的佛子啊，能够呢回归到他们本来的家乡。那个家乡呢是属于清的、清明的，属于平等的一个净土。所以平这个字眼呢，是相对于对待这种高下、好
坏、是非而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啊。那平在净土是没有所谓的不平等啊，人人都平等。那么人人平等的出发点是基于整个佛性上的平等、自性上的平等。我们记得讲过人人都第一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各个都第一，在各种万物之中，每一个万物都是第一。我们用我们的人生做比喻，耳朵在听上是第一，眼睛看是第一，鼻子闻是第一，那么嘴巴呢？嘴巴是尝味道、讲话第一，它各有它的第一的功能，所以无可取代。那么在这个第一的这种观念之下，就产生了所谓平等的这样一个思想，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第一，每一个人呢都是有他的立足点。那么相对于在我们整个世间的环境呢，也是这样子。所以天生我材必有用啊，每一个人都放在一个很安然的立足点上啊，去从事他的这个人生的义务跟使命，这个就是平等。那他的人生义务跟使命如果已经完成了，那他就回归到这种世界的进度。那你会说这个是佛教的观念，但是儒家的观念也是这样子。那儒家呢，虽然是允许我们人世间的不平等，但是呢，这个就是人世间的现象，所以不平等才是真的平等。所谓世上不起等事啊，全凭一点真心啊。那么《关圣帝君》里面的这段经文啊，给我们做了这个平字啊最好的注解。那么世上呢，一定会有各种不平的事情，因为呢，我们这个是相对的世界，红尘俗世。那红尘世间里面呢，一定会有对待，有高的一定有矮的，只要你现那个相啊，那个相呢就有所谓的分别。那么谁能够把相看到性呢？从相看到性，那这个人呢就是开悟的人，就是圣贤人。现象不二。那么现象不二的道理啊，在儒家讲，就是关圣帝君的这句话：世上不起本事，全凭一点真心了。也就是说，每一个众生，它都存在一个真诚的原点，用这种真诚的原点来待人处事，那么这样呢，就是产生了一个平等的世界。也就是说，虽然你现的相，有可能是员外，有可能是这个官员，那么你是富贵人的相，那我现在是乞丐，我现在是平民相，但是呢，我们里面有一个是平等的，它就是一个真诚的原点。那这个诚呢，是我们自信的流露，也就是说我们自信的代表。那么这个自信是平等的，我们可以成为圣人，可以成为佛，就是依凭着我这个真诚点。那你可以成为圣人，你也可以成为佛，也是依凭的。这个跟相没有关系，跟世间的这些依报是没有关系的。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你从乞丐身上看到了他的这个自信的原点，看到了那一点佛性的话，那么你就能够做到真正的是性相不二，真正的做到全凭一点真心呐。这一点真心呢，你用你的自信把它流露出来，
然后呢，将这个真心呢，付诸在你所看到的人事物身上，那你就做到真正的平等。那所以说，我们说挽世界为清平。那么这个挽世界为清平啊，我们现在呢，不管说太极变两仪，两仪变四象，已经不要去管那个为什么会成为世界。世界的这个来由啊，我们大概有一点基础上的了解，但是呢，我们现在重点呢是要放在如何挽。如果将这个清平再把它挽回来，现在清平已经不见了嘛？那么在怎么样的条件下，怎么样的做法下，我才可以让这个世界挽回清平？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末法时期所应该努力的方向。那么国父曾说，他说：“国者人之基，人者心之器也。”所以国家的治乱系于社会之荣辱，人心之正也。那么从他这句话呢，可以了解，国我们把它说为是一个整个世界。那国呢是人所累积而成的，那人呢又是心之器，人又是一种心的一个容器，也就是说，它整个控制权是在心。那整个控制在人的心，所以呢，这个人心上面的一个调整啊，成为挽世界为清平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枢纽。那所以如果挽就是在人心上下功夫。那人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人心怎么会把整个世界搞到这样子乌烟瘴气呢？其实啊，这个我们不是在说现代人，只要是人从以前到现在，只要是人，都会慢慢的走向这种混乱的现象。因为人本来就是在这种二元对待的世界，所以呢，他一定会有偏心的一面。那么要完全放下，完全的这种摒除这种不平等的现象，这种清净的状态啊，那除非是做到这个圣贤人的标准，做到佛菩萨的标准。那所以呢，圣人他要透过这种世间的教化透过圣人的经教来将这种圣贤大道介绍给百姓，介绍给民众因为民众不懂，他们这个亲近平等的状态啊，跟圣人是没有两样的。他们不懂，那他们不懂了，就要有人去教。那这个教，现在谁在教呢？现在就是透过经教来教。那么我们已经没有名师，名师离我们而去，这些大德者渐渐的离我们而去。那我们要依止什么样的言行来作为一个标准呢？只有透过经教，透过经教呢来作为我们修身处世的一个标准。那么经教呢，必须要有人去推动。那这个推动呢，包括了你去实践，包括你去演说、弘扬它。所以我们今天说道之宗旨，道之宗旨已经传了这个20-30年。但是呢，道之宗旨呢，如果没有人去讲，没有人去推动，那么道之宗旨呢，还是没有办法落实在社会上每一个角落。你说挽世界为清平，那么这个不清不平的原理从何而来呢？如果说我们知道已经人心是引起的，那么人心呢，
它为什么会不清不平的呢？这个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人这个肉体需要活着，那活着呢，你需要一个物质，物质就是所谓的经济条件。那这种经济条件呢，通常会打乱我们心的清平，而致使呢，我们为了经济条件，而呢忘记了我们是这种人心的一个原理原则。大家追逐这种经济条件，中国人讲这个叫利。孟子讲得更好，上下交争利是国我义。上下每一个人，从国王一直到平民百姓，都是为了利而在生活。国王为了想得到更多的国土，更大的这些人民来支持他。那么他的臣子呢，也怀着利益来侍奉国王。士农工商呢，每一个人都是为了利而来从事他们的工作。整个国家呢，充满了利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败亡。因为利占满了人心之后，清贫的现象就没有了。你怎么能够没有迷惘，没有邪心呢？没有污染呢？已经是不可能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儒家里面第一个修身的方法叫我们格物，处事的方法叫我们自知。所以格物致知是整个修学人他一个很重要的最基础的入门功夫。所以这个世界的清贫就是从这种格物致知下手。当然像上下交争利那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那尤其是到了现在21世纪了，这种交争利的现象那已经是普遍存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了。人们为了利可以这个不顾一切，那不顾一切的结果就造成整个社会一个大动荡、大混乱。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的时代乱、世界乱，这个乱的根源就是从我们的心要去追求利，而把这种义给放弃掉了。人本来就有的这种公义、这种仁义、这种正义他不要了。他只追求眼前的享受，眼前的利益那么眼前的利益就形成一个贪字。你看贪那个字是不是金贝那就是眼前的利益眼前的利益他不管了后代，他不管个20-30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当他造下了这些因，20-30年之后要承受这个果的时候就痛苦了。你看我们现在台湾就承受了20-30年前大家不晓得维持清贫的一个心态，要种下了今天的果，大家就要去承受。地震、土石流，气候异常，整个气候暖化。那现在已经11月多了，天气还这么热，所以造成整个世间一种大动乱，人心更加浮动，更加不安这是上下交争利的现象。那么一个利的一个源头人放弃的这种平常的道理，做人应该有的这种原理原则，人放弃了。那么应该有的原理原则在儒家告诉我们，就是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这些五常之道你不管说你是说哪一个，所有的伦常之中，你只要做好一个，那其他的就会跟着做好。所以《左传》里面他讲了一句话，
人气长则妖心，人丢弃了这个常理常道啊，那么妖魔鬼怪就会兴起。是不是看到我们现在社会其实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没有做，还有一些有志之士啊，不断的在那里呼吁，不断的在那里推动在那里强调整个圣贤人的教化，那么现在的社会啊，真的是不敢想象。世界末日一定会有到来的一天呢。那只是说提前到来还是延后到来？那么我们接受圣贤先佛的教化，我们有责任让这个世界末日延后到来。延后到来的原因是因为让人民呢能够受教化更多，在这个更多的熏习之中啊，让他能够开启他的那个自信的觉知那一份这个迷惑，那一份邪思，那一份染着，通通净除掉，然后达到一个真诚的原点。这个就是挽世界为清贫一个主要的做法。那么常是我们说的常道，常道在我们的人的生活之中，就是所谓的五伦。当然五伦里面有八德，八德是对内，那么五伦呢是对外。五伦就是我们人生活在每一个条件之下所要面对的一种原理原则。父子有亲，这个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个是五伦的一个常道。那你不管在哪一轮里面，都具备着这种八德的一个操守，具备了这种五常的一个原则。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呢？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或者是说忠孝仁爱心义和平。所以人气长则妖心这句话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现在呢，五伦之道没有人在强调，不管是在哪里，在台湾，在中国，大家呢都为了利，大家都向前看齐。那么利呢，这种观念不除的话，我们这些伦常之道很难去恢复。那么利没有错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上的利，维持我们的生活条件，经济条件，或者是说物质上的条件，这个是作为人必须要有的一个生活基础。但是呢，如果说太过于追逐，或者是说你放弃你的原来的去追逐利，那么整个生活就变掉了，整个人生呢就已经扭曲了。那这个太过的现象，就形成今天大家这样追名逐利的一个现象，让人心不安，社会动荡。为了眼前的小利他不惜以身犯险，作奸犯科犯下种种罪行，甚至呢不惜呢造下种种因果，也不晓得自己后来的果报会怎么样，所以呢一味的去追逐。但是如果细的你把它分析下来，如果说我们能够从小就建立这种五伦之道，让这些学龄前的小孩子就接受到这种五伦的教化，那么是不是呢？整个这个家庭会，那它就会比较达到一种正常运作的轨道呢？
是肯定的。所以为什么圣人佛菩萨会应化在人间？他就是为了让人导向一种正常的生活，回归自然的生活。自然的生活是什么？就是五伦八德。我们说父子有亲，你看父子有亲，这是整个儒家教学的一个原点。我们出生就一定有父母，所以呢，父母跟子女之间有一种亲爱的关系。这种亲爱的关系的那个爱呢，是自信的流露，这种爱的范围会扩大。所谓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那这样的爱呢，它会扩大到整个这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所以呢，每一个宗教，他们都讲爱，仁爱、慈爱，这个博爱，都是在讲爱。那么这个爱呢，跟世间的爱最大的不一样呢，那就是这个爱没有私心。世间男女之间的爱有私心，有私心呢，就会造成占有，就会造成执着。那么占有执着呢，就会形成一种这种迷惘、邪思、染污的现象，就是不清了。你会把对方看成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不平了。那不清不平呢，在你的这个身上产生出一个温暖的现象，那你的磁场呢，就会干扰到整个环境的磁场。比如说你的家庭、你的公司、你的团队，就会形成一种温暖的现象。这个温暖的现象如果扩大，就会形成整个世界的混乱。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世界末日造成的来源，你没有办法置身事外。你不要说这些都跟你没有关系，其实呢，跟你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呢，一切都是因为你才造成这个现象。那这种现象呢，很有趣。在西方科学家有一套叫做蝴蝶的效应。那这个效应呢，就是有一只蝴蝶，在中国，一只蝴蝶它拍动了一下翅膀，那个翅膀这种引起的风的这种震动对，就形成一个连锁效应。结果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形成一个大风暴，就是这只蝴蝶产生出来的。那么这怎么可能呢？他说有一只北极熊，那它跳到北极海里面，这个北极海它那个波水波就这样一直涌，就涌到印度，造成印度的那种大海啸。你说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在说天方夜谭。其实不是天方夜谭。如果我们想想，星星是否可以燎原的话，那么你应该相信这句话是真的，这个理论是实际存在的。那这个理论说明一个现象，也就是说，每一个整个世界的灾难的产生都是从一个很微细的范围、很微细的这种原因所产生的。那这种原因呢，因为累积了这种巨大的能量，然后爆发出来，我们看到了这些灾难的产生。所以今天气候异常，这个已经不是说一时，或者是说一个人产生了，它是一种能量的累积是在我们人每一个人，他在点点滴滴之中累积成那个巨大的能量，造成现在整个世界的灾难。所以是谁造成的？是你造成的，是每一个人造成的。所以罪魁祸首不要怀疑，
罪魁祸首就是你。所以呢，要改变世界，要从你开始，你自己开始改变起，或者是说从我开始改变起。每一个人从他自己开始改变起。我们现在科学家努力的在扭转整个气候异常的现象。他们发明了很多种方法。如果我们有详细去看过那个国家地理频道的报道，我们会发现到很有趣。科学家应用科学所极尽之能事，想要改变整个气候异常的现象，尤其是减少碳的排放量。但是呢，我们如果说从整个因上来分析啊，其实科学家所做的，它的范围很有限。它的范围呢，所能够扭转的现象啊，没有办法阻止整个气候异常，或者是说整个大灾难的这种发生，它还是会发生。如果说我们再从江本胜博士他那个水的实验来说明整个现象的话，会发现到说，原来每一个物体啊，它都有法性。这个性的存在啊，跟我们人那个自性的存在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它有法性，所以呢，它有见闻觉知，它会听会看，然后呢，它也会表达。所以当人对于这些事物啊，他用一个平等心来对待它的时候啊，那么万物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它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它会给你一个很好的一种回报。但是呢，人用不平等的心对待了，比如说糟蹋这些纸张，糟蹋的食物，糟蹋这些万物，这个万物呢，也是用不平等的心来对待我们，所以世间就变成这样子。那如果说万物也有法性的话，那么我们要尊重，它也会成佛。那这个未来佛，我们现在糟蹋它，结果呢自己受果报，受果报的现象就是世界末日。所以你看看科学家，他们用从果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呢没有解决问题，但是呢也是有它的好处了。他不断去强调让人们有所觉醒。那真正的问题呢，要从因上来解。因上解，那就是从人心它的清贫上面去把它扭转，不要让它再迷惑，不要让它再存邪思邪念，各种染污的这种念头。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心存清贫，那么整个世界就会改变了。那么每一个人心存清贫，这个事不太可能。但是呢，他从江本胜这个博士他水的实验啊，他可以告诉我们，人的心念啊可以影响一切。有这个精通学会的人，那么他呢做一个试验，他希望呢南北极的冰减缓融化。那他用什么方式呢？用念佛的方式。他念观世音菩萨，希望呢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佛号啊，能够阻止南北极融化的速度。结果呢，在同样的冰中啊，对于有念佛的跟没有念佛的，那么这整个速度上就差很多，融化的速度就差很多了。那所以呢，他这么一个理论嘛，也就是说，人如果能够时常起这些善心善念，圣贤菩萨的心念，来面对这些万事万物的话，那么万事万物这些依报的现象啊，它会呢减缓它的毁坏，也就是说减少它的一个动乱的现象。那么它
给我们一个好的环境，我们生活在好的环境里面，那么自然呢，就会回归到我们的身心，我们身心的会更加的会觉得珍惜，更加的要去维护它。所以从这样说起来，一个人怎能不随时把持住他的心念呢？孔子他曾经讲：“诗300，一人以蔽之啊，谓之诗无邪。”他说《诗经》啊，他整理出300多条的这样的一个诗文，那他都把这些民间的歌曲、民间的这个我们说俚语啊，或者是说民间的这种民谣，把它揭露出来，把它摘选出来。那他说整个《诗经》用一句话来说，就叫诗无邪。思想没有邪念，没有这些邪思邪念，他们思想都很纯、很清、很平。所以《诗经》那个时代的人民，他们呢可以处在一种很清贫的状态，可以生活。那他们呢有点像尧天舜日。如果说他们能够这个听受圣人的教化，那他们呢做完使命他们的责任之后，他们也可以回去。那么我们现在呢读了《诗经》300，也不可能诗无邪。那么必须怎样呢？必须透过圣人、佛菩萨不断的来教导他，所谓长期熏修啊，所谓一门深入啊。那你不断的透过这种讲学，透过这种例行去教化百姓，让百姓呢真正了解到一个本心的发露，一种清品的这样的一个修为，那这样才有办法来改变整个世界的现象。你看《诗300》，它这个背后的意义啊，它告诉我们，那就是说人们的这种歌唱，这些民俗、这些民谣，它的出发点是很纯正的。同时用这些出发点纯正的歌谣来教化百姓。那么我们现在也可以用这些戏剧的方式，也可以用各种唱歌的方式，用这个种种方式来教化百姓。只可惜啊，我们现在还没有一家电视台，还没有这种专门在教化百姓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都把它归属于宗教。其实呢，教化百姓并不是宗教，它是一种自然的教化，一种社会的教育。你看演戏，以前演的都是忠孝节义，演的呢，这都是这些正面的形象。那这些呢，透过民间的这种戏剧啊，来把它表彰出来，让整个社会的教育啊，更能够得到一种落实的这种化育啊。所以以前的戏剧是很好的，但是现在戏剧没有了，这个是非常可惜。当然我们也不期待现在这样子，但是呢，必须有人去做。也就是说，整个戏剧的倾向啊，除了说声光效果，除了说整个这个剧情的带动，我们应该在里面融入一点这种道德伦常，
这种社会自然的教育在里面。当然，这个是必须经过巧思啊。现代的人，你直接跟他讲伦理道德，他是听不进去的。那么，即使是修道人，对于儒家这一套，那他也是见怪不怪了。所以呢，要把它透过一种很自然的包装成一个现代人可以接受的一个产品，然后呢，把它发表出来。那这个产品呢，是可以有教化作用的。我想到以前在写布袋戏的时候，那么透过这种布袋戏啊，将仙佛的训文把它发表出来。因为布袋戏是古代的人，那么三教九流都有，所以三教九流之间有一些比较高格上的对话。那这些对话呢，我们是可以从这些对话之中把它展现出那个教化的意义。所以呢，我就去抄那些仙佛的训文，把这个仙佛的训文呢，把它写在剧本里面。那当然了，一部剧情，这个100分钟，假设100分钟里面有10分钟这种教育的这些文字啊，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呢，就已经达到作用了。所以很多人他看布袋戏，他就可以得到一点教育上的一个省思，伦理道德的一个反省。他也可以从剧情里面得到一点圣人的教化。那么这个也不失一种戏剧性的效果。但是呢，这个毕竟呢，都要有人去做。所以呢，你看，戏剧要有人做，舞蹈有人做，这个民俗有人做，音乐有人做，乃至呢这个写作有人做，这些人呢，都要遍布在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之中。所以一个人怎么搞得起来呢？一个人没有办法。所以孟子说啊，天下利源自于道啊。你可以想见他所说的道啊，如果从我们道场现在讲，单单这个名是一词啊，单单这个名之一词，是一个正知正觉上的认知，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名师的这个字啊，需要透过人的教化去宣扬它，去推动它。这个人是仙佛所没有办法扮演的。因为仙佛呢，他没有办法在每一个人事物的环节上呢，来出现来教人。那只有谁可以教人？只有圣人，只有圣贤人，只有这些君子，所以才叫做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嘛。你大德敦化还不够啊，你还要小德川流。小德川流才能够带到每一个这个街头巷每一户人家。所以你看长江是一条主要的河道，可是长江的那个支流非常非常的多。有了这个支流，然后汇集成一个巨流，然后呢就能够润泽百姓，那才是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所以我们刚才讲《诗经》，然后讲到戏剧，所以想到说，我们每一个生活上都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圣贤君子在其中。那各行各业有君子人物，有圣贤人物在其中啊，那么圣人的教化就会呢，永恒不衰。这个名士的教法也会呢持续的流传下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说剃头发，没有出家，没有出山洞？这个就是因为儒家的一个修行就在每一个生活里面。那生活里面要有道，
在哪里显现呢？在你的言行举止之中啊，在父子有亲之中啊，在君臣有义、夫妇有别之中啊。所以我们特别把这个五伦之道啊做一个详细的解说。那其实呢，那只是点到为止，它没有办法说进里面的道理。我们抓出来这种根本的重点，那就是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这样的一个伦常能够确立出来，父母亲对儿女们是一种慈爱的表现，尽人父母应该尽的责任。那为了子女对于父母进行孝道，尽儿女应该尽的本分，那么整个伦常就可以贯通起来。而且这些伦常也可以周遍起来。你是一个孝子，那么你到了公司一定也是一个忠臣，你一定也是一个尽职的员工啊。你在社会上一定也是一个言而有信的朋友。你这里面的家庭一定也是一个很圆满的家庭，所以齐家嘛。你看，从父子有亲一直到整个这个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呢都是环环相扣，归结点都是在那个父子有亲这个亲爱的部分。所以人需要爱，大爱，需要这种仁慈的爱，需要这种无伪的爱。这种爱呢，是挽世界为清贫的一个主要的力量。这个爱的出发点是因为没有迷惘，没有污染，没有邪念，你真正的去爱一个众生，你把众生呢看成像是把他看到他的本性，看到他的佛性，看到他的法性。那他的佛性到这宗旨，我们继续讲到挽世界为清贫。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说，世界的乱源是人人呢争名逐利，每一个人自私自利所导致的整个天下动乱的现象。那么为了争名逐利啊，会产生各式各样的邪说邪见，充斥在整个人世间呢。那么没有智慧的人就会被迷惑。当然，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迷惑才来到人世间的。那所以啊，圣人、佛菩萨才会降世到人间，来跟大家开导。所以孟子有一句话说：“古之学者昭昭，使人昭昭；今之学者昏昏，使人昭昭。”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古大德用这种开悟的方法，用明理的方法，错误到整个良知本性，整个人的这种道德全体。那么他用他的错误的经验呢，来教导学子，使他们也走向光明的绝路。这个就是昭昭。所以这个昭是昭然若揭这个昭。那他说呢，今之学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今之学者呢，用他迷惑的道理，昏就是昏昧嘛，迷惑了，用他昏昧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啊，让自己昏昧的这个愚行啊，要帮助人家来开明起来，开悟起来。那这个呢是完全错误。也就是说，以盲啊，这是不可能的。本身不明的，不可能使人明的。没有明师的教导，你不可能成为一种开悟的人。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孟子讲的这个
古之学者啊，今之学者啊，我们可以发现啊，在孟子那个时代啊，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很古了，2000多年的时代了。那么大家都还有这样感叹呢。那么2000多年前，在孟子之前的学者，用开明的方法、开悟的方法、明理的方法来教导学生。那他那个时代的人呢，用这个不明理的方法、迷惑的方法来教导学生。那所以你看，孟子那个时代已经是迷惑不堪的了，那么何况是又过了2000多年，到现在21世纪啊。那孟子里面呢，提到2种人物啊，是最需要排除的，那就是呢杨墨之徒啊。杨朱跟墨子的理论啊，被他称为无父无君啊。那么无父无君呢，就是野兽，所以孟子很不客气啊，就直接点出这些人的思想就是野兽的思想，把人民呢引到野兽的路途啊，也就是说三恶道啊。所以你看，在孟子里面呢，力辟杨墨之说啊，为了排斥这些异端邪说啊，孟子用了很强烈的这个字眼，以及很大的篇幅啊，来诉说这种现象。他说：“世衰道伪，邪说暴行诱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圣王不作，诸侯放肆，处事横溢啊！杨朱墨翟之言引天下。”你看这段文章啊，是在孟子同文公的下篇。那所以呢，杨墨之道不息啊，孔子之道不住啊。也就是说，这些邪说邪行啊，如果没有从世间上消失啊，那么圣人这种圣王的道啊，孔子的道啊，就没有办法彰显到人世间。那用这样的观点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21世纪啊，如果说那这些邪说邪见啊，这些邪思邪行啊，如果没有能够消失啊，那么我们这些圣人的这种真理、名师的大道啊，就没有办法普传。大家呢会认假为真，以幻作真啊。那这种现象呢，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是比比皆是啊。杨朱墨翟之言现在已经超越了杨朱墨翟啊，现在各种邪说都有。所以为什么说佛陀曾经在《楞严经》里面讲过，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邪师到底是谁啊？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今天如果好好的反省，其实呢，现在的媒体、现在的报道、现在的新闻，这个呢都是邪说邪见。你看那些报道八卦的，花边新闻的，或者是说政治口水的，那些报道对人的良知本性有没有作用呢？没有作用，不但没有作用了，而且呢，污染了我们的政治正见。现在的一个政治人物带着辣妹出去玩，结果呢，被争相报道，被争相呢这个挖掘，把他的内幕啊，把他通通的把他挖出来。最好了，连他的祖宗八代的内幕消息啊，统统把它挖出来。这个新闻人员啊，极尽他的职务之能事啊，把人家的隐私啊，全部都挖出来。那这种现象呢，
其实就是邪说邪行，这些人就是邪师啊。所以我们说邪师说法如何莫诈，那邪师不是一个老师的样子，而是各种引导人的那种理论跟说法。你看媒体是不是引导人？他每天播放了这些讯息，在强调了这些画面，不断的充斥在我们的脑筋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这些东西之后，结果呢，渐渐的就被它染污掉了。这个是邪说，这个是这个孟子啊所要立地的扬墨之言啊。这些言行如果没有消弭，那么圣王之道、名师之道是没有办法普传在这个世间的。那所以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白养的修行人，我们更是需要的，要把这些邪说邪行要把它排除掉，来彰显我们这种名师的教法、先佛的教法。我们不能够再用昏昏的道理来帮助人家开悟，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是不可能的。用迷惑的道理来教人，一定能使人迷惑，绝对没有办法说使人开悟的。所以你看，名师才会出高徒。那么这个迷师呢？迷师怎么可能会出高明的徒弟呢？迷师教出来的这个徒弟啊，一定也是邪见。所以我们这种道理啊，要认究清楚之后啊，来想到孟老夫子他讲的这句话：古之学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当然，我们不可讳言，古人总是有这个贵古见今这样的一个思想，即使到现在呢，都还是这样。我们修道人也是这样子。那么毕竟呢，古人他们的那一阵这个修行啊，他们的道德良知啊，还有他们的那种感召啊，总是呢比现代人呢还要少。那他的见解呢，总是比现代人还要深。因为呢，他所接触到的这个讯息呢很少。很少人染着就少，染着就少了，所以呢，他这种很自然的那种自然之道的流露啊，就会比较多。所以古人比较善良，这个是无庸讳言的。古人要开悟比较容易，这个是一定的道理。那么现代人开悟的，我们几乎没有听过。不要说看了，连听都没有听过。那么在这些宗派之间没有开悟的人，那么我们到底要依止谁呢？谁才是今天能够挽世界为清贫的一个主要的方针呢？所以这个老师啊，他告诉我们，今天是末法时期，白养时期啊，白养时期儒家收敛，把这句话呢用对方向那就对了。真正的课题就是用儒家为主要的思想，为主要的这个生活的依据啊。儒家的思想成了我们今天挽世界为清贫最大的一个根据。那儒家思想它在哪一方面呢？这个孟子他曾经说：“天降生民啊，做之君，做之师啊。”那大学又补了一句：“做之亲。”所以呢，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是现在呢挽世界为清贫的主要的做法。
那么这个是谁在做呢？是每一个人在做。啊，这个不是名师在做而已哦，也不是老板哦，也不是父母哦，这个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做到军亲师的标准。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带动这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带动整个国家乃至世界。所以要挽世界为新品，一定要从自己这种正己成人开始下手，你才能够以其招招使人招招啊。那么我们今天必须要清楚了解，我们本来就是圣人的原貌，我们本来就是佛。那么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成为佛，不能够成为圣人呢？那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昏的知见太多了，我们迷惘太久了。所以呢，这些业障啊，累劫的习气啊，造成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良知本性，没有办法了解到我跟众生是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觉悟了，以至于说，其实要做到军亲师，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做到。那所以你必须先要求自己。你要求自己要回到本来面目，回到本来面目不是名师给你的，所以名师并没有传道给你，也不是呢仙佛加持给你。你要晓得，这个求佛、求神啊，这个是表象上的恭敬而已啊。如果说你内在的那一份虔诚恭敬的心啊，没有做出来，那么你求的只是口头的功夫而已，神不会帮助你，仙佛也不会加持你。你要知道，你的这个习气毛病，你的这个邪见，都还处在你的身心之中，你的八识田中啊。那么即使仙佛有心要救你，你也会婉拒，你也会不能够接受。所以修学人今天最大的一个课题就是呢，你要懂得放下，把一切的这个邪思邪见啊，不正确的知见啊，通通都要放下。所以我们还记得在《法华经》，佛陀出现在人世间，他就是要告诉众生这件事情，帮助众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所以佛跟众生是两个相对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众生如果成佛了，就没有所谓的佛跟众生的差别。但是因为众生没有办法了解到佛的境界，所以佛必须用佛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这样的一个言行啊，来教导众生。所以放下你的邪思邪见，放下你的贪嗔痴爱，放下你的这个名闻利养。我们知道说，放下呢是从内心真正的下功夫，不是换对象。你今天把你的这些外在的工作放下，你专门在道场服务，可是呢，你在道场服务还是有名闻利养，还是有这些贪嗔痴啊。那么你只是换个对象而已啊，你并没有真的放下。放下不是要你换对象，不是要你换工作。这个观念呢，我们必须清楚了解。所以呢，有的人认为说，我什么工作都不要做了，我就是专心的在道场为人民服务，为众生服务。佛没有叫你放下你的工作，仙佛名师也没有叫你必须放弃你现在的工作，他只是要你在你的26时中随时保持住你那个觉悟的本体。你这个良知本性你时时呢要能够知觉。
它就在此时此刻，就跟你身心合为一体。所以你身心的这样的一个发露啊，是这种良知本现的良知本性这个道体的视现，但是你不知道，所以呢，你的良知本性呢所视现的变成只是呢一点点，它没有办法真正的主持用事了。所以身体被这种习气毛病五欲染着所牵缠了，以他们做主，所以你的言行都是脾气毛病，而且呢，脾气毛病不是发一发就了事了，那是越发越多，越增越严重，越直越厉害，这个是脾气毛病。其实呢，这个就是邪说啊，这个就是邪思说法。如果不是这个邪思啊，我们今天不会说用昏昏的道理来使自己昏昏想要帮助别人稍稍这个我们要仔细的去思索清楚，去思索这个道理。还记得以前有一则新闻报道，也震惊整个世界，那就是飞碟会的预言。那这个飞碟会呢，是在美国的一个团体，他这个主持人呢，听说也是华人。那他说呢，世界快要毁灭了，但是呢，上帝要救这个善人，所以呢，加入飞碟会的人呢，就有资格接受上帝的救赎。那他曾经在报上发表一个消息，就是说在1998年3月31号，上帝呢将会派遣飞碟来接引这些人，接到哪里呢？当然就是他所说的净土他们说的天堂。那么他在这个电视上新闻媒体上发布这个消息这个大家呢都很期待上帝驾飞碟来救他们。那到了3月31号那一天呢晚上的此时一大堆人都在那里等飞碟的到来，也等上帝的到来。那当然很多新闻媒体也要来报道这件事情，所以呢满山满谷都是人要来见证这一件历史的大事。结果呢，我们大概也可以猜想得到，结果呢，上帝没有来飞碟也没有来，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那么人家就问这个主持人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上帝没有来呢？你说的话到底能不能做主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就说他不晓得为什么上帝没有来他这个上帝为什么会骗他？所以他自己也打了一个问号。结果呢，飞碟会就这样销声匿迹了，再也没有听过。那想想这样的一个讯息有智慧的人一听就知道说上帝不会派飞碟来了。上帝他本身就没有肉体了，他为什么还要派飞碟来接人？我们要知道这个六道里面我们所谓的天人我们中国人讲神这些神人他们来到地球不是坐飞碟来的有的人认为说外星人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天人，就是这些神。
其实这个认知是错误的，因为天人呢，他来去是不需要做交通工具的，他来去都是用动念的，也就是说，他一个念头就可以来，一个念头就可以走。对他而言呢，没有时间跟空间的这种限制，这个才是天人的一个能力。那如果说还是需要做飞碟来的，那个定义在六道里面还是人类那不是天人，也不是神外星人不是神。那我们现在道场很多道经呢，还是有这个观念，认为说呢，其实外星人就是一种我们说的神。那么他们这个能够来来去去，以光的速度坐飞碟，到处遨游宇宙。那如果说他们是神的话，他们不需要坐飞碟。这个飞碟是人制造的啊。那人制造的给神做，那不是神不如人吗？那这个很奇怪的说法。那么如果神要来去，神是那种能量的视线这种能量的视线呢，它可以一下子来一下子去。所以以前我们看过这笔记小说在中国很多的这种神仙显化的事迹神仙就突然出现了，化身成一个人的样子，然后呢帮助你做什么事情，给你什么，然后呢又化身咻一声就不见了。这个是我们的笔记小说里面记载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可见呢，神是一种能量的视线，它不是物质所以飞碟是物质。那神怎么可能还需要物质来到人世间呢？这是第一个存疑点。那第二个存疑点就是说，上帝怎么会派人来接这些人到天堂呢？我记得耶稣基督他曾经讲过，人们要进天堂比那个针眼还要小，那个天堂的门口比针的那个针眼还要小，所以一般人是找得到门口的。那找得到门口的人是谁呢？只有背着十字架的人，能够真心跟随主，奉献主，然后呢为主做事的人。这个主是谁？主不是指耶稣基督那个人，主是我们的良知本性。懂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够回到就近的天堂。所以呢，上帝不会派人来接你。如果要回去，一定是呢你自己证悟到那个境界，然后呢你才可以回去。更不要说上帝来派飞碟来了，这个是荒谬之极当然，他们那些信徒可能不会这么想，但是呢，想到孟子这句话，今之学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现代的这些人这些宗教人士，这些异端邪说用他昏昏的这种理论要使人踏上净土，使人觉悟，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那所以飞碟会呢，给我一个很好的视线这种视线就是说，自己没有办法明心见性，没有办法觉证到自己良知本性的人，那么你是不可能帮助别人证见到自己的良知本性。那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你要让自己能够
做之君亲师，然后呢，来达到这种挽世界为清贫的一个目标。首先呢，你必须学会放下。只有呢，你自己放下，你才能够证得你那个圆满的那种良知本性我们原来的那种清净的面貌。因为呢，这个一直都存在我之中，一直都存在。那么我呢，用这个肉体的形象一直出现在这个六道轮回之中我不晓得我自己有这么圆满的良知本性。那所以证悟的人告诉我们，仙佛菩萨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有我们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子，我们回老家的方式就是只有这一条。那么你只要跟着圣贤菩萨的脚步亦步亦趋你不用特别去发明什么创造什么，你只要亦步亦趋，你跟着他的脚步去走，那么你就会成就了。所以为什么说佛陀他曾经在《金刚经》里面讲到，他没有说过任何一法。如果你有说这个佛陀有说任何一法，那么你就是谤佛。释迦牟尼佛自己不承认他有讲过任何法。那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会讲正话呢？他明明讲了这么多法，留下这么多佛经，他为什么说他没有说一法呢？人家如果说他有什么法，他就是谤佛，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道理我们必须了解。释迦牟尼佛他所说的这些话，他没有自己的法，他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他不是自己用他自己的意识来告诉众生这些理路他都是传述古佛所说的。古佛怎么说他就怎么说。所以呢，他完全没有发明，完全没有创新，他都是按照古佛所说的。所以他说他自己没有说过一个法，是因为这些法人家早就讲过了，他不需要去创新的。这是所谓佛陀回转本体古佛跟今佛他们所讲的道理完全一样，完全一样。所以呢，都是在讲性德，都是在讲良知本性，那一份圆满的，那一份清净的道理。所以那一份圆满清净你不需要增加，你不需要减少，也不可能增加减少。所以释迦牟尼佛才说他没有讲过一法。那么同样的，在儒家孔老夫子也讲过类似的话，无术而不作。孔子所讲的都是古圣他们所讲的话，古圣他们所讲的道理，我只是传授古圣他们所留下来这些话，来继续交给众生。所以为什么说孔老夫子讲这句话无事而不作？我没有创造，我没有发明什么，我没有留下任何的什么言论我都是依许古圣的道理所传下来的来教给你们而已。你看佛家儒家同时讲了这样的观念，可以知道说，那么古佛是谁？古圣是谁？那个佛陀回转本体，师师密付本心，那个佛那个师到底是谁？其实说穿了就是我们良知本性的证悟就是那个古佛的道体，古圣的道体，没有两样。你不需要另外再去安装什么，再去加入什么东西，根本没有需要。因为呢，它是最圆满、最具足的。你加入了，你都是画蛇添足。画蛇添足不是
良知本性的原貌。所以佛跟儒都讲这些观念。那也可以想到，今天我们道场为什么老前人他一向呢不喜欢创新，一向呢不喜欢标榜所谓现代的人的理念，尤其是他非常反对立案这件事情。道怎么可以立案呢？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传道，有去跟国王说我要立案吗？国王夫子在传道，有说要立案吗？从这个古来的这种祖师大德，从来没有说得到政府的许可，然后呢你才去传道，从来没有。如果有，那已经是变成教了，那不是道了。所以老前人很反对一贯道去立案，他的道理我们必须深思啊。老前人不想创新的，老前人不想加入任何的个人的知见在里面，因为道呢就是最圆满的，道就是最具足的。如果我们还记得六祖慧能开悟的讲的那句话，本自清净，本自具足，本来圆满，然后呢能生万法，这一切都是道的化现啊！我们还想在这道上面加建什么东西吗？如果把道变成人的样子，那就是上帝的化身了。我们怎么可能还要建议上帝什么？希望上帝能够变成什么？这个是邪说邪见，这个不是正法。所以为什么老前人这么反对？但是呢，老前人的反对也没有办法阻挡那个力量。你看这个力量呢，道变成教的力量，那是一种自然的流传的。老子说道失而后德，德失而后仁，仁失而后义，义失而后礼。你看一层一层失去了，道失去了，结果呢变成礼法，变成礼教，最后呢礼教吃人。礼教呢，如果礼教还不能够防守，那就变成了武力大家诉诸战争整个天下大乱。所以我们今天才知道说为什么老子他很反对儒家这一套。事实上呢，他不是反对儒家，他是崇尚自然。儒家刻意的用这种仁义道德要把它扭转自然，那么他是反对这种刻意的现象。但是我们要知道，儒家发展到现在2000多年，但是人类的历史呢，可能已经很久很久了。人类呢，这个遵循自然的法则已经好几万年了。经过考古的这种验证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有好几万年的历史，可是我们的记载从尧舜到现在，最多不过5000年而已所以呢，你看，从这个几万年到现在5000年，人类的历史已经渐渐的走向了这种教化的路途。走到教化的路途，你不得不要按照这些规章制度，按照这些礼法来走，不然呢，整个世界大乱了。所以你要清楚了解孔老夫子的用心因为人没有办法有那么高格调的走向这种清净无为的路走向明心见性的路已经没有了。没有要怎么办？没关系，你只要照着人的本分，好好的来安住你的本位，定住你那个点。那么呢，整个社会呢，依循的一个正常的法则来走，社会还是一样长治久安，国家呢还是一样得到一个太平的盛世，世界是大同的。孔老夫子
要做的就是这个。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大同的目标遥不可及，遥不可及的道理呢，是因为整个家庭出乱了，家庭夫妻乱了，父子乱了，纲常乱，伦理乱，整个道德呢沦丧了。所以孔老夫子所强调那个大同世界，事实上呢，它后面还有一个小康的世界。小康的世界是指文武周公这个以来的这个世界，那大同世界是指尧舜了。孔老夫子的目标是先从小康一直到大同，所以他要恢复周文，然后呢去归向尧舜的大同。他的理想是这样子，但是呢，即使要恢复周文，你看在他那个时代都已经那么难了。那么我们今天踩着孔老夫子的步伐，我们依着民事的教法，我们要试图把这种社会的秩序回到小康的样子。我们要继续回到那个周文的话语，那种王道的精神。这样呢才能够渐进走向大同啊。所以做到军亲师是每一个人不可以或缺的一个职务，一个思想。那么你要做人家的君，你要做人家的亲，你要做人家的师，你以什么做标准？那就是你要了解自己的这一份道理，那一份圆满具足清净的道理就具足在我的身上。那你不先舍出这些脾气毛病怎么行呢？你看关圣帝君，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就是呢，他要追求大一统的这样的一个汉朝的天下。他们兄弟呢，桃园三结义，他们第一件做的事情呢，就是要舍除各种障碍的。这个障碍呢，用这个董卓、黄巾贼、吕布来代表，所以破黄巾、诛董卓、吕布弊，这个就是要破除贪嗔痴了。这三个人物代表贪嗔痴了。我们也可以说用三个不好的那种言行来代表，但是呢，佛教的这个贪嗔痴就是最好的代表。你要破除贪嗔痴，你才能够走向平等、亲近、一个大圆满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啊。所以他要宰牛马，昭告天地。宰牛马就是说自己呢要去做牛做马，自己变成那个牛马的样子去为众生服务。告诉天地的就是秉着这份良知呢，我今天开始要为众生做牛做马，我把自己的贪嗔痴给舍除掉了。所以呢，你看关圣帝君11年甲不离身，当无竭尽，这个都是为什么？这个都是表法。我们今天呢开始在修道的也是11年甲不离身啊，当无竭尽啊。我们要跟自己的敌人，跟自己的这个脾气毛病来作战。你要扫除自己的贪嗔痴，自己的这些自私自利的想法，自己想要控制别人、管理别人的那种念头，这些呢通通要放下。没有放下这个，没有办法成就。所以放下呢，如果我们一下子还做不到，我们可以先从布施做起。布施就是最好的放下。我们道场一入门就叫你财法双施，就让你众生心烦。其实呢，这个就是放下的功夫。三施有所谓的财施，有法施，有无畏施。那财施呢，你把你工作所赚得的薪水拿出来做布施，你拿1/10或拿1/3，
你看世界的回教徒，那回教徒可以说是最有钱的。你看阿拉伯那个世界，为什么他们福报这么好？那他们的福报这么好，可以想见了，他们以前做的布施呢已经很多。阿拉伯人这些回教徒啊，他们把每个月的薪水，一部分奉献给上帝，那么一部分呢做自己生活之用，累劫累世在做这件事情。所以阿拉伯人怎么可能会没有福报呢？那福报很大，所以我们不要羡慕他们那么大的福报。你要反省到自己以前没有这样的因呢。再说福报大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那么我们没有钱，我们可以做内财布施。我们有体力去做无畏施，我们有这些经验，有这些心得去报告给人家听，我们可以做讲师。你可以去辅导别人，这个呢就是内财的布施，这个要是属于财施。那法师呢？法师你就是用言语、用文字、用道场的一切来成全别人，来成就别人的心灵。所以法师呢，以启发良知良人为主，帮助别人能够启发良知良人，这个就是法师。不管你是用什么动作，你只要呢帮助他来启发良知良人。那么无畏施呢？无畏这两个意思就是让众生没有恐惧，没有恐惧的一个布施。没有恐惧的一个布施就是你看微笑，你看关心，你看呢拥抱，这个呢都是一种无畏施的表现。所以在现在我们对于这种无畏施最好的做法，就是呢吃素。吃素这件事情呢，让这些动物没有恐惧。因为动物呢，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寿命到了，他们自己知道要被人家吃了，他们有那种意识。那他们会不会恐惧？他们会恐惧。他今天没有能力抵抗你，所以呢，必须被你吃了。但是呢，下一次他有能力的时候，他就要来报复了。所以呢，你不要让他感到恐惧，不要让他感到恐惧。最好的做法，你就是完全不吃荤，你都是吃素。你跟吃素的道理，从古时候讲到现在，一直在强调吃素的好处，吃荤的坏处。但是呢，你看我们全天下的众生，真正吃素的跟吃荤的，那人口是不成比例的。在电视节目所报道的这些美食专题那都是荤的哪有人在报素的？如果不是很清楚了解的人会认为说这个不是时尚这个跟潮流差太多了。那么我们修行不是看时尚，不是看潮流，而是看我们那份智慧。我们有没有那个智慧觉知到这件事情？你今天吃了他的肉半斤，你要还他8两，这个就是因果的道理。为什么现在这个流感这么样的肆虐？现在 H1N1 还是继续笼罩在人们的生活之中。那么 H1N1 以前叫做猪流感，那现在可能大家不敢叫猪流感了，所以呢就把它叫做 H1N1。其实呢，这个就是一种病毒。那么病毒呢，如果说寄附在动物的身上，那大家再吃给人再把它吃下去，人照样。那么动物的那一份愚痴，动物的那一份执着，会把这个病毒会把它加剧了人，再加上人的贪嗔痴妄的这个迷失又吃了这个动物，啪
结果呢毒上加毒，你哪有不发病的道理呢？现在台湾在炒一个话题，就是美国牛肉可不可以进口？那么美国牛肉呢，有一些内脏的带骨的肉限制不能够进口。结果呢，政府跟地方人士在那里抗衡不下。那么政府呢是基于美国上的政治压力，那民众呢是基于说自己的这个生活品质自己的身心健康所以呢必须抵制美国牛肉。那美国牛肉到底有什么坏处呢？因为呢美国的牛肉会引发狂牛症。在美国当地已经有不少的案例因为吃了美国牛肉而造成狂牛症的现象。那我们想要奇怪，牛怎么会发狂呢？这是怎么回事？那牛发狂那不得了了，牛那个壮硕无比它那个发狂起来谁还能够抵挡得了你看那种发狂的牛的肉，我们把它吃下去，结果呢，那个症状是非常可怕因为它那个病毒呢寄附在人的这个大脑、头脑里面，结果呢会影响人的整个神经系统。你看那个狂牛症的报道，一个得狂牛症的人，叫他用手摸自己的鼻子，这样摸不到。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怎么会手摸不到自己的鼻子？就是对不准你怎么摸就摸不到。这个就是狂牛症，这还是只是一种一点点的这种症状，如果严重起来那真的是不敢想象。那所以说，无味丝是最好的这种方法，就是吃素。你不要再吃动物的肉，你今天少吃一顿动物的肉，就少一顿的肉被杀，少吃一只就得一只的生命被保护起来。那么你说这些动物都不被人吃，那么动物越来越多，用这种观念的人实在是不可理喻那么我们人越来越多，我们是不是人也应该被动物吃呢？如果用这种理论来讲的话，人应该是最早被吃的，因为现在人口已经爆炸了。全球人口大概有60亿的人口，每天都在跟大自然争地我们的地球资源已经被耗竭一空了。碳的排放量已经超过整个大自然的负荷能力。空气中弥漫的这种碳的气体，所以呢，整个大气层就没有办法调节，所以天气越来越热。那天气越来越热，这些南北极的这些冰河就融化了。冰河就是我们水的来源，那水的来源融化了，我们以后就没有水喝了。海平面上升呢，只是一个现象那还不是很严重。最严重的是整个水都没了。那这个整个因果现象来牵起来，其实就是人自作自受所产生的。自作自受那么如果到现在人类没有觉悟，我们都赶快去呼吁大家呢，赶快回头是岸了。怎么回头是岸呢？就是放下自私自利的念头，放下五欲六尘的贪着，放下这些贪嗔痴爱的享受，你要开始去做三思，财施法施无畏施。
你要懂得去修缮，你要懂得去这个与人和乐啊。那么你懂了这些，你开始在做这些的时候呢，你就做到了一个君亲师的典范。所以我们讲这些事实上都是连贯在一起的道理。你要达到君亲师，你一定有一个标准嘛。那我们说这个标准呢，就是呢，你做到放下。你做到放下之后，你再来做君亲师，那我们说儒家的这个五伦八德，你就可以做到。那君呢，就是说你去领导他，领导他走向这个人伦的大道，走向光明的绝路，走向这种康庄之途，这是君啊。你要做一个很好的典范，很好的表率，你才可以领导他嘛。我们说领袖，我们说导游，你看领导一定都是走在最前面的，他走在最前面，然后大家跟着他，他如果走到目标了，大家都已经达到目标了。所以这个领导如果走错了，大家都走错了。所以这个君呢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君呢，在社会上不只有老板可以做到，每一个人都要做到，每一个人都要做到君的表率。你是一个员工，你也可以做到君啊。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好好的做，很用心的做，很圆满的来做到一种典范，一种表率。那么人家呢就会向你学习，向你效仿。这个呢就是一种君的表率。那亲呢？亲就是说你要用慈爱的心，用仁爱的心来关照他，来关怀他。这个世间是一个爱的世界，人跟人之间呢不能够失去这个爱。那这个爱呢是没有私心的，没有私心的叫慈爱，我们说慈悲，叫博爱，叫仁爱。这没有私心的爱，有私心的爱呢叫情爱，有情在里面。其实有情在里面，这也是一个世间的现象，这个呢是无可厚非啊。但是你那个情的值啊，不能够太深，你还是只能够在有限制的欲望里面。所以欲望，我们不能够说把欲望变成愿望。欲望跟愿望是一个天跟地的差别啊。那说你说我希望能够做老板，做一个科学家，做一个医师，这个是欲望还是愿望呢？那要看你的起心动念呢。你的起心动念只是呢一个自我的享受，只是一个理想的达成，只是一个人生美好的规划，那么那就是你的欲望。愿望呢？愿望是一种怀抱的理想，这种理想呢是正己成人的，是推己及物的，是这个终极关怀的。所以呢，当这个愿望你是为了整个社区、为了整个社会、为了整个天下苍生着想，那么你这个呢，你这个欲望呢，才能够说叫做愿望。那我们的愿望呢，不能够下得太小。你成为总统、成为科学家、成为老板，这个愿望都太小了，太小了。那什么愿望才叫大呢？大就是说，你的这个愿望啊，可以无穷无尽的流传下去，这个愿望才叫大。你的精神可以无限制的蔓延开来，这个才是大。所以要立下决志啊！你没有立下决志啊，你没有办法成就这样的愿望。所以愿望呢，一定是呢要符合你的良知本性而发。要顾及到整个天下生民的利益啊。所以不求天下民，而求天下，而求这个万世的民。不求一时的利啊，而求千秋的利，就是这么一回事。
人觉应有天觉高啊，人觉应有天觉贵啊。所以我们要求天觉，而不是求人觉。那个天觉不是天上的官位哦，天觉是良心本性的正德，你可以回归到你的本来面目的那个地位，那个才叫天觉。这是做之亲。我们说做之师，那你就是要去教育他。你就要以身作则，好好的来教导他，教导他走向一个觉悟的方法。你要教给他一个方法，你要给他智慧。你不是给他一个生活的资粮。今天他肚子饿了，你给他一餐饭，你给他一顿面包，这个是不行的，这个不叫师。你要教他你怎么自己去生活，你怎么自己去制作面包。你要自己去种稻谷，你要怎么样可以把它种得好，把它做得出来，这个就是师。所以那个教育的方法必须呢是以身作则，你必须自己去做。你要教人家这个成就牺牲牺贤，成就这个圣贤仙佛，你自己都不做了，怎么可能教得了别人呢？你自己都没有正德了，别人怎么可能正德呢？所以做之师的道理啊，跟我们刚才讲的，要以其招招使人招招自己不招，别人不可能招的。只有你自己正德的这种良知本性的智慧啊，你才能够带着大家这个穿越这种生死轮回的大海，你才能够真正做一个亲的表率、师的表率、君的表率。所以做之君亲师，来挽救世界为一个清平的这样的一个祥和境界，落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但是呢，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上太过空泛，所以呢，我们今天必须强调，先从有志之士开始做起。有志之士就是我们这些修学人、修行的人，不管你是修行什么样的各家各派，你只要有志之士，你就要负起挽世界为清平的任务，你就要做到君亲师的标准。这个是儒家告诉我们的。这一定是自己先招招自己招招呢，要让自己招招，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些做法。然后呢，你教导人走向这种伦理道德，走向这种开悟见性的路，这个都是呢有他的方法，有他的次第。今天我们很难得见到一个圣贤人，甚至一个君子我们都不容易在社会上看到。可是呢，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自己呢要做这个君子，要做这个圣贤人。自己要做佛菩萨，隐化在这个人世间来教化这个世间的众生，这个世间的百姓。用什么教？用身心来教，用言行来教，用行动来教。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末法时期、白羊时期儒家的修行人所应该有的这份责任跟担当那所以老前人的愿是无始无终，我们的愿呢，也希望能够效法老前人无始无终，希望呢能够把老前人这个德继续弘扬下去。那老前人做到典范了，我们呢跟着他的脚步走，希望呢我们也能够呢做到这种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这样的一个地步来帮助这个我们的前辈们，我们的这个天人师格，来普度众生，来收敛整个世间，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大家好，道之宗旨进入到第20句的经文，化人心为良善。化就是挽化，就是劝化，
就是教化。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字用化这个字，教化，我们有一个教化菩萨，那他为什么不说教育呢？因为育啊，它本身是有这种物质条件的供给的意思，所以说养育。那么化呢，有一种这种无形力量的支持，也就是说精神力量的化育，这种文化力量的这种滋养，内在智慧的启发，这样的一个味道。所以化这个字呢，它的定义啊，本身是比喻还要来得深入一点。所以我这里讲化人心为良善，那么人心啊，要把它化，你不可以直接跟他讲，不可以直接用强硬的方式呢，从恶的地方把它带到善的地方，那这样呢会起反效果，这样呢也没有能够达到化的作用。那所以呢，必须要化呢就是慢慢开导，好好的引导，从理念上，从心性上，从义理上，让每一个人了解到他这个内在的良知良能。所以呢，圣贤、佛菩萨，他们住持在这个人世间啊，那可以说呢，无所不用其极啊，只要能够化众生啊，那么圣贤菩萨他们可以做尽一切的牺牲啊，来达到化人心为良善的一个目的。那我们今天白养的修士，我们今天呢也要这个扛起圣贤人、佛菩萨他们的一个责任啊。我们本身是名师之徒，我们受过先佛名师的教诲，又得到大道的熏习，所以呢，在理路上我们应该比别人更清楚。那么修行功夫上呢，要自己呢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看到那个良知良能，那这样的功夫得力啊，你才有办法去教化众生，去挽化，去劝化。也就是说，你那个身心言行的动作，你必须实践出来，然后呢，在实践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去达到这种劝化、教化、挽化的目的。所以你看佛菩萨、圣贤人，他们教化众生有非常多的方法。孔老夫子、孟老夫子，他们选择是周游列国的方式，著书立说的方式，然后呢，把众生呢引导到圣贤之道。但是你看关圣帝君，他就不是选择这种方式，他选择以身作则的方式。他投身在他的这个职位当中啊，他是一个将军的身份，然后呢，用将军的身份来说法。在他的这个待人处事之中啊，他用人伦之道，忠义之教来劝化这个百姓，劝化这些众生。所以化人心可以有各种方法，那只要呢能够帮助他破迷开悟，帮助他转凡成圣，帮助他断恶修善，那么这些呢都是很好的办法。所以法门千万条啊，但是呢归元无二路啊。尽管上升的路有很多条，达到目标的路啊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呢，归元无二路啊，归元无二路的意思就是说，这些道路啊
是找到你那个人的根源。所谓根源就是人的那个本来出处啊。找到这个本来出处，那个才是一个所有的方法的一个重点。所以上山的路很多条，那个没关系。可是呢，达到的目标是同一个目标。所以呢，我们说化人心为良善，这个就是那个唯一的目标。我们本来的面目就是良善的。明德心明止于至善。那么我们的人心本来是至善的。本来是那个良知良能发露都是至善的。但是后来有些人不清楚这个人心的变化，认为说性，也有可能是偏善偏恶，那也有可能是恶的，所以有所谓的性善、性恶、性不善不恶，偏善偏恶等等的这些理论通通出来了。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理论之中真正看到究竟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孟子。他说人性本善，他看到的这个最归元之处了。孟子他直指回归我们的这个良知良能。人性的这个光明面它是没有善没有恶的。所以至善这个字眼它不是说最好的善，而是在没有善没有恶的状态之下，儒家把它称为至善。那么至善呢，在佛家你也可能听到其他种说法譬如说他讲到心性他讲到这个本来面目如来宝地这些等等的这些名词其实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那你会说，可是佛家的讲的境界比较高，儒家呢，他是世间的，他讲的境界呢就没有那么超越。这个道理事实上呢，好像是这样子，其实呢，并不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知道，佛把道理都已经说得很圆满、很透彻，但是呢，他的一个理论根据是出世间的，也就是说，人只有离开世间，他才可以达到那个最圆满的究极他的依据是这样子。可是呢，儒家完全不讲出世间，可以说呢，跟佛是两种这种理论上的不同。儒家完全是讲人世间，完全是讲人。所以我们说道之宗旨，我们在讲人跟心性的关系，人跟社会关系，人跟自然的关系。心性就是说你要自己怎么样调服你自己的心，让自己呢能够正气从人。那人跟社会就是人跟人的关系。我们处在每一个时空之下，都有必须要跟人接触。即使你与世独立你还是要有这些人，你才有办法生活。所以呢，人跟社会的关系，你必须要很清楚。那么人跟自然的关系，就是呢跟这些山河大地，跟这些天地鬼神的关系你也要处得很好。天地鬼神虽然我们看不到，可是呢，它却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也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修行。那可见了，我们的关系呢，跟他们呢也要处得非常的好。这个是在讲这个化人心为良善。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个儒家的修行方法，他修到一个最圆满的究极，止于至善。那么这个止于至善呢，透过
这种人伦，透过这种德末的发露，它就已经是圆满的一个境界。譬如说孝，譬如说忠，仁义这些道理，把它做到一个最极致的圆满。到最极致圆满呢，它就是超越了一种世间的对待，超越了有无的分别，它已经是一个形而上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了。所以形而上的境界就没有所谓的出世间跟入世间的说法。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行忠孝仁义行到很圆满的境界，那么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很圆满的修行人。那他离开人世间，他同样的回到本来面目。所以本来面目是各宗各派所要修学的一个目标。那么儒家透过人世间的修为，从这个两仪回到太极，从太极呢又超越入无极。那这个修法呢，在对人来讲是一个比较可以去依循的方法。这种方法呢，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所以儒家为什么呢？它不是宗教，自始以来就不是宗教，而且呢，从汉朝以来，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也成为了这种政府他提拔人才的标准。用这个五经，用这些圣人的教化来为国家举才。那很多人会质疑，那为什么不用道家的呢？为什么不用佛家的呢？尤其是听过很多佛教徒认为说古时候这样取材方法是非常不公平。佛家呢的经典没有一本用到了，东方都是用儒家的，所以这个呢，因为不清楚不了解，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质疑。我们要知道，我们人在这个世间我们必须做人的道理，人的事情讲人的话，我们不可能做神的事情，做神的这些动作。你把人做好了，你就回归到本来面目了。本来面目，你可以把它说成是神，你可以把它说成是佛。这些呢各有各的说法。但是呢，你现在身为人，你必须把人的这种职责做好。职责这个人的本分你都做不好，你要做神的部分，做佛的部分，那是非常难。所以对一个明心见性的人，他所讲的也是伦常大道，也不离开人伦根本。你看六祖坛经，他是一个见性的人，六祖慧能古今以来可以说是唯一一位顿悟成佛的人。那么他在他的经典里面，他也强调这种孝悌这些伦常之道，所以他的弟子有出家的，有在家的，有这些士大夫，有这些官员等等呢，都是他教化的方向。而且在六祖慧能之后，这个道已经道降火载，可见呢，整个修道的趋势那是在这个人世间才是一个现在修学一个主要的力量。也就是说，人伦的修学成为这个世间的显学，世间修行的主要的方法。所以有听到
佛教的这些大德，他们在分析为什么现在这个修佛的人有真正有往生的，有成就的，那他们往生的标准，当然就是死后有瑞相，有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那么有这些境界的人很明显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以前的人，出家的男众，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在讲的和尚，这个是第一个。和尚出家成就的，那是最多的。我不再讲以前那尼姑是排第二。那么以前的女性要修道就不容易了，何况要能成就呢？所以呢，尼姑的成就在和尚之后。那再来呢，就是在家的男众跟在家的女众，所以在家女众是排名最后。我们讲修行有成就的，以前是这样排的。那以前的妇女很苦，而且呢被佛说为无肉之体本身就很难修行。那所以修行又能够成就，那个真的是万中难选一七真史传里面的孙不二给我们做了很好的典范，那是非常的难能可贵所以呢，和尚尼姑在家的男众女众这样的顺序这个是必然的现象。那么出家的人，他全心全力投身在这种道场的修为，那所以呢，以前的人这个心比较清净，世俗的杂染比较没有那么多，所以在修学路上自然就能够看到成果。但是随着整个天命的流转，这个大道的这种化育整个天命已经在火宅里面。我们知道佛经的火宅的定义就是在讲寻常的百姓之家。寻常的百姓之家呢，都必须用灶用火，那所以每家家户户呢都要烧火，所以才有火宅当然火宅有更深的定义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和尚尼姑都有更深的定义。我们这里呢用一般人的这种观念把它大概说出来。那现在的这个佛教界的大德发现到说，整个修行它的一个次序成就的次序已经完全颠倒。不像是我们刚才说的和尚尼姑为主了。这个出家的在佛教修行的跟在家的女众反而成了第一，男众成了第二。我们就觉得说奇怪，刚才讲女众是最难修行的，但是现在完全改变了。以前是天地痞的光，天在地上面，现在呢是地天太的光，地在天上面，阴阳完全颠倒了。那地天太呢？地天太是一个好光，那痞是不好的光，所以痞呢是痞的卦，可能就是有一阳独盛的味道。那地天太呢，有所谓的阴阳和合的味道，所以女生翻转过来了。现在女性呢，也可以去创业，也可以去做官，也可以拥有很好的名声。女性的地位呢，现在呢，有时候呢是超越男性很多。
我们看到职场里面女性的这个主管越来越多，在公司行业里面女性的这个老板也越来越多，在做官的官员里面也是如此，这个都是一种天运所谓女人出头了。但是呢，我们现在说这个现象啊，我们没有在评论什么，我们只是把这个现象说出来。刚才讲到修行，那么现在呢，在家修行的女众成就是第一，再来是男众，再来是尼姑，再来是和尚，所以和尚变成修行最没有成就的一个族群了。那你会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呢？你看我们现在出家的这些修行人，我们专指佛教的和尚尼姑，那么他们真正往生，有往生，有得瑞相，或者是说有特殊的显化的很少，反而很少，反而在家的这个男众女众听到了很多。那时候可见呢，整个道运其实已经落在这个民间，落在这个寻常的百姓之家。那么修行也不是在这个庙宇佛堂里面，修行就在你的岗位上，就在你的生活之中。所以你看现在在佛教里面，我们看得到真正往生瑞相的女众是最多，再来是男众，尼姑和尚这样依序排下来。那这个说明一种现象，除了说到降火宅之外也就是说整个修行的这个立足点，你还是必须放在人伦上面。那以前的我们说弘扬起的时候，你可以这个出家，你可以抛家舍业，然后呢专修清净之道。那现在不行，现在告诉你，你就是要在家出家，你就是要呢把这个家庭顾好，把妻子儿女顾好。你只有在这个顾好的过程当中来修心练性，那么这样呢，你才有可能成就。你现在呢，家庭也不要了，小孩也不要了，自己跑去庙里面去修行，那么你在修什么呢？想想你自己在修什么？你这个这一边的业，你把它逃避了，那么你去寻找清净心，那你怎么可能找得到呢？这边的冤亲债主你没有了，你要怎么样清你的业呢？所以这个是修行的一个观念，我们必须清楚。现在我们虽然没有剃头发，没有出家，没有去当和尚，没有去当尼姑，也没有去当道士，我们在家可以出家，用儒家这样的一个修为我们就可以成就。所以为什么先佛一再的告诉我们，末法时期，这个白羊时期儒家应运，儒家收远，儒家是我们的是真的功课，我们的主要课题那你主要课题你都不去修了，你去修一些旁修的，那你也是毕不了业主修的学分没有拿到，结果呢这些旁修的通通过关了，那你能够毕业吗？那主修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做人的道理。所以我们今天讲化人心为良善，
这个人就是我们现在修行的主要课题。那人又是心在主宰，所以这个心变成人修行主要的一个调御的一个入手处了。那我们修行可以成佛，可以成圣，这个是古代的这些祖师大德、圣贤菩萨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我们本来有的东西，本来有的你才可以追逐得到，追求得到。不要去求那个你本来就没有的。那所以呢，这个金银财宝，这个是你本来没有的。那有的人有，他去追逐，他去求就可以求得到；有的人没有，大部分人都没有。那没有的人呢，去追求，肯定追求不到。用了一辈子的功夫，你也不可能达到那个目的。所以呢，求就要求我本来有的。本来有的是什么？本来有的是良知良能。圆满的佛性，我跟圣人没有差别。圣人圆满，我也是圆满。他的那个性啊，是完全没有两样的。那么圣人可以成为圣人，我也可以成为圣人。今天为什么我不是圣人，而他可以呢变得膜拜呢？主要的道理是因为你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你对自己呢可以成圣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不够充分。其实条件已经充分了，应该说呢，你对于成圣的这种可能啊，还心存疑虑。孔老夫子说：“我欲人，斯人自矣啊。”那这句话讲得好。我想要成人，人就会成就圆满。那么我才要成圣，圣马上也可以的圆满成就。那为什么可以呢？因为呢，我本来就有，你本来就有，所以你可以成就。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嘛。你有佛性，你就可以成佛，你本来就有的。那今天有没有的呢？没有的是因为你把佛性把它丢失了嘛？你把我们的良知良能丢掉了。丢掉了并不是找不到哦，丢掉还是找得到哦。孟子在讲三尽之息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了，其间不用者茅塞矣。你看他比喻说山里面那个小路啊，你常常去走，就走出一条路出来了。那你都没有走，那个草自然就掩盖过来，就荒烟乱草了。但是你如果常常去走，就形成一条路。那这个道理呢，在说什么？在说呢，如果说你常常在做圣贤的事情，你常常在做这种回归本性、止于至善的事情，明德心明的事情，那么你回归本来面目那条路，回归老家那条路，自然而然就会走出来了嘛，你就熟了嘛。那么你现在找不到路，也看不到路，为什么？因为你都没有在走啊，你都没有在做圣贤事，没有在修这个圣贤的德，以至于呢，你今天找不到回归本来面目之路，回归老家之路。那所以圣贤人必须要告诉你，你必须从这里走，从那里走。每一个人根性还不一样，还不能够指一定特定的路。为了成就他，圣贤人呢，不辞辛苦有教无类告诉每一个人你应该怎么走，你就可以达到你的目标。那么我们今天告诉我们，化人心为良善。人心本来是良善的，所以呢，我要去劝化他，去教化他，去感化他，让他呢能够破迷开悟，真正的转凡成圣。
所以现代的人已经把伦理、道德、因果这些观念呢，通通淡忘掉了。那么淡忘掉了的结果，就会造成今天的天灾地变，今天的世间混乱。现代人迷信科学，但是呢，科学所带给我们的好处啊，我们可以讲，我们相对于科学所带来的坏处啊，那是多太多了，所以得不偿失啊！从科学身上得到的不能够报偿这个失去的，我们失去的更多。你看，我们今天坐车，有飞机，有这个铁路，有公路，很方便。我们今天生活有这些电气化产品，晚上有这些夜晚，有这些灯光可以照明，非常的方便。天气热了，一天没有吹冷气受不了。那这个都是科学带给我们生活的方便有它的方便之道。但是人太过迷信科学，迷信科学呢，结果呢就把你本来的良知良能丧失掉了。我们说的良知良能，我们要听清楚。良知呢，就是本来的这种自信，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这个道德，我们的才能，我们的一切，本来都是很圆满的。现在呢，才能也没有了，道德也没有了，连自信是什么也不知道了，迷失掉了。所以智慧德能向好，通通不具足。我们只是依照了我们个人的福报，在生活在这个世间。你的福报有多好，你在这个世间可以有多好的享受。但是这个福报呢，造成人更多的沉沦，更加不晓得要去探索生命的奥义。生命的实相是什么？人都忘记了。所以呢，人不守本分，儿子不守儿子的道，父母的不守父母亲的道，老板员工之间不守道，夫妇之间不守道，朋友之间也不守他的道义。那人人混乱了，所以呢，造成世界混乱。那么道之宗旨，可以说在我们道场是一个最主要的依据道之宗旨的道理简洁扼要。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能够从道之宗旨的话里面去思悟到、去体悟到一点点的做人的道理，然后开始去实践那么我相信天下逆源自以道，这个道呢，它已经发挥作用了。那道场还有另外一个很主要的依据就是佛规礼节。佛规礼节跟道之宗旨这两种教化，形成好像两股巨流一样，车的两个轮子。所以每一个修行人对于道之宗旨要身体力行，对于佛规礼节要守礼守法，特别去讲究这个佛规礼节，去遵守佛规礼节，成就佛规礼节。你看这个佛规，就是佛的规定嘛。那这个规定，为什么佛会变成一种规定呢？
因为我们做不到啊，所以他就只好先规定你。但是你做到了，你是不是就成佛了？那佛就是这样做啊。所以呢，佛的行为、佛的言语都是这样的自然而然的做出来。我们今天呢，能够把佛规礼节自然而然的做出来，那么我们不是成佛了吗？我们不就是恢复那个理了吗？孔老夫子一生要追求周文的化育，周文就是周公治理作乐那种文化的教育，是孔老夫子一生想要追求的目标啊。那他创下一条准则，他立下一种形象，让人去遵守。只要呢跟着他的准则，依照他的形象的作为去做，我们就可以达到那个周文的化育，回归周文了，回归尧舜了。所以我们这里讲到周文跟尧舜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孔老夫子他是希望透过周文的化育达到尧舜之治，尧舜才是我们最根本的目标。那周文的化育只是一种过程。从这个道理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今天在道场修学，我们回到老祖师那里，其实也是一种过程。我们真正的目标是在理天。我们帮助老祖师平圣万象，普度周远，我们的目标还是要放在理天。只有把所有的众生都度为天人，那么自己的使命才可以说圆满达成。所以这个愿是无始无终的道理，就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们今天讲化人心为良善，是因为我们现在不相信伦理道德，甚至呢连因果也不相信了。所以为什么现在佛教也从最基本的这种教化开始入手？很多佛教已经不再讲这种空、苦空、无我这种心性的道理。但因为呢这些道理太过深奥，一下子呢让众生接触那他们听不懂。我们说现在的众生智慧都能向好，都已经没有那么圆满了。那所以你一下子要讲这种很高远的这种道理，他们听不懂。所以要讲最根本的道理。根本的道理是什么？就是他生活都接触到的都是什么？他的家庭碰到的家庭儿女，碰到的父母，碰到的这些亲戚朋友，这个就是道场，这个就是道理啊。那么你如何把这些碰到人他的一个互动的道理把它说出来，那就是最根本的道理。那从根本的道理做到圆满的，你再来讲心性的道理，那么很容易就可以记录，一下子就超越了。所以为什么说孝子谢氏即为先呢？孝子不用修道，忠臣不用修道，那是因为忠跟孝他们已经在这个良知本性上进到最圆满了，他已经深入到这个根本了。他深入到这个根本之后呢，那所有的根本他全部都贯通了。所以不需要再去修各种宗教，他并不需要，他只要见到性了，那所有的性通通都已经圆满，都已经明了，这叫明心见性。那这个道理必须要去实践才有办法体悟。那么我们如果说今天听到这个道理，马上就去做，
马上去力行，那么呢，你就有1分的这样的顿悟，1分的悟境啊。那这1分的悟境呢，会引导你的心性开启1分，你就会有1分的智慧呢，去待人处事。对于伦理道德的现象的这种关系啊，你会更清楚；对于因果，你也会更清楚。所以，因为你都清楚了，所以对于人世间各种的障碍，这些烦恼、这些无明的执着，通通都可以淡化掉。这个是化人心为良善，所以化这个字啊，必须从我们的身心做起。用口头没有用，口头只是教，可是教呢还不是道，教呢必须透过人的身心言语啊，来去阐述它，去表现它，表现出来之后呢，你才真正能够达到化的境界。所以圣贤人呢，都是以身作则。我做到，我才说到。那说到呢，我也可以做到。所以圣人呢，一定是做到才说到；贤人呢，是说到然后再做到。这个境界上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成就的这样的一个等级啊，当然也就不一样。曾国藩他曾经讲，他说以言会人是善教人，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你用言语去教人家，这个是用善来教化人，善言善语来教化这些众生。可是呢，你用德来熏人，熏这个熏是熏习的熏啊，所以他说用德来熏习别人啊，那是用善来养人，用善呢来作为一种资粮，一种生活的资粮，来养众生，用德来教化众生，用德来养育众生，所以众生成长的都是道德的花果。道德的花果自然成就道德的净土，那这个就是一定的道理。那所以我们说道是我们人的良知良能，那德就是把良知良能做出来，这个叫道德。我们不断的在强调这样的观念，所以良知良能在我们文字上的变现，那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是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回归到这个良知良能，就是回归到这种自然的生活。那么哪有生活比自然的生活更好？哪有生活比回归自然更好的呢？所以这个就是儒家教人的一个原理原则。那么这就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呢？是不是很容易上手呢？那其实也未必然，这个道理可以讲得很深。那么这个做法呢，也必须呢，在微理细节之间呢，通通要注意到。比如说我们说孝道，那孝道呢，对人儿女对父母都应该行孝道。但是呢，父母不一定是圣贤人，父母也有可能是恶人。你看我们现在的社会，父母亲害子女的也很多，为了子女的这个保险金，把子女杀害的也有。你看，这个已经不是很纯的父母了。那么我们说，父母亲又不只对我还能够用孝心对他，那这个是真孝。
这个是真孝子。所以父母亲虽然是恶人，但是呢，我用我的良知的出发点来对待他。因为呢，我知道父母亲也有那个止于至善的善性，那个善性呢是不免而重，不思而得，那个道理，这个父母亲也有那个道理，也有那份性德。我今天呢，孝顺父母的那个性德，而不是呢孝顺他的行为。他的行为不好，我可以离开，我可以不听他的话。但是呢，父母亲那个善性，我们必须孝敬他，这个是对于儿女的一个本分。那所以孝子孝于性德，那这个之间的微理关系啊，我们必须把它体会清楚。所以理是非常的细微，非常的广大一个见性的人怎么说怎么对，那不见性的人怎么说怎么不对。那么我们怎么样达到我们知道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见性呢？我们只要看他所作所为有没有合乎这些性德的标准，他讲话有没有达到这个性德。我们说人出口就是信，那他有没有信？他对老板有没有忠？对父母有没有孝？从他的言行举止我们就可以体悟到他的性德有没有流露出来。这个是我们今天化人心为良善最主要的一个原理原则。最近因为写到朱熹他的传记，那朱子他是一个儒家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儒家发展到宋朝，成为一个新的一个理论，那就是理学。那朱子呢，承传这种北宋这些理学家的思想，又呢精读孔孟这个四书这样的一个原理他把它融会贯通，成为自己的这个教学的方案教学的这种方法。所以朱子在儒家来讲，可以说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角色。但是呢，他的政治生涯是非常的坎坷他的政治呢这个过程不断的受到排挤，而且呢受到贬谪。那所以说，在人世间的这个环境上他的挫折很多。但是呢，因为他坚持理学儒家的这个教法，所以尽管政治生活受到各种的诽谤跟批评他还是坚持儒家的一个教学，所以他的教育生涯却没有中断过有一点像孔子的风范孔子也是在政治生活没有得到任何的肯定当时也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可是呢，他在这个教学上却独放异彩。那朱熹呢也有这个味道，他在教学的这个成就上那在我们的中国文化的教育史上，他可以说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教化学子，影响之深扩及之广，朱子可以说是真的是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物所以儒学在今天成为中国文化
的一个思想主流啊，从朱熹的手上发扬光大。那朱熹呢，朱夫子他的功劳也不可没。那虽然我们曾经讲说朱子的理论对相较于陆九渊这一派的思想，他的理论好像有点不足，但是呢，这无损于他在教育界的地位，也无损于他成就圣贤的一个角色。那么我们今天在写4备10则，那现在呢是12则，其中呢加了这个子友、子张，还有呢朱熹，成了12则。所以你看朱熹，他不是当时孔老夫子的弟子，年代已经差了1000多年了，可是呢朱熹照样被后人把他拱上圣庙，让他可以配享圣庙，跟这个孔老夫子同享祭祀的，那可以说非常的殊荣，那代表了他的成就也非常的获得肯定。那他的影响在我们华人的社会那影响更是深远。那跟陆九渊比起来呢，他的这个成就相对的要更大，影响相对要更深。尽管我们先前讲过陆九渊他的一个见解，但是呢，今天讲到朱熹夫子我们十分的佩服，十分的肯定。那他的用心呢，也可以说是独排众议在当时很多人批评他，很多人指责他，尤其是在政治这一方面那些政治人物都把他称为是伪学，伪就是虚伪的伪，把他这个心理学认为是伪学。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叫假道学，它不是真道，但是呢，事实上证明它是不是真道呢？我们现在看来，那么我们知道它是真正的身体力行。他发扬这个儒家的学说，把儒家的思想更加的立足于这个后代的子孙之中解释得更清楚，让后代人有一个更清楚的依循，尤其是四书的编纂跟著述成为后代人一个下手处。那所以他的功不可没，这个是化人心为良善的著书立说。那朱熹可以说是做到了一个形象，让我们效仿。当然儒家有很多先贤都是值得探讨，所以今天我们把4备10则变成文字的这种书面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呢，在看到这些先贤的典范让我们的这种修学路上有一份的这种安止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心定在那里，然后呢，一步一脚印的效法这些圣贤人成就了圣贤人的典范这个是属于文字般的教化。那当然呢，也有实地这种劝化，有所谓的观照般若跟思想般若。那么这个人都必须在修学过程之中不断的去反思，不断的去体悟这个没有办法透过文字要不断的去参悟你才会了解。那所以我们讲到化人心为良善必须要把这个原理原则把它讲出来，就是儒家是今天我们修行的主要根据，化人心为良善的主要方法
我们说现在佛教也随着这种潮流，纷纷回头来依止儒家的经典，来弘扬儒家的经典。你看现在《弟子规》了凡四训，这些呢都是儒家的经典。儒家的典籍呢，在佛家呢受到推崇。那当然这些呢高僧大德也知道，现在呢你直接跟他讲佛教的道理，大概呢也已经来不及了。你叫他参禅打坐、敲打念唱，对于人世间呢这个造诣的帮助也没有那么大了，就直接教他们在生活上怎么做。你叫大家来出家，那更不可能了。那所以呢，帮助大家在家出家，你在家就是一个道场，你就可以好好的修学。在这个修学之中你好好的来体悟儒家的做人道理。真正做到明理的，做到圆满的，你再来参研这种佛家其他宗派的做法，可以触类旁通了。所以你看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主流，那他们推展到这种中国去，推展到世界各地去，都是用《弟子规》。那这个是可喜的现象。我们觉得说这样是很好。因为呢，佛道同嘛，道跟道是可以汇通的，没有宗教，没有派别，这个都是做人的道理。所以道不是宗教，它的一个主要的诉求，就是因为道是活生生的，它是生活上的一切。那现在呢，各宗各派都是讲到生活上的一切，那跟我们道不就是汇通了吗？所以跟道汇通了，你当然呢，你就可以从这个教而入道。那讲到深信的道理，不需要去特别去用功夫为什么呢？因为呢，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你把它做好。我们的先佛老师的训文，通通在告诉我们这些道理。尽孝尽好了，做中做到了，这些道理做到了，那么你就可以探及到你的心性。心性的道理就是从这些的这种做人道理之中呢，去体会出来。这是真君子人人回复至善之地这是立愿了愿，真功实禅。你立的愿，你没有在世间上成就，那么你立这个愿，你哪叫了呢？你没有了即使是今天你对于道理已经非常明白透彻了，但是呢，你对于人伦的道理完全不了解，完全没有做到，那不叫真功实禅。功夫不得力我们说功夫得力其实在你自己身上是唯一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的。你的身体是第一个，你的身体变轻变健康了身轻自在身轻而体健，这是修行第一个看到功夫得力的一个点。再来就是说你的思绪呢会很清明。我们上次讲万世界为清平。你的思绪也很清明，
你待人处事呢，就是讲一点真心，一点真心就是平等，没有分别，没有对待，没有是非人我，没有这些我相啊，一切都平等的，好，那个就是你的真功实善，就是你功夫得力之处啊。那么你的智慧开启了，对于境界现前，对于各种事物人事的考验，你都有办法来圆满的解决。所以常常听着人在讲，哎呀，道场就是人事问题呀，人事问题一大堆呀。但是想想，人事问题不就是在我们修行的方向吗？我们修行要着力的地方不就是这里吗？那你人事问题解决不了，你如何入手呢？你不要说功夫得力了，你连入手都没有啊！所以人事问题要去圆融它，要去解决它，要去面对它，这样呢才能够叫做立愿了愿，才能够叫做呢真功实善。特遵这个道的宗旨啊，奉行佛规礼节。你看佛规礼节，你不是说到佛堂遵守佛规礼节，你要知道我们自身的佛堂每天都有佛，26时中不离开佛。那么你就知道26时中佛性在了，那么你是不是26时中你的言行都是佛言佛行了？都是圣人的思考了。你要把这个佛做出来，把这个圣做出来。所以我们说古圣古佛，古圣是谁？古圣是我啊。道之庄子讲到化人心为良善，我们以前在改恶向善这段经文啊，已经详细的分析过善跟恶之间的关系。那今天讲到这一段呢，化人心为良善啊，我们就应该更深入的来探讨人心跟这个善存在着什么样的意义。虽然我们都知道人性本善，那善是自信的原点，这个善呢是至善，所以呢没有所谓的是非善恶、好坏对错的分别。那就讲到我们人的心，它跟心性的关系，心跟身的关系。那么性心身虽然是一体的，但是呢，它整个主要的一个关键是在性。那么性呢是本善的，性是圆满的。但是呢，我们落于这个人这样的一个肉身之后啊，它会有一个心的呈现啊，不只是说我们说肉体啊，在整个六道十法界里面都有心的一个变化。那所以呢，性要完全100%的呈现出来，那么经过心这样的一个工具啊，如果心对性而言，心只是工具；心对身而言，那么身只是工具。那所以心没有办法将性100%的这样呈现出来。我们以那个镜子做过比喻，镜子所照的这个东西，只有呈现出50%，50%已经不错了。我们如果用六道十法界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的话，那么三善道、三恶道、
这样的一个六道了，那天道是60%，阿修罗道算50%，人道呢40%。那所以说，都还不是一个究竟的圆满。所以今天我们讲化人心为良善，我们从圣贤人的教法来说这种信心生的关系，这样呢我们才有办法说化人心为良善。既然我们的本来是至善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回到至善。那么恶的部分呢，不是我们本来有的，那么习气毛病也不是我们本来有的，所以这些呢是根本不存在的。今天不存在的东西造成我们生活的障碍，我们整个生命的这种打击啊，就可见了我们这个认假为真、认你为物啊，这种情况啊已经太久了。那么人普遍不了解心性尤其是呢，对于这个修行人来讲啊，很多的修行人号称为修行人，但是呢，他们对于修行的定义啊，还存留在以前那个时代参禅打坐、敲打念唱、画符念咒，或者是说朝山会灵等等呢，这个就是修行。甚至有的以书道、茶道、祈道各种的这种静的这种方法来帮助自己修行。那么这个跟信心生的关系啊，也可以说呢，这个联系性上啊，没有那么样的深入。也就是说，我们在讲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样的一个关键呢，我们透过刚才所说的这些方法是很难了解的。那么一般修行人都不容易了解了，更何况市面上普罗百姓呢？他们对于心性的了解啊，对于心性的认知啊，可以说是渺然不知啊，而且呢，视如未睹啊。一直讲到心性，哇，怎么心性呢？这个太过遥不可知的道理。那所以呢，儒家把这个心性呢，没有讲的那么抽象，也没有讲的那么玄远，他用人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那我们人普遍对于了解心性啊，有四个很重要的一个障碍。第一个就是认为说心性呢离我们太近了，近到我们看不清楚自己。就好像呢我们跟镜子太近了，结果呢我们看不到镜子中的自己。你看心性它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的，所以你说到哪一个事物上，哪一个点上，都是一种心性的呈现。那所以说，这个笔也是你心性的划线，这个书也是你心性的划线。我们说26时中，通通有这个心性。儒家讲良知良能的作用，良知良能的显现啊。所以呢，这个良知良能啊，离我们太近了，离人呢太近了，近到人反而看不清楚它，这个是第一个障碍。那所以呢，人没有办法了解心性就在我们的周遭之中，虽然知道，可是呢并不清楚它到底在哪里。那么无所不在变成一种空泛的理想。道对
在这个小鸟的身上，在田园的身上，在屋顶，在寺庙，道无处不在。二六之中啊，它无所不存在这个道理。但是呢，因为无处不在、无所不在，反而让人没有办法去了解，没有办法去真实的去掌握住每一根、每一秒、每一个刹那，它那个道的一个实体。所以，只有真正明理的人，真正的体悟到良知良能它的一个作用，它的一个圆满性啊，才会发觉到说，人跟这个万事万物，它的一个本质啊，其实就是一种心性的道理。心性的变现，呈现出万事万物，呈现出这种普罗大众它的一个样子。所谓色相，相就是性，性相不二。那么我们今天专用儒家来讲，虽然用了佛家的观念，但是呢，儒家也强调这个观念。用儒家来讲，那就是呢，宇宙就在我的心，我的心就是宇宙。那透过陆九渊的这句话呢，我们会更清楚，心性就是万物万事的一个本质。那么人也是在万事万物之中，所以人的本质也是一种心性的朗现。那这种心性的朗现呢，它如果是好的，你所见到的相，那就是好的；如果是不好的，当然你所看到的相就会有分别。那这是普遍人所察觉到整个万事万物它所不一样的地方。那不一样是因为整个心性的变化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呢，造成心性跟人一般人啊，对于心性的这个了解跟认知啊，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就是人们都认为心性呢太过深奥，这样的道理呢，只有圣贤人，只有佛菩萨在讲，其他的人呢，跟他是没有关系的。那么，道家讲无为，佛家讲空性，儒家讲良知良能，那这些呢，成为一种虚泛的道德，也就是说，什么都是道，什么都是德。那么，什么都是心性，什么都是呢，我这个心性的变化。那么这样的什么都是的道理啊，反而障碍住众生的知见，让他们认为说这个心性啊太过深奥了。我们必须呢去钻研到其中啊，去误解到其中的道理。结果不晓得说，在他眼前的就是心性，在他所接触的就是心性。那个深奥的道理呢，让他没有办法探及。所以在道场，很多人他讲到心性，那会认为说，我这个道理很深。如果说一般的欧巴桑、欧弟上，他们要听这个道理，会觉得说听不懂。那不要说是道场的人，就是一般的人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应该用更浅显的语言，更清楚的这些表白啊，来让大家了解知道，其实呢，心性在我的身上，在我的触眼所及啊，没有那么深奥，没有那么遥远。那这是第二个障碍。第三种障碍呢，就是心性是单纯的，可是人心是那么复杂。人心呢会变化，变来变去。那这个变化呢，会产生种种的向上的执着，会有我相、人相的分别。那么这样的一个执着呢，产生人的无明跟烦恼，种种的妄想
纷纷出现。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心性本来是单纯的，单纯的也就是说一就是多，多就是一。一切事物事项虽然有不同的相，但是那个性是唯一的。那么一切万事万物虽然有不同的这种分别，但是呢，它的根源是一。我们见到那个性的根源啊，那就是看到那个一的单纯。那怎么见呢？我们讲到要放下，你只有放下，你才能够看到它那个单纯的那一面。儒家讲赤子之心啊，那赤子之心不就是通通都没有分别之错吗？所以我们儒家用刚出生的婴儿来做比喻，那他们呢，的确是像一张白纸啊，没有分别之错，没有好坏对错啊，所以啊，在他们的心里面呢是单纯的。那我们修道人修到这样的一个单纯的心，我们说回归赤子之心，回归那个一点真心啊，那个诚的道理啊。那所以这个单纯的心性啊，在我们人来讲是非常的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呢就是在太过单纯，他就是叫你放下而已嘛，你什么都不要做，你什么不要做，你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么你就证得证得你的佛性，证得你的良知良能。那这件事情呢，说起来又太过简单，只要你放下，真的只要我放下吗？你看我们在道场要学习各种研究班，学习五教经典，学习佛规律解，什么都要学。高方上道也要去学各种方法，但是呢，你要找到道，找到那个良知良能，不是在讲学的功夫。你学了多少，那个跟道呢，事实上呢，没有什么关系。真的是这样吗？如果说从古大德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你看释迦牟尼佛，那他是学很多东西啊。释迦牟尼佛从这个王子出家，然后呢四处去拜访婆罗门的这些大师啊，学了各种婆罗门的经义，结果呢还是没有办法开悟。一直到他在菩提树下放下一切了，那他才证得。那么在中国的祖师里面，六祖慧能是最好的例子。他是没有读书的，他不识字啊，他不识字，听到金刚经的话，一切就放下了。安置好老母，就是要求做佛之道。像五祖忍和尚去请法，结果得到道了。所以六祖所得的道，跟释迦牟尼佛所证的道，通通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所谓佛回转本体啊，师密复本心啊。回转本体怎么会变化呢？本体是什么？本体就是那个道，那个被视为很单纯的、很不可捉摸的那个道。所以今天我们在道场学那么多，你如果不懂得天地悉皆归的道理，归回到至善的宝地啊，那么你不晓得，你还是摸不到道的边缘。所以在道场，它是真正的要比的话，是比谁放下的多。你要看到真功夫的话，放得多的人会看到真功夫。不愿意放下的人没有真功夫，他功夫不得力啊。
放下越多成就就越大，因为这些成就是本来具足的，完全放下就完全成就。所以这不是老师给我们的，道也不是老师传给我们，是我本来就有的。老师告诉我们这条方向，你好好的去悟，好好的去学。那学的方法就是呢，学的放下，把无始劫以来所有的脾气、毛病，还有呢你的秉性啊、习性啊，这些呢，通通都放下。你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些习气毛病？你为什么会有分别执着？为什么会有无明烦恼呢？这些呢，都是累劫所积累下来的这样的树叶。所以你如果不放下，你如何跟这些呢了脱关系呢？放下也是去面对它面对它，可是呢欢欢喜喜，把它解决了，那么你就跟他人没有什么瓜葛了，你就一切人真的可以放下，你的牵缠挂碍真的没有了。所以儒家讲，一切人反求诸己，反求诸己这个呢才是真功夫啊！修道都是在看这个，修道如果在看你今天度人多少人。你讲多少课？你在道场是多久了？你在道场有什么地位？那如果是在看这个呢？那么我们只能讲，这些都只是有为的福报，这些是带不走的。应该说，这些是没有办法成就我们的。那么没有办法成就我们超生了死的一个方法，你为什么要去学它呢？老师也告诉我们，你要不断的去放下你的执着、你的挂碍、你的烦恼，你要改毛病、去脾气。这个脾气毛病不改啊，你学了再多的东西啊，都成为你的所知障，成为你的各种障碍啊。你不能够把你所学的转化成道体，成就你自己，所以呢，这个是错误的。那所以心性就是那么单纯，单纯到说人们认为那是一种很大的障碍。再来第四点就是这个心性啊是美妙的，它是那么圆满，是那么具足的。只要你去探索它，去追寻它，你去往内反观，去证得它，那么它一切呢就会源源不绝。我们不是要讲玩世界为清贫吗？化人心为良善吗？济世界为大同吗？孟子讲尧舜性也，尧舜所代表的世界就是尧天舜日，那是一种人间的净土。我们用天堂来比喻它，所以天堂是在人间。那么我们要问各位浅显，到底是先有天堂，还是先有尧舜呢？是尧舜造就这种尧天舜日的天堂呢，还是呢天堂造就尧舜的呢？如果我们来分析这件事情会发觉到说，其实这个我们说相随心转，那么境随心转，所以一切的境都是心所转的。所以尧天舜日这样的天堂是谁造的？是尧舜造成的。尧舜的德化现了这样的净土，那他化了就是化人心为良善这个化，他把人心呢都让他流露出他的一个道体，
良知本性让它流露出来，让它回归到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这样的一个人生作为。我们说人世间的规则，儒家讲理，我们一般人讲守法，其实呢，这个就是一个做人的典范了。你只要是人，在人世间，你遵守的这样的一个礼法来走，那么尧天顺日这样的净土啊，很快就可以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是先有尧舜，才有尧天顺日。所以孟子说尧舜性也，性就是本性，尧舜是人的本性啊，所以尧舜不是一个人。这个阿弥陀佛不是一个人，这些仙佛啊，他们也不是一个人，他们是强为明知啊。强为明知就是勉强给他一个名字叫，不然你不晓得怎么去称述他。那么尧舜呢也是这样子。尧舜所创造的这个净土，那么是因为呢人自性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去证得、去悟得、去放下、去探索，结果呢了知到我们的心性啊，真的是这么样的具足圆满，这么样的广大无碍。所以要化人心为良善，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自己跟尧舜的性是完全一样的，相通相融的，不是尧舜另外有个性，而我们另外有个性，不是的，他的性跟我的性是一体的。我们说老母是本灵，众生的是分灵，那么分灵合起来就是那个本灵，所以分灵里面有老母，有上帝的因子在里面。尧舜是性，我们有尧舜的因子在里面。那所以我们只要证得这个性的流程，我们也知道原来我也是尧舜，我也是阿弥陀佛，我也是济公活佛。那所以心性跟人的关系，因为呢有这4种错误的了解，让人认为说这个良知本性呢离我太远，离人太远，其实呢并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化人心为良善，了解到我们至善的本质之后，那么我们就要让本性当家。性心生，谁是当家的主人？性是当家的主人，性是不会变化的。性是呢圆满、美妙、单纯、具足的。那么性呢，它不会变化，但是呢，我们再回到肉身，我们在这个十法界里面，会有一个需要依附的心，也就是说，这个性的部分呢，需要有心的呈现啊，它才能够有它的这个变化。比如说在十法界，你要变化成佛的样子，变化成菩萨的样子，变化成这种官员的样子，富人的样子，这个变化的变，它是用心来变。但是呢，心的里面有一个性的一个资源，一个能量在支撑着它。那我们今天变成人这个身，变成人这个身啊，我们又被身呢，做另外一种给另外一种人的拘束住了。所以信心生在我们身上呢，如果说能够了解到心这样的一个圆满的人，那他所做出来的
就是比较接近是圣贤人的一个典范。那如果说他所证悟出来的，他是一个善人、好人的样子，那可见呢，他所证悟到的心性呢，那是没有那么圆满。如果呢纯是恶人，那么呢他这个心性呢完全被掩盖住了，完全被泯灭住了，所以呢，他就是一种恶人。在这个世间呢，让人家非常讨厌的人。所以化人心为良善啊，必须呢对众生讲清楚、说明白这个信心生的道理。如果每一个人都知道他自己是有良知良人，是有尧舜的性，有仙佛的道体，那么他怎么会去无恶不作呢？他今天会作为一个作奸犯科的一个罪犯，那是他忘记他自己本来是佛，本来是圣人。那所以呢，他冤枉啊，他也到处喊冤枉啊。为什么他冤枉？没有人教他嘛，没有人告诉他。6万年来，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没有人告诉他这个反求诸己、反观自性的道理。那么累劫累世的这个习气啊，积习太多，他以为获得就是要牺牲别人，以为获得呢就是要从别人的口袋中挖出来，所以呢，他去从事这些事情，结果呢，造下更多的罪业，让他自己呢被这个罪业的因果层层的障碍住，卡死在那里，永世不得翻身了。这个是我们说宿业。那么宿业的现象，我们不是说不要去讲它就没事哦，你不去讲它还是照样哦。那所以我们说儒家他不讲这个，但是呢，儒家不讲这个，不是说这个就没有，儒家还是认同这种事情的存在哦。所以你看公正帝君的《陶渊明生经》，他轮回转结之说还是肯定的哦。在《左传》里面，《春秋左传》里面，很多这种穿凿附会的轮回果报的事情，都记载在其中，也是被世人所肯定的。那么所以说，不是说我们不去讲，它就没有存在，这是没有的道理。那虽然儒家不讲，儒家不讲呢，是因为他要我们把重点放在刚才我们讲的反求诸己这件事情，证得自己那个尧舜的性，所谓仁义礼智根于心啊，根于心是那个心，这个性，这是根本。了解到心性的关系啊，跟我们的身体的关系啊，这个才是儒家所要看起的一个道理。那儒家不讲因果，因果还是有发生，还是会发生啊。你今天不是因果，你就可以不用受因果报应，有这种道理吗？没有这种道理。